你这身体素质可以啊，大早上吹冷风。许南恒写好出来了，看向他打趣道。方时悠回头的瞬间，许南恒眯了眯眼，他明明不近视，但还是眯起眼睛，好像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但其实模糊的不是眼前的方时悠，而是记忆里的方时悠。他似乎昨晚也从这种侧后方的角度看过方时悠，只不过当时是晦暗的车厢，不是这样明亮的早晨。方时悠把粥端出来，打量他，眼睛疼是牵扯的，吃吧，吃完走了，回村了。你这粥在村里吗？许南恒坐下。待一周。方时悠说，一周坐诊，一周一诊。面对面的坐下，方时悠穿的薄，许南恒无意识盯了一下他胸口，旋即有一些仿佛属于自己却又陌生的记忆画面浮出脑海，而且很可怕，可怕的很，因为画面里自己好像摸过那块胸肌。许老师。方时悠看着他。啊！许南恒回神。不烫了，可以吃。方时悠提醒他，顺便审视了一下他的眼神和表情。许南恒和他对视了一瞬，迅速躲开视线。这大夫也很可怕，眼神有穿透力。3个小时后，到了村头。那天的雪下完，天彻底冷了下来，进入了初冬。村民牛圈里黑黢黢的大牦牛被披上棉被，回村路上看见放牧的藏民，天冷之后他们会随身携带暖壶，里面装着热茶。视野之内的雪山又盖上一层雪，方时悠告诉他，一直到春天，这些积雪才会化开。所以冬天的西藏非常安静，冬天的高原飞鸟不渡。车停在学校门口，许南恒下车后长长的伸了个懒腰，叹道，还是我们村好。方时悠笑笑，中午过来吃饭。不了，应该是索朗老师在厨房，我看见冒烟了。许南恒转过身跟他挥挥手，你去吧。方时悠点头，然而就在许南恒转身走去学校的同时，方时悠又降下副驾驶车窗，叫住了他。没有叫许老师。许南恒。许南恒身形一僵，他僵了大约半秒，如果1秒是滴答，那么滴之后许南恒就绝望了，对应上了，和记忆碎片里的某一个碎片对应上了，他想起来了，并且方大夫也看出来了，他都想起来了。醉酒后摸了人家胸，醉酒后摸了人家那儿。车里方时悠看见他一顿，弯起了唇，微笑。许南恒回头，二人表情不言而喻，两人心知肚明。他苦笑了下，说，不要忽然叫别人全名，很恐怖的方大夫。那也比忽然被别人摸好了。许南恒攥紧拳头，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微微脸红。你说，你跟一个烂醉的人计较什么？方时悠无辜，我没要计较，我就是想问问，许南恒，你昨晚说的都是真的吗？你有没有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许南恒眨巴了2下眼睛，点头，是真的。那我先走了。方时悠说。啊。许南恒木木的点头。第32章，索朗错母的丈夫也在小厨房里，夫妻俩在灶台忙活着。这边的藏民们是焚烧牛粪来取暖，厨房的炉子接通管道到2间教室。这炉子并不大，不够再往楼上接去宿舍和办公室，即便管道足够长，热能也不够。许南恒进来小厨房的时候，索朗错母的丈夫正捧着炉子里清理出来的牛粪焚烧的灰尘往外走。二人打了个照面，许南恒不认识他，是卓嘎也端着一小盒灰尘跟着出来，喊道，许老师，这是我爸爸，他放假回来了哦。许南恒下意识伸手想跟他握个手，手都伸出来了，看见人家2只手都捧着大铁盘，又抬起来挠挠头，您好。您好，老师。对方低头看了眼自己捧着的灰，笑着说，我们家卓嘎给你添麻烦了，我在武汉打工，1年只能回来3、4趟。许南恒客气地说，没有，卓嘎很乖，你也辛苦了。这边藏民们的习俗是，炉子里烧出来的灰尘一定要扔到院子外面的地方。许南恒进去厨房里，索朗老师在用毛刷蘸水刷着炉子内侧。见他进来，
索朗错母笑了下，回来了呀，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拖着这么久没修门。哈哈，许南恒不好意思的笑笑，懒妈，您在收拾卫生吗？有什么我能干的吗？索朗错母没有跟他推脱，说你可以去德吉家把牛粪背来吗？德吉的舅舅已经打包好了。哦，好，牛粪很干净的。索朗老师补上一句，牛粪被装在化肥袋子里，其实背牛粪是今天清理项目里最干净的了。食草动物的粪便连味道都很小，它们烧出来的灰是细密的。许南恒知道德吉家在哪儿，德吉家的牦牛很多。许南恒到的时候，德吉和妹妹在院里捡牛粪，装在另一个袋子里，那个是他们自己家要烧的。老师，德吉朝他挥手，妹妹也跟着挥手。德吉说，我帮你背过去。不用。许南恒跨过来进到他家院里，这么点儿还能背不动吗？我看不起谁呢？他是开玩笑的说法。德吉第一秒当真了，旋即反应过来，笑得眯眼。我怕你又高反，不过没关系，这礼拜方医生回来了。好吗？这是拿方石优当自己监护人了。许南恒眼神复杂的看了德吉一眼，决定不纠结这个问题，看向角落，问他哪一袋是给学校的。院里地上有4、5大袋捆好的牛粪。德吉说，都是的。许南恒停顿了一下，好，今年降温的早，大家需要早早预备上过冬的东西。取暖的燃料是第一的，冬天的大雪会压垮供电设施，信号塔台也会受到大雪降温影响。以及饮用水，水管年年都冻，这里不像城里，城市里会在水管外面裹一层棉被来隔温，这里冬天不是一层棉被就能解决的。德吉把牛粪袋子扎好后，让妹妹回去屋子里，叮嘱她不准自己点炉子，然后拎上水桶准备去取山泉水。许南恒第二趟过来背的时候，感觉自己依然很强。德吉的妹妹趴在屋里窗户边看着他，俩滴溜圆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大约是哥哥说过，这是城里人，妹妹没见过城里人。第3趟已经有点吃力了，手掌撑着膝盖，旁边是嚼着草料的牦牛，牦牛悠悠哉哉的看着他。德吉家的院子里还拴着一只藏獒，藏獒看上去有岁数了，懒懒的也在看许南恒。第4趟刚背走，德吉骑着摩托回来了，摩托后边绑着2桶清水。他把水搬回屋里，给妹妹点上炉子，烧一壶热水。这时候奶奶从外面回来，带着蔬菜。许南恒已经面如死灰，他品质不错的外套上全是灰土，这没什么，问题是他已经直不起腰了，而且他很确信有一些小颗粒顺着他衣领掉进衣服里了。虽说他明白牛粪真的是很干净，但科学上的解释又有多少人能从心理上完全接受？最后一趟搬完，许南恒拎着外套灰头土脸的找来诊室。方石优抬头，许老师，我要洗个澡。许南恒咬了下后槽牙，我衣服里掉了牛粪。方石优是提前了1天回来的，今天小医院里没什么事情，下边修隧道的工人还没复工，义诊也还没开始。他站起来笑了下，说，你这表情看起来不是需要淋浴，是需要紧急喷淋。有吗？许南恒问。这儿没有。许南恒这澡差点搓掉3层皮，洗完出来的时候去了方石优的休息室里坐着缓神，洗得他手指腹的皮肤都皱了起来。方石优拿了瓶果汁进来递给他，打趣他，洗这么久，3只阿拉斯加都洗好吹干了。许南恒没劲跟他评，少爷来来回回背了5趟牛粪，手都哆嗦，拧不开盖，又递回去，你给我打开呗。方石优给他拧开。许南恒坐在床边的，身上单穿一件长袖 T 恤、运动裤，散发着浓郁的沐浴露香味和热腾腾的气息。他用的沐浴露是偏茶些的果香木质调，由于他今天大量反复的洗，导致他现在坐那儿像个茶虫。方石优拧开果汁，靠近一步，他站着，许南恒坐着。许南恒的胳膊是真的抬不起来，肌肉酸痛，关节无力。方石优拧开果汁后，直接将瓶口贴到他嘴唇，接着倾斜平身。
外科大夫的手能够在跳动的心脏上做缝合，也能将酸甜的果汁喂进老师的口腔。喉结规律的吞咽，3、4口之后，方时优拿开瓶子，他很稳，徐老师也很配合，没有一滴果汁淌出来。这是远远超过朋友的交互动作，或者应该这么说，普通朋友之间胳膊抬不起来，也不是这么个法子喂水的。最起码不是这般沉默，不是这个眼神。方时优向下看的眼，许南恒捻着床单的手。这个小小的休息室仿佛被注入树枝，成为琥珀。许南恒觉得呼吸困难，动弹不得。什么氧气稀薄，动弹不得，自然就宁静了，根本不宁静。他这会儿脑子里百万雄兵扭秧歌，几口果汁好像没喝进胃里，活像进了大脑，把那些扭秧歌的给从头教到尾。总之就是乱七八糟。你需要贴膏药，不然腰明天站不直。方时优像个没事人，拧上瓶盖放在桌上，从椅背靠着的连心网里掏出一片跌打止痛贴。这玩意一诊的时候常常要用到。西藏地貌高低起伏，村民们无论是放牧还是挖虫草或种地，腰背肩颈都有问题。方时优撕开一片，转过来问：帮你贴？他穿着白大褂，说出这句帮你贴说的极其自然又合理。甚至他已经撕开了，膏药的味道已经刺激到许南恒的鼻腔，并且和他身上的果木香味在空气中打得难舍难分。方时优走过来，眼神平淡，有着寸步不让的意思。许南恒点头。许南恒站起来，手拎起 T 恤下摆，露出他净瘦的腰。这些日子他在西藏又瘦了些，他白，小少爷的皮肤细嫩的白。方时优走到他身侧，手掌带着膏药贴附在他后腰正中。刚洗完澡的皮肤是温热的，方大夫手掌隔着膏药盖上去的瞬间，不像贴了张膏药，像烙了块炭火。要贴几个小，话没问完，许南恒放下 T 恤想转个身，忽然腿一软，恰好方时优的手还在他后背，直接兜住他，同时为了稳住他的站姿，将他向自己怀里带，并且说：你膝关节今天过劳，建议你在这边休息，不然那个2楼你可能最后几级台阶要手脚并用。所以说制服这种东西就是会给人一种限定信任的感觉。方大夫穿着白大褂讲这些话，简直是西装革履的耍流氓。许南恒自认活到25岁，何为关爱，何为撩拨，他还是能分得清楚。这大夫真是坏的可以。许南恒退无可退，干脆一屁股重新坐下，抬头拎着唇角笑起来。这一笑直接反客为主。如果说刚刚方时优的动作像个大反派，那他笑得活像反派黑化了的白月光。许南恒，好啊，怎么说，一起睡？聊嘛，谁不会啊？许南恒心说，你不管我死活，那我也不管你了。顺便许南恒还拍了拍床铺，说挺软的。这是个很窄的床，窄到搞不好真的2个人躺下去了，一个得睡在另一个怀里。这事儿嘛，就是流氓做的大。他换了个眼神看着方时优，似乎在挑战他。大概是，怎么，大家都是男人，抱抱睡一下怎么了？直男才无畏无惧。是的，许南恒咽了一下，盯着方时优。直男才无所谓，直男说不定直接衣服一脱躺下了。我今天值班。方时优手揣进白大褂口袋里，退后一步，你先睡吧。日落后的藏南高原有着最原始的自然野性，喜马拉雅山北麓的风冲撞着所有事物。这些风带着怒意，他们似乎很不满，想要掀翻这些人类建筑。像玩积木的时候，别的孩子把积木堆在了自己围起来的花园里。许南恒听着这一阵阵的风，撞着玻璃窗，撞着墙，也一下下撞着他的心脏。方时优值什么班，根本还没到他轮值的时候。许南恒侧躺着拿着手机，坦白讲他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经验，别说跟男的了，跟姑娘也没暧昧过聊骚过。他连小说都不太看，少量的情感原理摄入是他师范时候的那个室友。彼时他们4人间宿舍，一个大2走读了，另一个跟女朋友出去租房了，剩他和另一个哥们。那哥们堪称奇才，一朵单枝的玫瑰花从3餐出来到7号教学楼，
能撩一整条路，最后花都还捏在手里。许南恒的学习能力毋庸置疑，但他不能容忍事情在逻辑上有 bug， 比如他的室友。为此，他曾认真的询问过他室友，如果没有想要发展稳定关系的话，为什么要乱聊？室友比他更诧异，因为快乐啊，这还用问？再次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痛，整个人像无麻醉进行骨科手术，拥有职医证的木匠使用1臂长的锥头大力的敲打他关节缝隙。早上好。方石优在门外。许南恒打开门后，被方石优充满朝气的连锁冲击，眯了眯眼。早上好，我不好。肌肉酸痛，关节疲累，站不起来，走不动路。方石优概括。许南恒两眼空空的转过身，走到床边坐下，然后倒下。我还没备课。你还能自主走回去吗？给我个轮椅吧。许南恒把脸埋在枕头里，有气无力地说，让卓嘎过来推我，1日为师，终身为父。方石优笑笑，这次用对了。许南恒捧哏似的，哎，对喽。起来把饭吃了。方石优把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搁在桌上，说正事了，我得走了。昨天夜里40公里外一个村落上方山体大规模塌方，我们要过去支援了。啊！许南恒坐起来。方石优把电脑和一些日常用品装进去，便携式的牙刷、牙膏和剃须刀。他很快收拾好之后说，这边山体经常塌方，但通常是小规模的或者大块落石，这次好像挺严重，刚刚收到消息，现在要赶过去了。说完，方石优背上包，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坐起来了，快速消化了一下，可眼神还是愣愣的。前一晚的宿醉和前一个白天的体力活，只允许他今天脑子和身体挑一个灵活。他呆滞的说了个好字。方石优笑了下，走了呀。那你……许南恒站起来，注意安全。方石优背上包，刚打开门迈出一步，手还握在门把上。他停了下，喉结滞住，上不去也下不来。但他不能耽误时间了，于是他在门口回头问，等我回来之后，我们能聊聊吗？许南恒没有装傻，他也没必要装傻。25岁的成年人，他完全能听懂方石优的弦外之音，并且他很清楚的知道方石优想聊什么。他们之间那哪是窗户纸，那是糖葫芦外边包的糯米纸，都不用捅，风一吹就裂了。你这 flag。 许南恒笑起来，去吧，随时可以聊，闲下来了发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注意安全。方石优得到许可，垂眼笑了下，安心了。旋即又说，但可能那地儿没信号，还是等我回来吧。许南恒向他点头。虽然方石优也感觉自己那句话跟等我打完这场仗就回来娶你实在太像，异曲同工，但他坐进车里点火启动，扶着方向盘，跟着救护车和同事们的车开出医院的时候，他真的很开心。他还记得杨告告白成功的那天，拖地都特有劲儿，干什么都笑眯眯，当时他还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因为杨告那会儿值夜班的时候，一桶放了长的泡面搁在开水房里等水开，结果不知道被谁端走了，不知是误拿了吃了，还是被当没人要的垃圾收走了。按着杨告的性子，他必得发个疯，但那天杨大夫心情绝好，直接摆摆手算了，令方石优觉得恐怖。而眼下他深切的认识到，人真的不能对自己太盲目，原来当自己置于这样的情况里的时候，只会比别人更夸张。他开着车跟在同事后边，感觉自己能一口气看200个病患，能从外科看到内科。另一边，方石优走后，许南恒缓了好一阵儿。确实他是25岁的成年人，他可能没那么成熟，说话还欠妥，但他会认真对待身边的一切。在第一次感觉到方石优对自己不太一般的时候，他就隐隐的猜到了一些可能性，可能方大夫喜欢自己。许南恒虽然被夸着长大，夸帅气，夸聪明，夸乖巧懂事，他自己倒是挺谦逊，会挠挠头说嗨没有，一般吧。他没有过剩的自我意识，打小他真的觉得自己就是普普通通一男孩。
大家本来就该礼貌温和的对待别人，人本来就该守时守礼，在这之上保持善良，顺应规则而生活。许南恒从来都觉得这是一个智慧生物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应该做到的，所以他没有认为自己特别优秀的人，他只是做到了最基础的事情。所以在意识到方大夫可能喜欢自己的时候，许南恒的第一反应是，他喜欢我什么呀？接着方大夫告诉了他，他是个很好的人，他其实也觉得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许老师觉得那些都是基本品质。终于在方时优前去支援他方的第一个夜里，伏案的许南恒倏然从书桌抬起头，他想起了县城湘菜馆老板的那句话，让情绪走到理智前面来。喜欢这件事本来不该是理智的。意识到这点的时候，许南恒心开始砰砰跳，他调整了一下自己，尝试着让情绪走到前面来。他慢慢放下那些因为我怎么样，所以在方时优那里加一分喜欢的优缺点加减法。他捏着黑色碳素笔，慢慢捏紧，尝试去体验最单纯的他喜欢我。然后他放下笔，去拿手机，并没有方时优发来的消息，他方的村庄可能没有手机信号。俩人的聊天记录停留在山南市某酒吧的定位位置。说起来，方时优在小医院抢救室给工人开胸取钢筋的那天之后，他们还说好要一起喝一杯。许南恒看着手机笑了下，然后放下它，继续备课。第二天直接把学生喊回来上课了，国庆7天乐，年年都能乐，初3了就少乐几天。许南恒把电脑带来了教室，让学生们围着讲台按高矮站，给他们播放国庆当天北京的升旗仪式。这儿离北京太远了，国境线附近飘着的国旗与天安门广场的国旗隔着3500多公里在呼应。孩子们看着视频里北京清晨的天，好像也在和首都呼应着。一路从北京开到西藏，穿过青海甘肃，翻过唐古拉山后，许南恒看到的最多的其实不是雪山，而是国旗。就连他们那个小县城，都在每条街随处可见一句标语：祖国在我心。他来之后不止一次的被学生问北京是什么样，这次亏了谭老师提醒他可以给学生看看升旗视频。哇！大家震惊于整齐划一的正步，一个个看得俩眼快瞪出来了。这天徐老师用假期里准备好的试卷暖场，试卷做完了不收，直接开讲。讲完卷子上新课，上完新课复习。许南恒开始加快进度，加深难度。第二天改完的作业只有答桑取真做对了他出的大题。到今天，支教岗的老师们都表达出了紧抓一部分人，保证能考上的要考上这样的教学方法。许南恒这里的学生大部分实在是资质不佳，堪堪要拿出手一个，也就只剩答桑取真。这是没办法的事，许南恒没有时间把小学和初一初二的内容再教一遍，他只能在国庆假期后开始回收绳索，抓不住的掉下去了，他没有任何办法。他单枪匹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第3天，许南恒已经形成习惯，睁眼后看一眼微信，依然没有方时优发来的消息。今天讲列举法求概率。许南恒清了清嗓子，先讲之前讲过的，假设一个随机事件 A， 那么它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也就是随机事件 A 发生的概率，称为 P_A。 看书，再讲一个公式。许南恒拿着粉笔转身，在黑板上边说边写，当出现 N 种可能结果，并且每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概率，它在数学上的定义，求概率有2个重要的条件。试验结果需要具备有限性，每种结果的等可能性。许南恒强迫自己专注点，方时优没有发消息回来，应该只是信号条件不满足。说不担心是骗自己，说别担心是哄自己，许南恒不擅长哄骗自己。他咽了下，继续讲课。第4天，方时优已经形成习惯，睁眼后看一眼手机。今天是失去电力和信号的第4天，他手机电量已经只剩个红色的血皮。人挖出来了吗？方时优从简易的行军床上起来之后，快速的刷牙洗脸，然后戴上口罩。昨天说里面还有2个人。2位消防员喘着粗气回答说，不好挖，工程车根本上不来这边，
凌晨挖出来了一个。方石优一愣，那怎么没叫我们？挖出来就已经没了。消防叹气，摇摇头，直接用脏兮兮的手套往脸侧抹。医生，你昨天说营地里需要电源，今天下午应该能调上来一个电瓶，我们同事骑摩托送过来。方石优点头，好，让他们注意安全，自己安全第一位。消防大哥点头，行了，我们接着挖，挖出来人了再叫你们。医护组前3天几乎没怎么睡觉，不仅方石优，从小医院以及周边卫生所过来的医护人员都没怎么合眼。塌方比所有人想象的都严重，并且在他们救援的时间里发生了2次塌方，几乎车头那么大的山石滚落下来，就砸在他们营地旁边擦着帐篷的布料。那一瞬间，在真正的自然凶险、不可抗力面前，大部分人是呆滞的，被惊呆的，连倒抽一口冷气的声音都没有。紧急电源全部接着救护车的仪器，为了不让救护车的电瓶亏电，回头点不着火，消防大哥们从山下调上来几个紧急电源电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给手机充个电，要把全部电力提供给救护车仪器。方石优抬眼看了看天，阴云暗涌着。紧接着营地那边有护士喊，方医生。他当即回过头跑过去，怎么了？是颤了。护士喊道，意识不清，高医生在按压。方石优快速跑到营地。所谓营地，是塌方后消防和边防联合搭建的几个行军帐篷。塌方地点过于刁钻，在山体斜坡，不仅消防的车难上来，救护车都是大家连拉带推折腾上来的。方石优跑过来的时候，高医生正在按压。方石优看了眼监护仪上出现是颤波，高医生无奈，除颤器电不够了，下午才能弄过来紧急电源。方石优咬了下牙，轮流按到电源搬上来。好，高医生说，由于地理位置不利于救援，并且电力等资源的紧缺，消防和边防在这边挖出幸存者后，经医护治疗，再由边防人力将生命体征平稳的幸存者运输到山下。而运输办法只能是古朴的，2个边防士兵抬担架抬下去。这就注定了是一场漫长的且越久越让人绝望的救援。因为伤筋动骨过于严重而不能颠簸搬运的病人躺在这里，下方开凿道路，企图让车辆通行的边防士兵扛着铁锹棍子，使用最原始挖掘方法的消防。护士和几个医生轮流按压，监护仪的电量也耗尽之后，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问要按到什么时候，这么做还有没有意义。方石优按压30分钟后，由急救护士接手，接着他去落石堆给另一个刚挖出来的幸存者做清创。他克制住自己手不能发抖，30分钟心肺复苏的手夹起线做缝合。终于，消防的同事们用绳子捆着电源拉了上来。此时是下午3点35分，许南恒抿了口保温杯里的咖啡，达桑曲真战战兢兢地处在讲台旁边。1度是360分之派2方，那 n 度是360分之 n 派2方。来，你给我指它们之间的相同部分。达桑曲真，分子相同，都是 n 派2平方。许南恒，那是不是可以简化成2分之 n 派2？达桑曲真，是。为什么？许南恒平静地看着他，说出为什么可以简化，画给我看。塌方救援大营，给我个硬点的镊子。方石优蹙眉，厉声道：“你这个太软了，我什么都夹不住。”他很少这么疾言厉色。电源拉上来之后，又挖出一个出血严重的。在这种环境做血管缝合，简直是灾难。他头戴放大镜，不止一次沾了灰尘。沾到灰尘的时候，手就不敢动，要喊护士拿棉球擦。山上风大，缝合进度比往常慢了不止1倍，加上麻醉不够，又需要有人摁着病患。帐篷宛如一个鼓面，山风在不停的捶打它，咚咚巨响，战地医生不过如此了。第5天，德吉的舅舅和周阳的爸爸来了学校厨房，他们给学校搬来了土豆和面粉。学生家长们常常给学校送些吃的东西，
他们将食物放下后，出来碰见了许南恒。两位家长跟许老师打招呼，然而许南恒心神不宁，第二声他才反应过来，啊，不好意思，二位刚走神了。接着三人闲聊，最近大家的话题都是40公里外那个塌方的村庄。德吉舅舅说他们家每天都在念经，希望大家能平安。周阳爸爸也说那边那个村子比这里更小，路更不好走，平时都是牛车上下。周阳爸爸又说，哎，我弟弟和他战友昨天过去送了几块电瓶，听说他们那昨天夜里又塌了一次，死了好多人。许南恒两只手捧着的保温杯咣当一声脱手砸在地上。老师，你是不是不舒服？第6天，周末了，许南恒坐不住了，他到小医院院子里启动大 G， 寄希望于这位指导价300多万的越野王者真的能做到物理层面的翻山越岭。他不能忍受他和方石优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是模棱两可的回来我们聊聊。这世界上每天有无数人沉浸在早知道我就如何如何的假想之中，许南恒讨厌假想，他也讨厌概率。清晨9点45分，今天藏南依旧是阴天，高原的阴云带着十足的压迫力和侵略感。许老师仰仗着奔驰 G 级越野车的强力性能，他这辆全时4驱开放式中央差速器的大型越野猛兽，在藏南几乎只能用牲畜运输的地形道路上一路向西。那个村子的位置，周阳爸爸告诉了他，在导航上要设置某个观景台，说半路看见一个地标牌，向另一侧开，然后土路上山。许南恒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个地方，但这趟不出来找一找，他是真的会后悔。同时他也真的庆幸他开了这辆硬派越野出来。2个半小时后，许南恒知道自己开对了目的地。他在半山腰看见了边防的越野车和消防车，看见有社会车辆过来，边防立刻上前阻拦。你是游客吗？边防看了眼他车牌，别往上走了，上边塌方了，原路掉头回去。不是。许南恒开门跳下车，我是支教老师啊，我边防正在这，我朋友在上面，我能上去看看吗？边防大哥看了看他，你上去没用，能搬下来的都搬下来了。原来边防大哥以为许南恒的朋友是村民，许南恒连忙解释，不是，我朋友是援藏医生，我6天没联系上他了。哦，大哥点点头，打量了他一番，又问，哪个医生？叫什么？哪儿来的？许南恒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目前上面的情况基本稳住了，送上去了几个紧急电源，救护车设备都在正常工作。正说着，又有2个士兵抬着担架下来，人被送进越野车。这儿地形实在难开，边防换了泥地胎的越野只能慢吞吞的以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往下挪。盘问许南恒的这位大哥问了一下上面的情况，抬人下来的士兵说能挖的都挖出来了，目前上面还有4、5个不能动的，以及一位孕妇。许南恒又争取了一下，他说他不会添乱，就上去看一眼。大哥便让他跟着士兵一块上去。耗时40分钟，40分钟的山林徒步，许南恒腿都发软。这不是寻常的山路，有些地方要手抓着旁边的树把自己拽上去，许南恒都不敢想象这些士兵是怎么把担架抬下来的。40分钟后，许南恒看见了乱石堆后面的军绿色营地帐篷，看见了几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人，他听见一些混乱的声音。爬山40分钟后，他有些耳鸣，视野也在晃动。领着他上来的士兵见他恍惚着，你还好吧？我还好。许南恒回神，谢谢您，不用担心我。找见你朋友，还是赶紧走吧。士兵说，天气不好，我们救援马上结束了，也要走了。好。他踉跄着翻过乱石堆，走向营地帐篷。视野里的白大褂越来越多，他紧张，神经紧绷，穿梭在这里的白大褂几乎造成他血盲，因为他认真的在看着他们，辨别他们。一共3个大帐篷，许南恒走到最后一个，依然没有看见方石优。有护士搀着摔折了腿的病患。
喊他让一让，他机械的向旁边走，有医生匆匆走过他身边，边走边戴上乳胶手套。许南恒穿过第3个帐篷，走到外面，外面有人坐在石头上休息，穿着消防制服。许南恒继续向前走，一条转弯的路，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不应该再向前走了，前面已经没东西了，但他还是迈着步子。他看见从弯道另一侧走来一个人，身形高挑，身材匀称，白大褂，手里拎着水桶，看上去是去取山泉水回来。四目相对的瞬间，对方更加诧异。下一刻，方时悠放下水桶，快步走向他。许南恒原本已经疲累到寸步难行的双腿也稳固的向前走。两个人触碰到对方的瞬间，不发一言，他们同时伸出手抱住对方，拥住的同时吻向对方，吻住对方，沉默地、用力地、坚定地吻着对方。第33章，方时悠环在他腰上的手越收越紧，好像两个身体多么贴合都还不够，他还想更过分。这个吻完完全全的遵循本能，唇贴到唇后相互摩擦，但二人都觉得不够，还要更深，还想更紧。接吻从唇瓣与唇瓣的贴吻，不知谁先探了舌头，另一个同时张开嘴。原来在充沛的情绪之下，不需要任何技巧和经验，浓烈的情感能指引所有行为。原来一路的疲倦和高度紧绷的神经可以一瞬间松懈下来，原来寒风里2片冰凉的唇可以立刻如此滚热。紧紧相拥，唇舌交缠，由于不会换气而声色的喘息，上下滚动的喉结吞咽着。许南恒抓着方时悠后背的白大褂布料，他被亲得缺氧，无助的张着嘴，眼睛微睁，但手依然抓得很紧，手臂依然抱得很紧。他脑子里没有任何恰当的词语来表述现在的心境，什么理智，什么加减法，什么概率。此前纠结着他喜欢我什么和我为什么喜欢他这类问题的答案，原来也简单如以汤卧雪，答案就在这里。他们在见到彼此后，同时放下一切，向心而行。方时悠继续加深这个吻，他抚着许南恒的后颈，黑色短发渗出他指缝。此时此刻，许南恒的一根头发丝都能让他浑身过电。他比自己想象的更疯狂，这6天里没有信号联络不上，周围所有人手机都收不到信号。他想念徐老师，想得不行。他手机电量耗尽之前，最后看了一眼徐老师朋友圈里的照片，在县城山腰寺院下的照片。这一吻差点让许南恒高反，方时悠轻轻松开他，两人稍拉开些距离。呼吸凌乱的两个人在山谷风中对望，方时悠用拇指拂开粘在许南恒唇角的发丝，徐老师双眼朦胧，好像还没缓过神来似的，无法聚焦。有些话已然不必说，比如你怎么过来了，比如你是不是手机没网，比如你亲我是不是喜欢我，这些都不重要了。直白的动作和行为比语言更有力，下意识的反应和灼热的眼睛更有说服力。方时悠专注的看着他，轻笑了下，唤道：南恒。6天里他们之间的第一句话是许南恒的名字。许南恒跟着笑起来，想了想，叫方大夫会不会有点生分，他眨眨眼，悠哥。很亲昵的发音，许南恒刚被亲的有点恍神，喉咙阴哑，沙沙地叫他悠哥，像小猫在他心上扫着尾巴尖。方时悠漆黑的眼瞳凝望他，片刻都舍不得挪开，有点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徐老师，我之前又叫上徐老师了。许南恒抬手在他下巴上捏了捏，你之前说回来聊聊，就是想聊这个。方时悠点头，咽了下。许南恒换了个眼神，半睁着，眼睫扇了下。那我们现在聊完了。他姿态过于性感，他腰还被自己环在手臂，人也被自己抱在怀里。方时悠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冲动到这个地步，29年沉稳的走过来，克己复礼，不曾做过任何越界的事儿。而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别人亲，那又怎么样呢？他微微低头，额头抵着许南恒的额头。我们聊出来结果了吗？这气息太靠近，像在许南恒面门上撒迷魂药。许南恒稍扬起下巴，嘴唇挨着嘴唇的说：方大夫，你这么清纯啊，不会等到我俩在床上滚完2个回合了，
你还要问我一句，我们算不算在谈恋爱吧？说完，许南恒自己乐了，翘着唇角，俨然不似个老师，像坐讲台边上那个最皮的熊孩子。方时悠看着他的眼睛吻下去，他不太温柔，可以说得上野蛮。他带着强势的压迫力，带着些凶残，撬开他嘴唇，舌尖抵入，勾着许南恒的舌头，然后咬他舌尖。所以说，这大夫真是够坏的。第二次接吻的方大夫已经知晓了要领，他准着舔着，极尽撩拨的，还在他后腰按了一下，让他小腹和自己相贴。许南恒想睁眼抗议，然而方时悠一直没有闭眼，他直接对上了方时悠的视线。他没想到方大夫会有这么深情的眼神，一时间忘了呼吸，下唇被叼住，被方时悠轻轻往上带，他就只能抬头。深情到有点性感了，两个人正面几乎完全贴合在一起，双方都感觉到对方起了反应，两个人同时笑了下。别亲了，许南恒说，我在周末，你还要继续干活。方时悠嘴上答应着，又压下来，含着他下唇亲了一口，胳膊也不愿意松，就这么抱着。方时悠真的该走了，他是去山侧面打水的，在这儿耽误了得有10分钟，但他舍不得。像做梦一样，许南恒找过来了，许南恒和他接吻了。他定定的看着许南恒，依然有点不敢相信。许南恒看他呆愣愣的，笑说，傻了。你说会不会其实昨晚上2次塌方的时候我已经死了，这都是我灵魂最后的执念所造成的假象？方时悠说。方时悠没说谎，这种不真实感太强烈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人类思维的自我保护。过分的喜悦如果是假的，所造成的落差会损伤脑部神经，所以大脑会发出警示，这都是虚幻。许南恒假装冷漠，是的，都是假的，你松开我，等你头七我再来给你上香。别！方时悠不仅不松开，还恶劣的俯下来咬他耳垂，将他耳垂的肉咬在齿间。别给我上香，我要真死了，你用拍立得拍几张照片烧给我。许老师的贫嘴搁哪儿都能把人噎死。他也靠近方时悠耳朵，说，烧什么照片啊，我给你烧几条内裤得了呗。坦白讲，方时悠6天的救援没睡过一个整觉，全靠他从业以来的工作习惯。再没有咖啡因，烟也抽完之后就生扛着。然后许南恒来了，他瓦解了，他想什么都不管了，只想抱着许南恒在山后边那个草地上睡上了10个小时。但他不能这么做，他松开了许南恒，稍微后退半步。许南恒也明白他必须回去营地里继续工作，他抬手整理了一下方时悠白大褂的领口，说，好了，我看见你好好的就行了，去吧，我一会儿也走了。你等我一下，我送你下山。方时悠折回去拿起水桶。许南恒笑了下，别，用不着，虽然确实被亲的有点腿软，但走回车里还是能行的。挺诚实。方时悠拎好水桶，含笑看着他，那你自己小心点，回去了给我，虽然我收不到，给我发个消息吧。许南恒点头，你也加油。好。这几天方时悠瘦了些，拥抱的时候许南恒感觉到了。他跟在方时悠旁边，回去营地之后，方时悠把清水桶放在地上，这不是用来喝的，只能做最基础的清洗。急救护士们脚步匆匆，方时悠从箱子里拿了口罩和乳胶手套戴上。刚刚那10多分钟只是短暂的课间休息，工作状态的方时悠100%的专注。口罩戴上之后，注意力理所当然的放在了眉眼。许南恒看着他眼睛，说，我走了呀。方时悠点头，注意安全，开车慢点。许南恒并不是追求形式的人，他会尊重每个人的仪式感，比如方时悠在接吻间隙问的那句，我们聊出来结果了吗？许南恒觉得我都站在你面前跟你亲嘴了，你还需要多问这一句吗？但这一句或许对有的人来讲很重要，就像塔台给到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指令，是一种开端，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瞬间。想到这里，许南恒停下脚步，回头，3个大行军帐篷就在身后。他呼吸了一下，转过身往回走。紧接着
那第一个行军帐篷的帘子被撩开，里面迎面走出一个白大褂。俩人对视了一下，然后同时笑起来。方时悠三步并两步的走到他面前，手套摘了，口罩还没摘，一把将他拥住。方时悠的声音闷在口罩里，抱着他在他耳边说：“徐老师，我喜欢你，我们谈恋爱吧。”许南恒说着，抬起手臂回报他：“好，方大夫，我们谈恋爱吧。”这天日落后，藏南高原大范围降雪。他回到学校后，给方时悠微信发了条消息：“到学校了。”又补了一条：“你辛苦了，男朋友。”晚上，许南恒缩在被窝里，趴着看试题，太冷了，他这只有被窝里是暖和的。索朗错母说，今年可能会是个非常冷的冬天。他想着，徐老师要不就搬到教室里去住，到时候烧一整夜的炉子。许南恒觉得还是不了，他一个人睡觉费那个事。再说了，燃料在冬天是宝贵资源。等到雪积的厚到一定程度，牛粪一会儿就被雪全埋住了。周末结束后，学生们回来上课，他们校服外面穿着厚外套。许南恒已经在考虑春节就不回北京了，这个决定在方时悠之前就有考虑。学生基础差的情况下，再加上漫长的寒假，那这寒假放完也就玩完了呀。周一下课后，许南恒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给他妈妈去了个电话。起先妈妈是直接，那你干脆不要回来好了呀，你在那买房娶媳妇吧你。不过妈妈不是不讲理的人，他家是父母共同经营公司。许南恒从学生情况讲到飞回北京会最痒，再到飞回西藏又要重新适应高原，林林总总算是敲定了这个事儿。他选的僻静地方是小医院的院子，靠着车打电话。这通电话打了挺久，妈妈询问他在这边的情况，母子俩聊了好一会儿。妈妈说，那只野猫梨花昨儿个晚上又跳墙进来捞家里池塘里的鲤鱼，他家胖胖护鱼与其搏斗。那虎斑猫能打得过梨花猫吗？胖胖脑瓜子被人家梨花啃了个坑，今儿上药的时候胖胖气够呛。许南恒开玩笑的说，等着的，等他回了北京，高低把那梨花揍服喽。聊了好一会儿才挂，所以方时悠的电话没能打进来。可怜兮兮的方大夫发了几个表情过来，问他怎么打这么久电话。许南恒赶紧给拨回去，别真在同事面前掉眼泪了。这大夫，徐老师那边先出声的。哎，方大夫。许南恒叼上烟，没点火，给我妈打电话来着，聊久了点儿，没等哭吧，再多5分钟就哭了。方时悠说，我们救援全部结束了，现在往回开了，但是回县城。小医院的1周轮值已经结束了，虽然这1周都在救援。方时悠接着说，后1周是义诊，我们要回县城带上义诊用的药和器材，所以直接回县医院了。许南恒咬着烟靠在车上，慵懒的金枪带着笑意说，哎呀，那可得把我想死了。你得了吧，个小没良心的，3天就2条消息。方时悠说，则你又没信号，我光发有什么意思？许南恒心说，你挺放得开，你在车里吗？周围没人啊？车里。方时悠说，开的单独一辆车，拉杂物的。许南恒微微抬头，今天上午雪还零零落落的，这会儿已经停了。他说，我刚给我妈打电话，说春节不回北京了。电话那边沉默了下，接着方时悠说，那你跟我过年呗，我也不回。你不和顾老师过吗？值班呀。方时悠说，我们都是新外，休息一个就得值班一个，肯定错开的。许南恒了然，那今年一块儿过。方时悠说，优哥给你做桌年夜饭。优哥会擀面条吗？想吃打卤面。许南恒伸了个懒腰，嗓音歪到喜马拉雅那头去了，馋死了，除了麦当劳就馋这个了，优哥想想办法呗。方时悠哪招架得住他这个调调，别说擀面条了，他就是要吃避风塘帝王蟹，自己高低都要买个冷链寄到拉萨，再驱车去拿。好说，优哥给你想办法。方时悠笑着说。
第34章电话挂断后，徐老师舒服多了，转了个身面对着车身，这样挡风，拢着火机点上烟，舒舒服服的吐出一口白雾。徐老师低眉又看了眼手机，刚刚方石优那边停车整修，现在他们继续出发了。出发前方，石优发过来一条微信：我攒了不少假，这次救援之后也有几天假，我都攒一起了。春节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去看看南迦巴瓦，开车过去比较久，要10个多小时，或者就在家里休息。你有什么想法吗？徐老师低眉后又抬眼，看看雪后短暂的晴天，还是想再看一眼，又低头，心里笑着，方大夫快30的人了，谈恋爱还不如北京本校那几个早恋的。当时收上来的小纸条和情书里写的那叫一个文采斐然，诗词歌赋的，风花雪月的。但心里这么想，实际上还是多看了好几遍。要不怎么说真诚是必杀技？方大夫这话说的分明是简单直白的商量假期，偏偏有情人看什么都像情话，一根烟的时间里翻来覆去的看，看完觉得嗨呀，完了，成恋爱脑了。恋爱脑这个事儿，许南恒第一时间自我确诊，方石优是病入膏肓。他们救援组回去县医院后，大家把救援设备放回医院，有的坏了，有的要维修，再去药房登记取药，带出去义诊。大家在这段时间里有3-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点时间多数人就在医院里冲个澡，然后去休息室快速睡一下。休息室空床有限，有的去找了个空病床躺一下，有的去别人诊室里面做检查的窄床上凑合一下。方石优快速冲了个热水澡，他以为自己已经够快了，出来之后所有休息室都满了，病床也没了，他只能去顾老师诊室。回来了。方石优带上诊室的门，然后看了眼办公桌后边的帘子，说：我在你这儿睡一下啊，爸。顾老师啊了声，然后摘下眼镜，扭头看了他一眼。方石优刚脱外套，见他看着自己，用眼神询问怎么了，动作也停了。顾老师有60了，白大褂里面圆领毛衣，毛衣里面白衬衫，很规正的一个人，说瘦了不少啊。哦，方石优笑了笑，救援嘛，吃喝都是随便对付。我那袋子里有几个巧克力派，你回头带上吧。还好。方石优继续脱外套，然后去拿窄柜上顾老师的枕头和毯子。他刚躺下，准备把隔离帘拉上的时候，看了眼顾老师坐在那儿的背影。起了毛边的木头椅子，直溜溜的靠背看上去并不舒服。方石优刚躺下又坐了起来，他把枕头递给他爸：您垫着腰吧，我枕着我外套就行。顾老师扭头：用不着，没事。方石优没纠结，左右自己也就眯瞪一下，枕着又躺回去了。顾老师今天没放号，他值夜班，这会儿正在看手术病人的报告单。方石优躺下后一时半刻睡不着，他看着诊室的天花板，这儿后面空间很小，床沿几乎就挨着隔离帘。他又先开了一点，说：爸。顾老师没回头。方石优舔了下嘴唇，说：那个，跟您说个事儿，我谈恋爱了。顾老师这会儿处于专注状态，这父子俩一样，认真的时候会有点封闭，此时就是顾老师嘴上嗯着，其实脑子没在听。而这些天，顾老师的大姐方石优的大姑想要给顾老师介绍老伴儿，所以方石优说他恋爱了。顾老师乍一听，理解成您要谈恋爱了。顾老师眉头一紧，眼镜戴上，一推，肃声道：我谈什么恋爱我再干几年退休了，我跟你姑父去积水潭钓鱼了。方石优知道他听岔了，他讲这事儿的时候是有点冲动的，他不知道顾老师对这方面有多少接受度，而顾老师听岔了，给了他一个转圜的余地，这话题就可以这么过去了。但方石优停顿了片刻，清清嗓子又说了一遍：是我恋爱了，不是劝您找一个。顾老师电脑里在看一个会诊单，听了之后连着椅子一起转了过来，眼睛又摘了，盯着他儿子：你呀？啊！方石优不敢看他爸，看着天花板：是我。方石优几乎可以笃定，他爸听见这话的第一反应是回想一下自己今年几岁了。果然，
顾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后，才说：“哦，你这个岁数也确实能谈一个了，好好谈吧。”哎，好，我睡会儿。方石优说。顾老师伸手把隔离帘拉上了，接着喝了口茶压压惊。对父辈而言，孩子的每个成长阶段是有信号的。上学了，上大学了，成年了，大学毕业了，这是学生时代结束的信号。紧接着的是孩子恋爱结婚了，这是孩子单身时代结束的信号。最后一个成长信号就是孩子的孩子出生了。顾老师目前在经历第二个成长阶段，显然这位单身父亲有点手足无措。他先暂停了会诊单，因为这个住院病人出去吃饭了。然后顾老师又推了推眼镜，在微信上打开他大姐的聊天框，问他北京现在比较好的中小学的学区在哪儿，房价怎样。那可不嘛，恋爱了下一步就要结婚，结了婚可不得赶紧背着学区房。有点笨拙的顾老师编辑了这么一段话给他大姐，这年头北京好学区的房子得什么价啊？他大姐懵了，你有了？方石优睡前给徐老师报备了一下，徐老师回了他一个 ZZZ 的睡觉表情，并说睡个好觉。然后他就真的睡了个好觉，非常高质量的3个半小时的睡眠，在一个又窄又硬的床上。恋爱这事儿确实够神奇，感觉做什么都舒服，看什么都顺眼。后边1个礼拜，2个人见不着面。方大夫一诊，徐老师上课。这个星期全靠微信和电话，徐老师戴着耳机跟他边聊天边改作业，聊着聊着就骂起来了，连个解字儿都懒得给我写。这谁啊，给我选择题全写了 C， 总能对几题是吧？许南恒这边发出卷子翻面的声音，好好好，色8多几。方石优大概能想象到他坐在书桌前面咬牙切齿的样子，在义诊村庄的招待所小床上傻笑，导致同住一屋的杨告进来了，以为他中邪了，乐啥呢你？方石优见他进来，从床上坐起来，接着另外2个同住的医生也回来了，方石优就干脆出去打电话。许南恒听见他那边开关门的动静，你到外面去了？方石优说，是，出来抽根烟。说完，耳机里传来摁下火机的声。许南恒叹了口气，我也想抽了。他是真想抽一根，改作业改得心浮气躁，题解成什么样就不说了，字儿难看才是要命，认字儿认得他焦头烂额。方石优抽了一口，夹下来，徐老师太有原则了。那可不，身上少数的优点了。哎别，你要这么说，我可得给你再多数数了。许南恒噗呲笑出来，别费劲了，方大夫，累一天了。我不累。方石优把烟咬上，一跟你说话就不累了。许南恒心说，坏了，你也是个恋爱脑。但在外一诊，且不说住宿饮食，西藏偏远山区的土路很难开，20-30公里的山路开上2-3个小时稀疏平常，方石优不可能不累，他又不是铁打的。许南恒抬手把耳机往里又带了带，说，你那儿几个人住一屋？4个。想来条件不会太好，许南恒稍微有点心疼了。行了，你别在外面吹风了，回去休息吧。这俩人也是不得已，恋爱初期就分隔两地，但没辙，一个是援藏，一个是支教，天然条件就不适合恋爱。职业使命如此，什么都得往后稍稍。方石优也知道徐老师这时候在工作，一通5-6分钟的电话也该满足了，于是说，好，我下周就回去了。许南恒大大方方的，我记着呢。俩人没太腻歪，虽然面对面的时候可以稳得极致，但隔着电话还是比较正经的。挂了之后，许南恒没摘耳机，继续放歌，一首 Stay Calm， 希望自己在这2个礼拜里可以 Stay Calm。 许南恒调整呼吸，继续拿下一张卷子来改。时间转眼到10月中下旬，西藏降温的速度宛如他在北京上下班的小电驴，那家伙的电瓶显示出了点问题，每天拐进胡同后立刻掉3格。许南恒穿上了羽绒服，长款的到小腿肚的那种，在教室里暖和些，出去了就得裹严实。
教师宿舍接不到炉子管道，偶尔会停电，停电没有小太阳的时候，许南恒就去医院睡方石优的休息室。这天许南恒感觉有点头痛，周五没留他们自习太久，7点半就把人全放回去了。卓嘎见他脸色不好，有点担心他，从兜里掏了个奶糖给他。他含着奶糖往小医院走，平时5、6分钟的路，他感觉自己走了半辈子，而且怎么感觉越走这医院还越远了。很快许南恒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病了，降温降血感冒发烧太正常了。想到这儿，许南恒鼓励了一下自己，前面就是医院了，倒也得倒在医院门口，这样生还几率大。而几次降雪之后，地上的积雪冻结踩下去深到脚踝，许南恒走得踉踉跄跄。半晌，高原的风里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紧接着许南恒本就丢针失焦的视野里，宛如照相机在不停地调整景深，背景虚虚实实。再然后他被人抱住，同时耳边响起了分外熟悉的声音，2个礼拜通过耳机而不是耳朵听到的声音。许老师。许南恒笑了下，回应：哎，方大夫。下一刻，方石优在这天寒地冻，晚上将近8点，零零碎碎的晚星下吻住他。许南恒微微扬起下巴去回吻，可转眼方石优忽然退开了唇，说：你发烧了。许南恒稍着不忘贫嘴，这也是测量口腔温度的私人治疗手段。方石优又贴上来亲了一口，是专治你的。说完，他握着许南恒的胳膊，侧身转过去，利索的把他背起来，往医院走。第35章，近日的降温降雪。许老师总待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受凉了，烧到38.9度。方石优把他外边衣服裤子剥下来，人塞进被窝里，盖好被子。方石优这儿有耳温枪，量了体温后，听了一下他心音和肺音。方石优还想给他验个血，看看有没有病毒感染，但临床出身的方大夫并不会抽血，他得出去找个值班护士帮忙。然而刚从床边站起来，许老师朦胧中感觉他要走了，哑着嗓子低声唤道：方大夫。方石优重新坐下，俯下来轻声问：怎么了？去哪儿啊？许南恒眼睛微睁，说不上来的一股子情绪望着他。去找个人进来给你抽血。方石优说。许南恒听见抽血，想起那个针，蹙起眉，不抽。方石优用手指背面刮了刮他脸颊，说：怕疼啊？他眼神暴露着自己的脆弱，坦言着自己怕疼，顺便撒娇说：吃药就行了。其实村庄很少有外来人口，流感的可能性并不大。方石优在他脸颊的手指滑到他下巴，轻轻捏了一下。好，那我出去给你找退烧药。许南恒悠悠的看着他，烧的思维阻塞了，又说：你别出去。方石优叹气，他手掌撑在他枕边，完完全全的俯视着他。许老师病里虚弱苍白的脸和无力孱弱的眼神与平时大相径庭，方石优看呆了一阵。他说话好像有魔力，意识化作的一缕缕线条把方石优禁锢在这里。他说：你别出去。方石优真的很想应一句我哪儿都不去，但不行啊。方石优无奈，很快的，2分钟就回来。说着，方石优把自己腕表摘下来递给他，你掐表好吗？晚了我听凭你处置。晚1秒，以后床上减你1分钟。许南恒勾着唇角笑着说。方石优抿了抿唇，好。他不知道许老师是烧糊涂了还是嘴贫逗他，或是真心，总之聊到他了。方大夫没去药房，药房找药对于一个临床的来讲，无异于在500平米的仓库里找一螺丝钉。方大夫自己的诊室桌里有常备药，他直接去诊室了。拿到退烧药后，拎了2瓶矿泉水，来回1分半钟。回来后，许老师根本没掐表，闭着眼侧躺着，方石优的腕表金属表带搭在他掌心，由于许老师的脑袋缩着，刘海的一缕头发也盖在表盘上。这画面实在让方石优口舌干涩，他吞咽了下，把药放下，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倒进开水壶烧水，另一瓶拧开，先倒半杯，等会儿兑点热水就可以直接吃药。
等待水开的时间里，方大夫什么都没想，就坐在这儿。为了让许南恒好好睡觉，休息室里只开了一盏台灯。他听着水壶慢慢沸腾的声音，感觉无比温暖。不是环境上的温暖，是一种安心感。方大夫的成长色调很单一，但也很幸运。母亲走得太早，但父亲这么几十年没再娶，专注着这二人小家。家中长辈也对他关爱有加，从小到大没饿着也没冻着。家长会要么是姑姑去，要么是姑父去，碰见的老师同学也都是和善的人。这么一路长大，方时悠很知足。方时悠甚至觉得就这么过一辈子也挺好的。再过个几十年，父辈们驾鹤西去，他就像他姑父那样，天天拎着桶和鱼竿到积水潭或者清河闸。水烧开了，开水壶自动断电，咔一声。接着床上许南恒醒了过来，他动了动手，表带都被他捂热乎了。感觉到自己拿着块表，他举到面前来，辨认了半晌时针分针，说：“方大夫，你迟到多久了？”方时悠想喊冤，我早就回来了，水都烧开了。真的吗？许南恒眯了眯眼，审视他，用老师独有的那种审视的眼神。殊不知他这会儿病着，还是躺着，摆出这样的神态，简直可爱的不行。方时悠低头笑了笑，又抬眼，真诚的看着他，真的没说谎，许老师。好吧。方时悠把水兑成半温的，掰出来一粒药，走到床边，环过他肩膀，把他兜起来，让他靠在自己怀里，喂他吃药。许老师烧得面颊绯红，脑袋靠在他锁骨，他下颌贴在许老师脑门，烧得发烫。这时候神志不清很正常，许老师被水润了喉咙后，想和他说说话。方大夫，哎，许老师，然后不说话了，但就被叫一声，方时悠也是开心的。他不急，就这么坐在床头，抱着许南恒。方大夫，你出去吧，别给你传染了。没事儿，你方大夫铁打的。许南恒用力的抬起头，想继续发挥人民教师的压迫力，未果。因为他抬头后，方时悠顺势低头就亲他。啧。许南恒想找词儿骂他，找了半天，骂了句出去站着。方时悠了然，烧傻了。他搂着许南恒，让他这么靠着坐一会儿，顺一顺刚喝下去的半杯水。方时悠在他耳边慢悠悠的说：“许老师，等我们老了，每天找地儿钓鱼，好不好？”用不着。许大少爷说：“我家院里有鱼。”方大夫噎住了。许少爷接着说：“但就是有只臭猫天天来偷鱼，偷我家鱼就算了，还揍我家胖儿。”胖儿是哪位啊？方时悠问。我微信头像。哦，胖儿。胖胖。许南恒咳嗽了下，说：“臭梨花来我家偷鱼，胖儿能让他偷吗？就跟他打，但胖儿又打不过，脑袋上别人啃一口子，气坏了。”许老师说的很慢，像夏日晌午胡同树荫下歪在躺椅里，再加个滤镜，像一部慢生活文艺电影。当然，这个滤镜可能是方时悠自己。他轻轻地有规律的拍着许南恒的胳膊，想哄着他早点睡着，说：“那我们胖胖这委屈大了。”可不呗，我妈给他剥虾吃呢，成年雄性虎斑猫，但是吃不了虾壳，我是服的。虎斑猫？方时悠对猫咪的认知不是很充分，听上去很凶啊，打不过梨花吗？许南恒笑了下，是真的被逗笑，肩膀都颤了。他往方时悠怀里又献了献，说：“方大夫，梨花可是猫界李小龙，我家那废物小胖子，你知道胖儿自己为什么不捞鱼吗？因为他压根捞不着。”方时悠噗呲笑起来，笑了两声，意识到自己胸腔跟着震，怕他被震得不舒服，不笑了。你这话说的都实话。行，等回了北京，咱给胖胖报仇。许南恒点头，等着，等我回去把他阉了。方时悠咽了下，这老师下手真狠啊。两个人在简陋的休息室里靠着抱着说着话，外面苍凉的风横冲直撞，
像从前的每一个夜晚，一入了冬，藏南高原的夜风就无休无止。方大夫觉得他可能是有点想家了。生病的人身体和心理都脆弱，脆弱的时候渴求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方时悠只能抱着他，尽量让这个怀抱给他一定的安全感，让他放松下来。药劲儿上来后，许南恒就睡着了。方时悠轻手轻脚的把他放平下来。许南恒平躺下之后，无意识的摸到了方时悠放在这边休息室床上的哆啦 A 梦毯子。上次从县城回来就带上了，接着去救援，他就没带他。救援后紧接着回县城休整，然后义诊，所以毛毯就一直留在了小医院里。许南恒摸到毯子后，握住他的一角，手指摩挲了几下，彻底睡着了。这毛毯的手感很不错，绵密的绒毛，柔软的料子，还染上了方时悠的味道。方时悠常常把这条毛毯抱在怀里睡觉。他没想到许老师也会这样，看了一会儿，又不自觉的微笑起来。他垂下手，在许老师发梢蹭了蹭，无声道了句晚安，关上灯出去了。方时悠也挺想家的，虽然他跟他爸都在西藏，但有时候想念的不是意识形态里的家，是那个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气味，熟悉的气候，甚至熟悉的每天一大清早楼下嗷喽一嗓子，然后开始打太极的大爷。他在医院门口的台阶坐下，点了根烟，然后抬头看星星。他想起第一次在109国道边碰上许南恒，也是这样漫天的星星，但那天特别亮，那天好像满世界都是星星。清晨的第一件事是去休息室给许南恒量体温，推门进去的时候，他人刚醒，很明显是猛的。方时悠半开玩笑的走过去，还记得我是谁吗？许老师抬眸看看他，您哪位啊？你老公。方时悠站定在床边。哦，许老师笑笑，想起来了。方时悠拿起桌上耳温枪，俯身测了一下，37度9，还是烧。再躺一天吧，感觉怎么样？比昨天好多了。许南恒撑着坐起来，昨晚上我是不是稀里糊涂跟你说了一堆话？方时悠把地上矿泉水拎起来，倒进水壶烧水。是啊，跟我控诉了一下，做了胖胖的臭梨花。我靠！许老师攥了下被子，没想到自己居然迷迷糊糊的跟别人告状一只猫，霎时间感觉有点太幼稚。方时悠按下烧水键，转身半靠着桌子，双臂环胸，笑盈盈的看着他。刚刚索朗校长联系我了，问了下你怎么样，说昨晚放学的时候卓嘎看你精神不济，担心你不舒服。是吗？许南恒先看了眼自己手机，没有来自索朗老师的消息，也就是跳过了自己，直接去询问方时悠，感情真拿你当我监护人了？不行吗？挺好的呀。方时悠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来顾老师那儿拿的巧克力派，递给他。许南恒接过来，没拆，我怕耽误你，你是医生啊，职业状况摆在这。没事，真要忙起来我也没空看手机。方时悠说，水开了你自己倒一下，凉的矿泉水在那，我去诊室了，中午吃饭了我来叫你。还有点烧，许南恒上回发烧是几个月前过来的路上，在格尔木的酒店里。他不太生病，从小到大一直都挺皮实，没像富二代里其他家庭一样娇养着，属于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所以接连2次发烧对他来讲都挺陌生的。他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然后爬起来，下床的时候腿还发软，去倒了杯水，吃掉了巧克力派。到傍晚才彻底退烧，退烧后整个人都轻盈了，从小医院出来，呼吸着藏南高原澄净的空气。好吧，是藏南高原含氧量不算很高，但澄净的空气，许老师如获新生。然后扭头，方大夫，唉，新到来劲儿了，又是熟悉的许南恒了。方时悠原以为那厢如此铿锵的喊自己，是突发奇想让自己跟他挨家挨户把学生揪出来自习，结果许南恒说的是，等我俩老了，就天天去钓鱼，积水潭啊，清河闸呀，永定河呀。方时悠愣了下，旋即笑了，好。周一又下了雪，不过下的不大。
许南恒烧完，嗓子有点哑，学生们听出来了，今天很安静，没人在底下偷偷聊天。讲完作业，讲新课，没有数字，屏幕的黑板全靠老师画几何。他真是想念北京那块黑板啊！几何形体在上边用手指头拉来扯去的，特直观。许南恒叹了口气，他嗓子还是沙沙的，像是不光滑的管道。他在县城那儿买的粉笔质量也不太行，总断，而且一笔写下去哗哗的掉粉。转过来继续讲辅助线，讲什么情况用什么公式，讲三角形外缘。这一节课除了讲作业，讲满了新题。接着到了下课点，许南恒没走，他们都不敢走。下午第一节语文老师有事儿来不了，到县城去报备你们中考的人数和宿舍了。第一节还是我。旺母举手了，你说。许老师，校长说下午第一节我们去放牛的。啊？许南恒疑惑，什么时候说的？昨天中午，你没在。哦，许南恒昨天中午在医院躺着呢。那我问问他，先去吃饭吧你们。孩子们收拾东西，一个个往后院食堂走。今天食堂做饭的是次仁老师和达瓦老师，他转了一圈没找见索朗错母，于是去问次仁，次仁老师，今儿下午放牛是怎么回事啊？哦哟，你不知道啊？次仁把最后一锅炸好的麻花捞上来，香了许南恒一脸，说好像忘了告诉你了，德吉家不是帮人养牦牛吗？今天德吉家里人去县城了，牛没有人管，邻居们今天都有事离开了村子，所以大家帮他一起放牛，就是到另一边的草场让牛吃完草再赶回来就行。这样啊？许南恒点点头。麻花放进盆里之后，达瓦老师那边的酥油也画好了，酥油浇进人参果里做作答。孩子们规规矩矩的两个班坐两个大长桌，似乎都对下午一起帮德吉放牛非常期待。这会儿许南恒扬了下眉毛，我也去。次仁老师讶然，你会吗？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有时候牛跑远了得骑马追。许南恒有些复杂的看向次仁老师，感情自己已经真的成为了身娇体弱的城里人。他咬了下后槽牙，目光坚定道，我没问题。学生们几乎是齐齐看向许南恒，眼神中颇有诧异，大概不太相信城里来的老师会骑马。然而许南恒下一句话让所有人绝望了，原来不是语文课吗？我让他们给我边放牛边背诗。许南恒原本看着次仁老师，转头低头看着长桌边坐着的两排人，立刻所有人眼里失去了光。城里来的老师可怕的很，德吉家有牛，拉姆家有马和羊，浩浩荡荡30几个人去放牛，实在是没这个必要。但看着这群孩子心花怒放的表情，许南恒也不太可能留一部分人在教室里自习，那实在太不人道了。原本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是我是来支教的，我不是来传递爱的，现在得改一改了，我是来支教的，不是来搞压迫的。总之一大群人把德吉家牛圈里的牛赶出来，从村后去了草场。拉姆家牵出来10几匹马，也过去吃草，有人骑马，有人不骑。这儿的孩子对骑马已经没那么大的兴趣了。许南恒倒是有兴趣，但拉姆不太敢让许老师骑，他害怕这老师会高反啊，直接昏过去的那种，再给摔了。于是到了草场后，许南恒跟拉姆要一匹马的时候，拉姆拽着缰绳抿嘴。怎么了？许南恒不解，我会骑马的。拉姆摇头，笃定的说，你要是摔坏了，我怎么给方医生解释呀？洛桑拉姆。许南恒使用了全民攻击，叉腰，看着拉姆，方石优是我爹吗？应该不是吧？拉姆试探着问。万一呢？他也不是很懂你们城里人。总之，许老师最后从拉姆手里夺来了一匹马，翻身而上。他今天穿一件白色的短款偏运动风的羽绒服，米白色绒面运动裤。许老师腰窄腿长，骑在黑马上那叫一个赏心悦目。他确实帅，不单单指脸帅，而是整个姿态，整个氛围。许南恒有一种走到哪里都从容潇洒的样子，对他来讲，这天大地大就是该自由畅快。他是畅快了，
拉姆在边上瞪着大眼睛看着他老师，他眼珠子里，他家马背上似乎都不是驮着许南恒，驮的是一筐子鸡蛋。牦牛们常来这里停下自己吃草溜达，许南恒将绳一拽，小腿碰马肚子，走到所有人前边，高声说：“来，给我一起背次北固山下。”啊，有人玩着呢，开始转着弯的哀嚎。啊什么啊？许南恒喝道。这点倒是城市乡村怪统一的，遇事先9曲18弯的压上一声。赶紧的，次北固山下，王湾。草场这里其实也都是枯草了，但大自然一年四季就是这样，有什么吃什么。这几个孩子刚才还在拿枯草搏斗，大概就是看谁扯的草最结实，2根草拽着2头互割。这回没辙了，都开始背了。在这儿背书可真是看着天背，连个偷看的课本都没有。一群人在这儿边放牛边背诗，那帅得不行的数学老师坐在马上垂着眼听着，听谁没出声谁被差了。他确实没想到方石优会路过这儿，听见开车声的时候他没多想，至多就是村民路过呗。然后听见那车按喇叭了，许南恒回头，顺势将缰绳一拽，马前蹄一抬，原地掉头。许南恒笑起来，看见胳膊搭在车窗的方石优。这要求？许南恒问。过来拉病人，前边村里有个腿脚不方便的大姐。方石优说：“你呢？这么多人，秋游啊？”放牛。许南恒说。枯草草场上，许老师白衣白裤骑在黑马上，映在方石优眼眸中。他很耀眼，像这藏南高原的一捧雪，说一句天下无双也不为过。方石优开门下车，走过去问他：“你会骑马呀？”许南恒勾勾手，示意他靠近，然后俯下来，在下京城富二代，上过马术课。厉害。方石优点头赞许。那群孩子已经开始顺着背，背到天净沙、秋思了。方大夫倒是听着大家背的都一样，然而高马上的徐老师倏然坐直，眉头一蹙，扭头喊：“谁背的枯藤老树昏鸦，收拾东西回家。”这都听出来了。方石优震惊，同时大家齐齐往一个方向看，看的正是周阳、德吉、多吉那在队伍最后的3个人。许南恒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们：“来来，你们哥仨走我旁边来。”许老师这教学风格越来越彪悍了。方石优打趣他。许南恒没低头，垂着眼看着方石优说：“你不知道，我现在看草原上俩藏野驴脑袋对着脑袋交头尖儿，我都头疼。”噗！方石优笑出来：“行，你忙，我走了呀。”去吧。许南恒说。方石优走出2步又回头，叮嘱他：“别摔了呀。”许南恒蹙眉。同时洛桑拉姆也投来你看吧我就说的眼神。第36章，他们放牛的时候，许南恒用拍立得拍了不少照片，但拍立得的动态捕捉不太行，会糊，有些拍糊了，有些还凑合。后来又用手机拍了几张。枯黄的草场地面还有一块块的雪没有融化，雪很干净，洁白洁白的一块，马蹄子踩上去留下一个坑。广袤的草场衔接着起伏的山脉，连接到山脚的地方会有很明显的颜色变化，但此时已经被雪完全掩盖，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羊毛地毯。许南恒刚举起手机想拍一张，忽地听见旷野那头有一阵仿佛被风送过来的嗷呜声。许老师是城里人，这种野兽嚎叫对他来讲陌生又震撼。他坐在马上，险些没拿稳手机。离他最近的屈珍说：“是狼群。”许老师：“没事的，很远。”的确很远，应该是说非常非常远，甚至等许南恒听见的时候，狼群这一声已经嚎完了。壮阔的藏南高原没有建筑物切割阻挡这些声音，嘹亮的兽叫划破苍穹的鹰隼，还有草场那头自高空向下凝望的秃鹫。看着许南恒的视线，屈珍又说：“那边有一个天葬台，所以有很多秃鹫老鹰。”原来如此。
许南衡知道藏族的天葬。藏传佛教认为生命有轮回，人们在今天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但人们都明白明天一定会有太阳。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例题。如果你相信日月在轮转，为什么不相信生命也在轮回？这说起来就是比较向心的东西。许南衡第一次听见这个对照说法的时候，他觉得日月更替的原因是地球在转动，但此时此刻他看向天上的秃鹫，日月轮转是人们搞清楚原理的事情，万一某天人们也搞清楚了生命的轮转呢？谁知道呢？这天地无垠，藏南高原的风一去万里，谁知道呢？时间慢慢走入了11月中旬，方大夫每次轮值去县医院的时候，觉得时间太慢了，他恨不得按个加速键。但徐老师却在找哪里可以0.5倍速过日子，往后翻翻书，根本来不及学，来不及复习。2楼宿舍里，书桌下边的小太阳烘烤着徐老师的小腿和脚。中国人的传统嘛，只要脚到小腿那一节是热乎的，整个人就是暖的。确实如此，只要不停电，徐老师就会觉得挺好的。或许是神佛庇佑吧，11月以来，村庄还真没停过几次电。次人老师说，前些年可不这样，今年怕是菩萨知道孩子们初3了，降下了怜悯。许南衡听了也点头，怎么样都好，只要让他安然带完这一届，最起码有一个考去拉萨，再有3、4个考去山南，就知足了。11月末的一个周五，索朗校长要开一次家长会。这里的家长们在教育上的意识比较匮乏，家长会就是告诉家长们，接下来孩子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考上高中的，没考上高中的，考上了之后如何住校，如何办理贫困补助，没考上的是去学技术还是如何。周4傍晚，学生吃晚饭的时候，老师们就用包子和饼凑合一下，边吃边在办公室里开会讨论。目前2个班里有望考去拉萨的只有达桑屈真，达桑屈真的基础比大家都好。这点索朗错母说，因为屈真比较好学，初1、初2大家自由散漫的时候，只有屈真自己背书背单词，常常跑去索朗错母那里问题目。许南衡能感觉到达桑曲真的学习态度很用力，有一种迫切的求学求知的感觉，不是考出大山的那种用力，而是单纯的想学会那些他不懂的东西。开会讲了一下家长会要说的事情，给家长们传达一些孩子未来的出路，以及后面的教学安排也要告知家长。因为有些家长只能听懂藏语，许南衡这个班家长会不仅是家长在教室，所有学生也都在，听不懂汉语的家长就由学生轻声转述。这次家长会来的人不全，很多家长在外务工，家里只有老人。家长会刚开始的时候，不少家长比较局促，毕竟大家知道这是从北京来的老师，年轻的高材生带着首都 buff， 自然而然的有一种从低处向高处看的卑微感。许南衡料到了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没有说什么官腔话，用平淡的语气和汇报的态度来开家长会。首先是自我介绍，和开学第1天的自我介绍一样。各位家长大家好，我姓许，叫许南衡。他站在讲台后，礼貌的轻一颔首，接着说，那么由于时间紧迫，我们长话短说，有一些需要家长们配合我工作的部分，许南衡希望家长们在晚上腾出时间帮助学生听写。这件事在北京，别说北京了，就是4、5、6线城市的家长也大部分能做到。但这里不一样，这里的家长有一部分连汉字都认不全。不过许南衡想了个办法，他讲台上有2摞 A4 纸，100来张，让小组长一个个发下去。许南衡说，是这样，考虑到完成效率，每个纸上有符号，家长们说一个符号，对应学生手里的听写题目，有英文单词和语文古诗，在听写过程中，家长要保证学生看不到课本，听写结束后，学生自己纠错。许南衡接着说，家长不在家的，老人没法报听写的，放学后到小医院找空闲的护士或者医生帮忙。这一条许南衡和小医院沟通过了，不会有多少学生，小医院那边很愿意帮忙。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靠许南衡自己一个人不可能顾得过来，在办公室的教师会议上已经通过了这个决策。因为许南衡有更重要的事情，他要加快进度了。加快教学进度
是残忍的，但也是必须执行的。他们不能再慢慢的静透的去讲课，到最后拖累达桑曲真这样的学生，大家全都考不出去。最后的话，许南恒清了清嗓子，可能大家对于考出去的概念不是很清晰，也觉得考出去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我有个同事，也是北京的老师，他今年也出来支教了，姓谭，谭老师今年在大凉山支教。说来也巧，谭老师本来就是大凉山那个村的人，算是以支教的方式回了老家。说到这儿，有些笑声，许南恒也笑了下，他接着说，谭老师就是从大凉山考去北京的，从一个跟我们这儿一样的村庄，他做到了大学考到了北京，在北京考到了教师编，有了工作，用租房补助租了一间小房子。许南恒看着讲台下的所有人，家长、学生，说，谭老师做到了，这条路谭老师走通了，说明这条路是没问题的，我们只要努力就好。说完，许南恒点了点头，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请家长们有序离开，其他人坐回位置，我们讲新课。许南恒没有留出时间让大家回味这些话，没有让大家去思索最后这个案例的意义。许南恒不想耽误再多一分一秒的时间，他不喜欢矫情和感动，谭老师的例子是他能拿出来的最实际也最贴合的案例。大凉山也好，喜马拉雅山也好，只要愿意就能做到，只要拼尽全力了，这些山也没那么高。这周方石优回来轮值，他们周一周二一起吃了晚餐，不过两个人都忙。修隧道的工人几乎每天都有受伤上来的，划口子的，铁皮石头陷进肉里的。许南恒自不必说，眼看着要12月了，元旦就开始放寒假，他这阵子疯狂出卷子。周三傍晚，许南恒匆匆忙忙的跑进小医院，恰好方石优穿着白大褂刚从清创室里出来，见他火急火燎的，问他怎么了。许南恒抱着一大捧卷子，忙吗？方石优扔了口罩手套，忙完了。诺。许南恒一指后边，他后边跟着6、7个学生，对方石优说，劳驾你找几位闲着的护士大夫帮我一对一听写一下，今天是3个课时的英语单词和文言文翻译。方石优点头，都在护士台，他们等着呢，直接过去吧。小医院这边的护士医生们对村子里的家庭都比较熟悉，大家常互相关照，所以孩子们过来听写，大家很乐意帮忙。这6、7个是家里大人不在家的，4人老师班上的会每周2、周4和周5最后一节晚自习过来。去吧，过去了好好打招呼啊。许南恒叮嘱了一下，然后给达桑曲真和洛桑拉姆留了个眼神。大家先后走去护士台，许南恒上前2步，走到方石优面前，低声说，你给这俩报英语，尽量语速快一点，词句连贯一点，像高考听力那样。方石优问，对。许南恒抿嘴咽了下，让他们快点适应起来。方石优大概懂了，曲真就是许老师班上那个最有希望的火种。他点头嗯了声，说，我今天没夜班，晚上在诊室看点文章。你呢？方石优垂眸扫了眼他抱着的卷子，问，改试卷？许南恒点头，4人老师屋里那个小太阳烧坏了，我把我的给他，我去你休息室改。到诊室改呗。方石优说，诊室暖气管更热。许南恒想了下，顺便还能看着这俩孩子。虽说曲真和拉姆都是乖巧类的，但姐俩凑一块了，保不齐窃窃私语，这年纪都这样。于是点头道好。方石优的诊室里的办公桌，他坐在电脑这边，许南恒坐桌子侧面，就是患者常坐的那个凳子，俩听写的坐在方石优对面，中间隔一个打印机。许南恒的左边前是方石优，右前是曲真和拉姆。他在改卷子，方石优看文章的间隙抽空给他俩听写。方石优的英文发音听起来很舒服，人在说非母语的时候总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像是声带换了套衣服，耳目一新，惹得许老师动不动抬眸偷瞄他。方医生，麻烦您报慢一点。曲真终于忍不住了，瑟缩的说。许南恒杀过去一发眼刀，曲真梗着脖子低下去，不敢再说话。
方时幽默默看向他，似乎在征求意见。许南恒回敬一个继续的眼神。方时幽 OK go。 边看文章边报英文听写的方大夫没能第一时间转换回母语，咳嗽了一下，继续报了。方大夫说英文的嗓音实在有点戳着许老师，他这改卷子的进度委实跟不上平时。他默默站起来，指尖敲了敲方大夫的电脑边缘，问：有耳机吗？方大夫从兜里掏了个蓝牙耳机给他，因为懒得重连自己的手机，他直接用方大夫的手机放歌了。他意外的发现方时幽的歌单和自己的重合率还挺高。期间有其他医生进来了一趟，拿了个片子让方时幽看。方时幽在北京的时候给骨科专家做过预诊，挤出的片子他能看，卡在关片灯上，打开灯。这不行啊！方时幽喝了口浓茶润润喉咙，用桌上的铅笔在片子上画圈。你看，腰椎滑脱，把腰椎间盘挤出去了，要手术。哦，过来的医生点头，又挠挠头。哎，那我去给他问问县城谁能做。那医生又看了看坐着写英文的俩小孩，笑着说：哟，方医生您这真像是带俩闺女。方时幽也笑着搭了个腔，可别，这俩都给徐老师愁死了。说完感觉不太对劲，活像这俩是许南恒跟他的女儿。不过人家医生是完全没咂出其他味儿，坦坦荡荡的笑了两声。行，您忙啊。对方走了，走前还跟许南恒点了点头。许南恒挥了下手，算是说拜拜。终于3个课时的单词和文言文报完了，许南恒这边听歌改卷子的效率也上来，改完卷子直接把俩人的听写纸拿过来，顺势批改。打嗓取真，你上周 graduate 就给我少了中间那个哟，来，你给我念一遍这个单词，毕业。许南恒看着他眼睛。方时幽默默挪回视线看文章，永远不要惹正在生气的老师。打嗓取真张了张嘴，有点别扭的念了一遍 graduate。 乡村小孩没有英语口语环境，所以讲英文不自信，很小声，怕自己读的怪异。这不是会读吗？许南恒故意震声。这么说就是让打嗓取真知道他读的是对的。许南恒又说，你读到 grado 这里的时候没有这个 u， 怎么能连上后面的 eight？ 怎么上周忘上周，超过了这周还忘？还有你。许南恒又看向拉姆。短短3分钟的问话，方时幽正襟危坐，一动不敢动，甚至因为诊室过于安静，他摁电脑触控板的动静都刻意放轻。终于等到许南恒把这俩的问题都讲完，方时幽几乎和对面俩姑娘同时松了口气。行了，回吧。许南恒站起来，天黑，慢点走路啊。方时幽没忍住笑了。笑啥呢？许南恒把卷起落一块。吓死我了，许老师，总感觉训完他们就要训我。我哪敢呀？许南恒走到他旁边，心情好多了，把你训了，我过年没打卤面吃了。方时幽抬眸，嚯，我就这么点价值？你还得给那俩闺女报听写呢。许南恒微微弯腰，手掌在他脸颊摸了一把，耍流氓似的，你价值大了方大夫。方时幽被调戏了，故意也搭了个腔，怎么报答我？要不你给我生俩闺女得了，许老师，我给你生仨。许南恒笑着拍拍他脸，笑得那叫一个迷死人不偿命。第37章，许南恒这趟来西藏，住在学校，吃在学校，硬生生憋着不在学校里抽烟。苍凉夜幕下，小医院侧边外墙墙根那儿，许老师夹下烟，喟叹道：出来支教一趟，差点把烟都戒了。方大夫笑笑，戒了也挺好，少抽。闻言，许南恒斜瞥他一眼，那你一大夫怎么不以身作则呢？训吧，老师。方大夫笑着看着他，俩手揣斗，眼波温柔，也咬着烟，随便训，我认真听。白大褂穿得一丝不苟，里边黑色圆领毛衣，这扮相叼根烟，充满了反差感。许南恒眯了下眼，欣赏了片刻。他向来坦然，要说富贵家庭给他带来了什么直观体现在性格上的优势，那就是坦然和自信，以及绝不会回头看爆炸，
这个形容其实用洒脱可能更合适。就像他决定去他方村庄找方石优时候的那个吻。我想问你个事儿。请。你救援的时候6天没信儿，我去找你的那天。你为什么能知道我要亲你？方石优愣了下。当时的状况其实他自己都没法形容。营地里的水量紧缺，幸而附近不远就有个山泉水源，他去取水再折回来要走挺长挺难走的一条山路。他那时候很疲累，精神和躯体都在强撑。然后他看见了许南恒。其实那时候方石优已经没劲思考了，什么你怎么来了，什么可以接吻吗？没有任何思考的能力。他走向许南恒，抱住许南恒，吻住许南恒的过程，完完全全是他那些从心脏以树状生发而出，走过四肢百骸，回到心脏的那些血液在驱动他。他的颅神经、脊神经、自主神经、感觉神经、运动神经都在叫嚣着去吻他。我不知道。方石优说，我不知道你打算亲我，我当时只知道我想亲你，大脑不转的，也没考虑后果。这是实话，100%的实话。因为方石优说完，直接把烟摁灭了，丢去了垃圾桶。他说完这话后，心里算是放下块石头。方石优接着说，后来几天我回县医院，忙的时候还好，没空回想，忽然闲下来的时候会后怕。后怕什么？许南恒也灭掉了烟，最后一口误抬头吐掉。方石优观察过，许老师的最后一口烟总爱往天上吐，吐烟的时候抬头，颈部一条流畅优美的线条，让他不自觉的想要继续看他衣领之下的光景。许南恒吐掉烟，偏头看他，怕其实我只是以朋友的立场在担心你，结果你二话不说亲上来，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方石优很少让自己出现这种情况，被人剖开，通常都是他剖别人，虽然是物理层面，但大部分时间里，方石优面对的人，要么是同事，要么是病患。同事之间协调交流，与病患之间就是全然自己做主导，处于以一个我告知你什么，你就遵循什么的地位。所以失控去亲吻许南恒，对他而言是件十足的越界的事情，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甚至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方石优从不去妄动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那样不安全。许南恒见他慢慢的有些沮丧，上前一步，又上前一步，迫使方大夫背后靠墙。由于方大夫略高几公分，他靠近后抬眸，带了些嚣张的说，怕什么？我就不怕，我喜欢你，亲到了算我赚到，要是亲完连朋友都没得做，没所谓啊，本来我俩就做不成朋友。他说完，扬起下巴，将这大夫堵得无路可去，主动亲上他嘴唇，也主动抬手扶上他腰。方石优白大褂里就一件毛衣，许南恒很喜欢方石优的身材，自打风雪夜方石优把他带去县城他住所那天，意外看了他半裸的上半身，他就惦念着想好好摸上一番。他手在方石优腰上毫不客气的摸着，从侧面摸到腹肌，活脱脱一小流氓。方石优被这老实亲的差点没招架住，最后一下许南恒还咬了他嘴唇。够坏呀！方石优舔了下被咬的地方。许南恒发现这大夫睫毛挺长的，尤其他半垂着眼看自己，遮了一道影子在眼眸。许南恒也冲着他舔自己嘴唇，还行吧，没你坏，张嘴就让人家给你生孩子。这确实，方石优认了，点点头，拇指只在他下颌抹撒了2下。许老师该回了，不早了，再不回去收拾收拾睡觉，明早该起不来看早读了。都有点舍不得，但这时候不能由着性子来，他们从北京千里迢迢过来，孰轻孰重还是要掂量清楚。亲一口解解馋就得了。许老师摸了2把方大夫紧实的小腹，又按了2下，走了呀。我送你。方石优从背靠着墙的姿势站直，然后2个人像青春期恋爱一样，在夜色掩护下牵起手，十指相扣。在此之前，许南恒觉得十指相扣这个动作真的蛮幼稚。北京本校实习的时候，偶尔瞥见过谈恋爱的学生，上下楼梯的时候仗着人多挤，
偷偷十指相扣着。现在轮到自己了，才发现原来十指相扣是这么紧密，手心、手指完全的贴合，不留缝隙的紧握。也是不巧了，他们从外侧墙刚绕到小医院正门，恰好索朗错母牵着卓嘎从里面出来，撞了个正着。这夜色朦胧，医院的玻璃门有陈年污垢，透出来的灯光不算明亮。两个人同时松开手，他们不知道索朗错母看没看清。凝滞了大约2-3秒，索朗错母先笑起来，说：“晚上好，我带卓嘎来抽血，这样明天就可以带着化验单直接去县医院了。”哦，方时优快速调整了一下，对，这样比较方便。说完，他多问了句：“卓嘎最近怎么样？平躺下来后有咳嗽吗？”目前没有，各方面都比较平稳。索朗错母说：“扎西卓嘎这孩子是个心大的，而且被牵在另一侧，许南恒可以笃定卓嘎没看见，但索朗校长就不好说了。”简单聊了2句，索朗错母看向他，温和的说：“许老师，一起走吧。”哦，好，好。许南恒还有点结巴，直接走向索朗错母。还是方时优叫住了他，跟他讲了句拜拜，他才回神，很机械的跟方时优礼貌颔首说了个再见。5分钟的脚程，许南恒正天人交战着，在大脑里疯狂分析索朗错母有没有看见他俩牵手。那厢索朗错母已经抬手在他后背顺了顺。你别这么紧张。索朗错母笑着说：“没什么的，方医生人很不错，你也是个好人，你们在一起我挺开心的。”啊！许南恒愣住了，他没想到索朗校长会这般温柔又包容，也没想到卓嘎还在旁边走着呢，他就直接开口这么说了。索朗错母这个人总是温温的，很慈爱。许南恒反应了几秒，才说：“您看见了，不好意思啊。”他的不好意思说完，视线落在索朗错母身侧，他主要是担心给扎西卓嘎留下一些怪异的印象。索朗错母发现他在看自己女儿，旋即笑道：“我5.0呢，飞行员的视力，而且没关系，卓嘎完全可以接受的。”说完，卓嘎探出个脑袋，点点头，说：“我会保密的。”他是个小机灵鬼，许南恒早知道。总之，许南恒还是觉得很抱歉。总之您放心，绝对不会影响教学。好怪。说完这话，许南恒自己觉得太怪了，活像那群早恋的高中生说自己恋爱绝对不会影响学习。我很放心你的。索朗错母说：“我觉得我看人还是挺准的，你是个负责的老师，这几个月来你也很辛苦。”辛苦这词儿许南恒觉得受之有愧，他屋里电热毯啊、小太阳的，甚至还有个咖啡机，整个超出了山村的平均生活水平。他摇摇头：“没有没有，都是分内之职。”好了，你别有压力，也别想太多。索朗错母牵着卓嘎在学校门口停下，对他说：“我们是信徒，菩萨慈悲宽容，你和方医生都是原藏的人，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事情就对你们产生偏见，况且这不是罪过。”索朗校长的话让许南恒好受了很多。回去宿舍后，他给方时优发了微信，说没事儿，把校长的话大致转述了过去。方时优那边也松了口气。俩人在微信上又聊了一会儿，许南恒说索朗校长视力特好，能力好，人也和善，看得开，有智慧，屈居在这里实在可惜。方时优只能安慰他，如果连索朗校长都离开了，那这个地方可能真的就完了。的确如此，如果村庄里没有校长，那么可能校对校的支教都没法排上。许南恒宽慰了些，互相说了晚安后，两个人先后睡下。日子一天天照常过着，许南恒看着手机里的天气预报，曲线图真是一寸寸的往下掉，掉得跟年初的大盘似的。然后就是雪，哗哗地下啊，不要钱似的。起初下雪了，许南恒还多往外看2眼，后来已经平静了，甚至还有点烦，又下，再下车都埋了。可不嘛，周六这天，许老师去小医院，16排 SUV 被盖了手机立起来那么厚的雪，摁了2下钥匙才分辨出谁是大 G。 许老师要进城呀？出来倒垃圾的护士问道。
许南恒点头，去接方大夫回来。哦对，下礼拜他们轮值回来。护士说当心啊，路上。好嘞。许南恒笑笑。原本方时优没想让他接，积雪的山路又窄又滑，不好开。但昨天打电话的时候，方时优嘴一快，说车坏了，变速箱出问题，档挂不上，回头跟个拉货的面包车回村。许南恒直接说他去接，推脱了几个来回，还是敲定了。他开过去，这一路是放着歌开心乐呵着去了。方大夫那边忧心忡忡，生怕他路上出点事儿，以至于刚从急诊帮了忙，折回门诊的半道上，一个走廊拐弯，跟顾老师迎头撞上了。哎呦！顾老师也低着个头走路，这父子俩。方时优连忙上前扶了扶他，您没碰着吧？没。顾老师整了下白大褂，你走路这么急呢？方时优有点磕巴，我还好。顾老师打量他，出事了，绸字儿顶脑门了。大概是太明显了，方时优只能认了，说对，村里有人过来接我，积雪太厚了，我担心他绊到出事。顾老师沉吟道，别太担心，那路慢慢开出不了事。说完又问，谁接你？杨道大夫？方时优看着顾老师的眼睛说，不是的。顾老师其实没想追问，不是就不是呗，点了点头准备继续走，都抬脚了，又被方时优拦下。方时优一步又跨到他爸面前，说，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哦。顾老师也是忽然想起了件事，也说，正好我也有个事要跟你说，你过来。父子俩去了顾老师在县医院的办公室，顾老师是主任，办公室单间。进来后，方时优关上门，他看着顾老师坐下来了，坐稳了，才准备坦白。我跟你说啊。顾老师先开口了，你回头找个那种棉线，你去量一下你对象的手腕跟手指头，等回了北京，我得让你大姑带我去买黄金，你这个岁数也该背着结婚了。你姑说了，金钗、金镯、金戒指，还有什么忘了，回头再问吧。你先把尺寸量过来。他不用拆。短头发啊。顾老师琢磨了一下，挠挠头，想不出了。这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单亲父亲来讲，确实是棘手难题。那就先放一放。还有那个学区房，你得问问女方家里，目前北京的小学。方时优站到桌边来，打断他，爸，用不着学区房。用不着。我俩不会有孩子。顾老师沉默了下，生孩子这件事其实对顾老师而言不是那么美好的，所以他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哦，不生也行，不生就不生了，这玩意存在风险。方时优呼吸了一下，不会有孩子是因为我对象是男的，生不出。虽然徐老师说了生仨，但方大夫苦读医学10年，暂时判定徐老师是调戏自己。主任办公室里顿时寂静了，门外有医护人员走动的声音，谁叫住谁说话，谁喊了一句给扒床的病人开点他克莫斯。方时优觉得自己吞咽的声音在这办公室里都特大。男的。顾老师难以置信的看着他。方时优点头，男的。你找了一男的？顾老师又问。是。方时优继续点头。显然这事儿对于60岁单亲父亲来讲有点超过了。顾老师摘下眼镜搓了搓脸，然后颤抖着手拧开茶杯，啜了一口。爸。方时优试着叫他。你别叫我爸。顾老师也不看他，就看着自己桌上的打印机。方时优，顾老师。方时优，不是，您看，反正您都能接受我不生小孩，为什么不能接受对方是个男人呢？逻辑是这么个逻辑，很多同性恋人向家里出柜，遭受到的第一条罪行就是你这样你就生不了孩子。但顾老师是轻松接受没有孩子这个事儿的，所以顾老师这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发作了。但是还是要发作一下的，人的瞬间情绪不能积压。他有点手忙脚乱的抽开抽屉，抽了一个又抽另一个，
从里边拿出一串佛珠。方石优都不知道他爸还有佛珠。您这是干嘛？顾老师站起来，脱了白大褂，往衣服架上一撂，说：“我去寺庙，我告诉你妈去，我是治不了你了，我让她给你托梦。”哎呀，方石优哭笑不得。您告诉我妈这事儿也，你不要叫他妈。顾老师气昏头了。方石优赶紧又把他白大褂拿下来，我不叫他妈，我叫啥呀？你！顾老师指着他，你叫他师娘。得。最后顾老师没去寺院，因为他下午还要做门诊。总之父子俩闹腾了一番，方石优苦心劝说了一番，也就没事了。尤其当顾老师听说许南恒是支教老师后，觉得是个好孩子，便叹着气接受了这整件事。说到底，经历过生死的人往往会看得更开。顾老师早年丧妻，他一个人抱着襁褓里的方石优走过一段很黑暗的路。在他看来，什么都没有人活着重要。这些年他自知给方石优的陪伴不够多，真忙也好，逃避也好，这个儿子如今长成了，他也不算愧对亡妻。同时他也相信方明书还在，也会希望孩子好好的就行。至于对象如何，他喜欢就好。所以破天荒的，已经戒烟20多年的顾老师跟他儿子要了根烟，在办公室就直接抽了。最后只问了句：“是不是他从村里过来接你的？”方石优答是，这段对话就结束了。许南恒像往常一样到地儿了给他打电话，把车开进医院院里的空车位，然后在车里等。也是像往常一样，他在车里看见方石优出来了，就下车迎一迎。谁知今天方大夫直接跑过来，他脚还没沾地呢，被方大夫直接塞回车里去了。哎，许南恒不解，怎么了？急什么？先走。方石优从副驾驶上车，拉下安全带，催促他。许南恒蹙眉，怎么？县城里养了个小的，怕被我看见？方石优凝视他，我爸。什么你爸？我爸知道了，这会儿估计从2楼往下看呢，赶紧走吧。我靠！许南恒都开出2里地了，想想还是觉得不对劲，问：不行，咱掉头回去吧，我上去打个招呼。这么溜了，有点没礼貌吧？别了，下回吧，等你们双方都建设好心理准备吧。方石优说。也好。许南恒点点头。他今天有点狼狈，怎么着也得修剪头发，折腾一下，打扮一下，再去见人家家长。说到这儿，许南恒寻思着是不是也应该给自己家里说一下。方石优似乎看穿了，在副驾驶说：对了，你不用跟我似的，我家里就我爸一个，他是看破生死红尘的那个类型，接受起来比较容易。你家里，我们顺其自然吧。许南恒没应也没拒绝，含糊笑过去了。1个礼拜接1个礼拜，日子过得飞快。许南恒班上打嗓曲珍已经初显状元的形态了，直到元旦前，许南恒都死死盯着他做卷子做题，不仅是数学，还有英语、物理、地理、化学这些拉分的。曲珍自己也够争气，统一摸底考了个全支教岗总分第1。支教会议上，许南恒被北京本校领导表扬了足足半分钟。他倒是没听，自己的电脑挂着会议，用方石优的电脑出卷子。这天在小医院的休息室，会议结束后，外面的天将暗未暗。许南恒开完会，收拾东西，把教材抱着，电脑就留在这儿，回学校看看次任老师班里的考试情况。藏南高原的晚星一颗颗悬在湖蓝色的天边。许老师清俊高挑，拿着教材书本，站在那儿抬头看星星，风轻云淡，银河微蓝。方石优刚去休息室找他没找见，走出来便看见许老师在那儿站着，穿一件半长的冷银色羽绒服，仰着头在那儿看星星。方石优和他不远不近，一双眼睛灼灼盯着他。其实许老师仰头望星，也想感叹点什么诗词歌赋，无奈他是数学老师，文学底子薄如纸，只悠悠道了句：哎呦我的颈椎，给你揉揉。方石优走过来，一只手盖在他后颈，不轻不重的揉着，然后凑在他后颈嗅了嗅，别总贴膏药。啊！
他被揉舒服了，眯着眼看他，这学期要结束了，眼看着就要放寒假，许南恒恨不得像贡嘎县高三一样，休息1礼拜，一丝一丝过个年得了。方石优点点头，我明白，但也要顾着身体。西藏的跳楼式降温让徐老师之前感冒了一回，拖着病体戴着口罩也上课，被方石优发现后勒令他去医院休息。方石优看着他们做了1堂课的卷子。不过快了，这学期结束后再来1个学期就毕业了。许南恒被揉舒服了，自己活动2下脖子，说：“哎，舒服多了。少贴膏药，你那还剩多少啊？下回不给你了。”方石优眉心微蹙，药都有副作用的。他知道徐老师肩颈不太好，这都教师职业病，但这地儿一来没有按摩的，二来没有健身的，许南恒又不想浪费时间，找方石优要了不少舒缓的膏药。你不给我，我就让屈真去你那片。你教点好的吧。方石优笑着说，再不舒服你叫我，我要是有空过去就帮你揉。方大夫不愧是做过骨科预诊的人，手法上乘，力道精准。许南恒换了只手拿教材，好，你回吧，我去看看次仁老师班里交上来的卷子。徐老师虽然把支教干成了压迫，但寒假该放还是得放。假期前最后1天上课，徐老师后边跟着周阳、德吉、多吉，这哥仨跟着许南恒一起进的教室。这其实挺稀奇的，这哥仨是捣乱分子，然而4个人进来教室了，全部人瞬间泄气了。他们仨是帮许南恒搬寒假作业的。许南恒自己搬了一大摞，后边哥仨1人1大摞，往那讲台上搁，大家都怕那祖传讲台给压塌了。愣着干嘛？往下发。许南恒说，排除万难，我不管你们是放牛还是放羊，松土还是种地，做不完的，开学了给我天天加班加点晚自习早读做完它。时至今日，已经无人记起当初校长说会有一个从北京来的支教老师时那种期盼了。什么大城市的老师吃人不吐骨头。寒假后学校就没有人过来了，索朗校长原本还担心徐老师无人照看，打算邀请他每天饭点来自己家，这回用不着了，方医生应该会妥当照顾他。所以假期前最后一次教师会议上，有其他老师问徐老师过年不回家有没有地方安置的时候，索朗校长率先引开了这个话题。再后来就顺理成章的住进了县城方石优的那个小单间里。时间走到了过年前，县城里布置了很多喜庆的东西，藏族人会过农历新年，也要过藏历新年。习俗各有不同，藏民们会写很多龙达去寺院里，隆重的过法非常复杂。春节期间医院也闲了闲。之前方石优说攒了不少假，想跟许南恒出去玩一玩，后来还是被许南恒拒绝了。不过徐老师说暂时搁置，以后回来了再去。方大夫。许南恒懒洋洋的唤他。唉。方石优的声音从厨房传来，许老师。许南恒没个正形的歪在沙发上，抱着电脑，能行吗？不能行，我们就出去吃吧。这会儿方石优正在厨房里和面，1米8几的成年男性正在案板上和一团面搏斗。能行。方石优说。我看看。许南恒也进来厨房，胸膛贴着他后背，伸着脑袋朝案板上看，是这么揉的吗？应该是。方石优其实也不太确定，我姑说是这样的。啊，许南恒也不知道，然后手臂一缩，拽起袖口，殷勤的给方大夫擦了下额角的汗，又在他侧脸啵了一口。方大夫被他一亲，笑了，算了，我给我大姑打个视频吧。起先方石优在微信上问他大姑怎么和面的时候，他大姑挺意外的，不过他大姑想想，估计是过年给人姑娘做吃的，于是用语音讲了一通做法。视频接通了，但方石优这边的网络不太行，有点卡顿。大姑。方石优把面团拿起来，您看揉成这样行了吗？哎，可以可以，你这是醒过20分钟的面团了对吧？对。然后你从中间掏个窟窿，给它捋成长条。好嘞。虽说有些卡顿，姑侄俩的交流有些延迟，
有些话也磕磕绊绊的，信息交互不够及时。总之，一番折腾后，方时优觉得不太对劲，因为他严格跟随大姑的指导后，擀出了一张饺子皮。大姑那边诧异：“你不是要包饺子啊？”方时优欲哭无泪：“大姑，我是要擀面条，做打卤面。”大姑沉默了片刻后：“快，再把面团揉回去。”许南恒在客厅笑得快岔气了。打卤面的浇头也是方时优自己炒，他在厨房焦头烂额与面搏斗的时候，许南恒也没闲着，他在旁边添乱。哎，平时手术室里护士是不是捏着棉球给你们擦汗？是。方时优在擀面片。许南恒把纸巾团了个球，捏着，给方大夫以点蘸的手法，蹬掉他脸上的汗，又说：“哎，你有头绳吗？我帮你把你刘海绑起来吧。算上娘胎，我认识你之前单身了30年，我上哪有头绳？可惜了，放假前该跟曲珍要一个。”接着，方时优隔面条的时候，他又上手抚摸方时优上臂肌肉，赞叹着：“真不错，这胳膊刚刚好。”刚刚好什么？方时优抓一把生粉，将切好的面条抖开。刚刚好在我的审美上。你什么时候形成的审美标准？方大夫看似随便一问，实则试探徐老师是什么时候开窍自己喜欢男生。徐老师说：“刚才。”方大夫笑了。浇头炒了个肉末，方大夫厨艺了得，肉选的是3肥4瘦的五花，切了末，炒完加水焖，配菜就擦了点黄瓜丝儿。方时优担心不够丰盛，打算面条下锅前出去买点现成的吃的。许南恒说不用，他就只想吃这一口。县城小单间住出了温馨小家的感觉。晚上俩人窝在床上，原本躺得好好的，一个看书，一个用手机看题。算上今天，许南恒已经在县城这小房子里住了快1礼拜了。前些天睡一起都相安无事，不过相安无事的原因是方大夫有手术，早出晚归。这2天他闲下来了。被窝里一只手附上许南恒小腹，他一愣，偏头看向方时优，下一秒被方时优稳住。2个年轻人自然而然的抱着亲到一起，滚到一起。升温、心跳、躁动，向来亲和温顺的方大夫一改从前。许南恒觉得耳畔的喘息声像不久前听到的狼嚎，方大夫像只野兽。夜晚宁静的高原只有无尽的风，老旧的木板床发出吱呀的声响，惹得许南恒脸红耳热。这床不会塌吧？方大夫嗓底低声笑了笑：“你居然担心床，不担心你自己？”许南恒搂上他脖子：“不担心，你还能把我干死？”方时优眼神变换了下，喉结滚动，伸手从床头柜里拿东西。许南恒挑眉：“什么时候买的？”今天上午。方时优重新压回来，吻到他耳廓，用性感到骨子里的声音说：“你说过要给我生3个。”徐老师有多贫呢？他眼睛懒懒的垂下，看看套又看看他，弯唇笑道：“带这个可怀不上。”第38章，方时优亲吻他，抚摸他，靠在他耳边，伴随着温热的吐息说：“没关系，我没打算要孩子。”其实许南恒已经到了一种我听到你在说话，但我已经无法理解你的每个字的状态。他感官变得混沌，2个躯体亲密无间的贴合，像初春江南湖边的2条柳枝，在春风里交织缠绕。这就床板让2个1米8几的成年男性坐，委实有些牵强，倒不是会他，而是他会想。要不是外面风声太大能够盖住，这声真能让脸皮薄的徐老师燥得想死。他确实是个潇洒的人，但他不是个厚脸皮的人。而且方大夫这时候露出狼尾巴了，恶劣的故意在手指研磨的时候，舌头也同步频率。徐老师还好不是什么修真仙者，否则此时此刻他搞不好形神俱灭。平日里贫嘴又潇洒的徐老师朦胧了视线，阴哑了喉咙。那些期刊文献分明也都看了，说好的知识就是力量呢。许南恒又被吻住嘴唇，手在方时优后背胡乱的抓，在接吻的间隙，他想偏开一些距离，他有话想说。方大夫感知到了，微微撑起来，看着他眼睛。
徐老师声若文瑞，方又换了个称呼，优哥，你一会儿慢点，我没经验。方石优温柔的看着他说，我大概猜到了。徐老师看过文献，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怎样发生。说真的，他蛮害怕的，应该很疼吧，绝对很疼吧。他连抽血那么细的针头都害怕，遑论方大夫的。我轻轻的，慢慢的，好吗？方石优真的很温柔，大约是外科医生能够完美控制好力度，以及方石优维持住了十足的理智。徐老师没经验，他自己也没有过。他送的很轻也很慢，在不适期过去之后，认真的观察，渐入佳境。他有着充足的耐心，希望徐老师的第一次是享受的。因为爱他，所以希望他在自己身下有完美的体验。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方石优觉得很开心。最后，许南恒已经是剥离了灵魂的状态，手腕搭在床沿，面颊一条清淡的泪痕。方石优的售后服务做得很到位，搀扶着徐老师冲了澡，换下透湿的床单，给徐老师喂了点温水，搂在怀里。天光未醒，这晚藏南高原的风声像纵情的交响乐，整夜没有停歇。徐老师困极了，还不忘感叹一句，我算是懂了事后烟，我现在就挺想抽烟的。方石优问，想抽吗？可以特例你在床上抽。不了。许南恒摇摇头，没劲了。方石优笑了下，他抚着他后背，哄他，那睡吧。这觉睡得香甜，方大夫手下留情了，醒来后也没有多酸痛。许南恒觉得这人真是恐怖，自己也是男人，当时没觉得如何，现下回想一下，在那种状态下还能保持理智，控制住自己的动作，别太激进，真是。方石优端了碗青菜肉末粥进来，刚进来便看见床上老师眉眼严肃的看着自己，说，你真的可怕的很。方石优，农历除夕当天，县医院收了病人，给安排了手术。许南恒下午跟家里打了个视频，让他觉得很暖心的是，平时没心没肺的胖胖听见手机里传来了许南恒的声音，焦急的走过来，拿爪子扒拉许南恒他妈妈的手机。之前其实都没什么感觉，发现胖胖在扒拉手机的时候，许南恒是真的难受了一下。中国人表达情绪多数内敛含蓄，许多直白的话不常宣之于口。但小动物不是，他们开心就是开心，想念就是想念。胖胖扒拉了几下，发出不解的嗷声，似乎在疑惑，明明有事儿呀，怎么不见人呢？被胖胖整得难受了一下后，许南恒深吸了一口气，说，妈，我跟您讲个事儿。您先找个椅子坐下，坐稳了我再说。我谈恋爱了。同时，手术室里，因为是开胸加上介入，由心外和血管外的医生们共同完成。因为病人有血肿，开胸需要相当的小心，否则不慎组织破裂的话，血肿也会跟着破。这个手术难度比较高，但又是除夕，医院里其实人手不太够。这是没办法的事，年前高强度工作的几位医护人员就盼着这几天春节假能休息一下。前一阵降温降雪，医院里不少车祸手术，急救护士和器械护士累瘫了一大片，所以这种强度的手术也把胆囊外科的杨告大夫薅过来了。开胸的目的是给血管外科的医生提供一个绝佳的穿刺点，病患的血管条件不好，没法像寻常那样从上肢或下肢动脉去插管穿刺，所以手术方案是心外先开胸，然后让血管外的进来穿刺。来，给我往里面摁一下。顾老师说。好嘞。方石优手指压进病人的皮肤下方，往侧边促一下，减缓血肿的张力。电刀看一下子。顾老师说，哎呦这么紧，来开胸器。手术室里除了嘟嘟响着的监测仪声音，还有护士们在旁边2个人同时数纱布的报数声。顾老师，哀陶主任来看一眼，留到这个口给你穿刺行不？方石优捏着钳子往侧让了一步，好让血管外科的陶主任能看清楚。主要他个儿太高，陶主任要看还得垫着脚。不料他这一让，旁边器械护士刚递过来的一把镊子被蹭掉地上了。
这是个新来的实习护士，实在是人手不够，实习的也给抓来干活了。估摸是紧张，镊子被碰掉之后，护士下意识想蹲下来捡。方时悠一见他要弯腰，一脚把镊子踢走，同时递过去一个警告的眼神。这是必不能捡的，手术要保证无菌。小姑娘霎时反应过来，自己也跟着吓一跳，赶紧拿一个新镊子。方时悠什么都没说，也没责怪。血管外科的陶主任点了点头，说穿刺建立可以。这样一来，心外的所有医生就撤离手术室，由血管外的医生们接手继续介入。但同时，心外们要在手术室外待命，以防万一，要是介入过程出了问题，他们还得进去帮忙。心外的医生们出来后洗了手，就在手术室门口等着。杨镐用胳膊肘碰了碰方时悠，神秘兮兮的叫他：“哎，啊！”方时悠看向他，那小护士吓够呛啊。杨镐说：“我靠，这要是在北京，手术结束就要开除了。”方时悠回想了一下，其实他自己都不太记得了。哦，掉镊子了，可能前段时间加班加多了，走神很正常。不是，你真是耳听八方啊！你极限是一心几用？前段时间，也就是农历新年前1周，那真是应了住院医，就是住在医院里的医生，住院总就是总住在医院里的医生。所有人都在加班，实习护士走神，想要捡镊子，他是能理解的。杨镐撇撇嘴：“你在北京时候可是铁面无私，这种情况你高低要发个火。”方时悠情急之下确实会凶，他平静的解释：“不，其实吓唬他一下，他接下来会更谨慎，就像疲劳驾驶开车睡着了一下子的话，惊醒之后人反而会因为后怕而更专注。最主要今天人手不足。”杨镐用无语的眼神看着他，说：“我想表达的是，你今儿心情不错呀。”啊！方时悠不解。杨镐咧嘴笑：“坦白吧，是不是把徐老师追到手了？你不该当医生。”方时悠也无语的看着同事：“你该去考警察，你这样的当上警察了，偷没偷抢没抢，你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儿还有其他同事，杨镐偷偷笑了好一阵子。他可不是心情不错，他心情简直好到爆。但他在工作时候没有带情绪，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只能解释为杨大夫实在观察入微。杨镐又继续八卦：“徐老师是不是过年没回北京了？”“啊，在我那呢。”方时悠轻描淡写。“哟！”杨镐大喜：“哦哟！”“小点声。”方时悠压着嗓子提醒他。杨镐大夫真是过分的有活力，啥都爱听一耳朵。以前北京有次手术完洗手出来，听人家巡回护士讲八卦，一路跟到麻醉科去了。方时悠心说，刚刚还是判定的不对，杨大夫就该当医生，永远不会累。过了许久，不知道几个小时后，里面叫了顾老师进去，2个主任共同评估了一下，宣布手术很成功，接下来缝合就完事了。手术结束后，大家就原地散了，该干嘛干嘛去。今天方时悠是加班，去换个衣服，直接回了。今天顾老师值班，今天要是不值班，他是打算去寺庙的。换衣服的时候，顾老师推门进来，方时悠刚套上羽绒服，回头叫了声爸。他爸清了清嗓子，递给他个红包：“诺，过年。”哟，方时悠笑了下：“您搞这么隆重？”拿过来了才发现不是一个红包，是俩。方时悠当即就明白了，又看向他爸。他爸翻了他个白眼，扭头转身走了。回家后，徐老师坐在餐桌边用电脑看题库，还是北京本校的题库。这题库月月更新，徐老师来这边之后主要看初中部的。听见钥匙开门声，许南恒头也不回，应了句：“回来了呀。”啊！方时悠买了零食和饮料拎在手上，进门换鞋后，从后边俯身抱住他，在他颈窝里亲了亲：“给你。”红包放在桌上，说：“顾老师给你的。”许南恒一愣，抬头：“啊，新年快乐。”方时悠摸摸他后脑勺。
许南恒缓了半天才笑出来，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红包也不敢打开看看多少钱，反正目测不薄就是了。方石优外套脱了后，进屋换了条家居的裤子，上面一件毛衣，把买的饮料拿去了冰箱。再出来，方石优微信响了，他拿起一看，是许南恒赚了一笔钱过来。纳闷着呢，许南恒说：“我妈给你的。”方石优正愣了下：“你说了？”“说了。”许南恒点头，山高水远，3500公里的地理距离，用来坦白刚刚好，没有任何危险。方石优一时不知怎么接话。许南恒笑着说：“还好啦，顾老师看破红尘，我家属于看破命运。你看我这样的富二代，没被要求念商科继承家业，也不在京城公子圈里积攒人脉，就能知道我家没想让我多出人头地。”这倒是。方石优垂眼点了点头，然后走过来弯腰吻在他额头，看着他说：“南恒，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是舒服的，我不在乎能不能被认可，就算你……”他话没说完，被坐着的许南恒捏住下巴，打断了话。很舒服，方石优，你伺候的很好。许南恒有时候笑起来有老板劲儿，估计是家里从商沾染的，看着方石优像看拍卖行的展品。方石优揪他脸蛋，没个正形。第39章，许南恒的生日是2月12，恰好是农历的正月初3。他们都看过彼此的驾照，在109国道的时候，许南恒看了方石优的驾驶证、行驶证。高返西养那天，因为方石优要他做个血常规，也看了他的驾照。无奈正月初3这天，方石优值班，初2的夜班和初3上午的手术，手术后还要写医嘱，再看一圈病床交班了就可以走了。然而等开完最后一个手术方案讨论会，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35分。许南恒的生日只剩下1小时25分钟。医生这个职业注定了他们没办法把其他事情挪到工作前边，全天下的医生都是这样。好在方石优前几天加了县城一家烘焙店老板的微信，让对方今天留了一个蛋糕，对方也一直在等着他。方石优火急火燎的先驱车去拿蛋糕，跟店老板千恩万谢，然后赶回家。回家后第一句就是对不起啊，紧接着一句太忙了，加了一台手术，不然下午能回来的。许南恒回过头，嘴里叼着一根巧克力饼干棒，电脑屏幕里放着游戏直播，腿上盖着他哆啦 A 梦毛毯，电脑边一听可乐，看起来很舒适。许南恒眨巴眼睛，你这是在道歉吗？我是你的娇蛮男友吗？许南恒把饼干棒捏下来，脸上哭笑不得。也没那么夸张。方石优把蛋糕放在餐桌上，坐到他旁边，是我有点愧疚。我本来想早点赶回来，你在县城没朋友，这儿也没什么娱乐的地方。啊，还好。许南恒继续吃着饼干棒，说倒是不算没朋友吧，我晚上去吃湘菜了，那个餐厅的老板算半个熟人。方石优支着下巴看着他，是吗？怎么认识的？上回给你送饭，记得吗？他给送了盒水果。记得。然后许南恒给他简单讲了一下撞见湘菜馆老板和耿直大哥的事儿，还有之后他又去湘菜馆给老板和大哥送了2罐咖啡的时候，老板跟他讲的那句话，让情绪走到理智前面来。虽然许南恒并不是被这句话激发的，但这句话确实给了他启发。暮色的餐桌，静谧的夜晚，两个人同坐一边，侧身看着对方。你记得那天我说我看了一些学术文章吗？记得。是在看同性恋相关文献。许南恒说。方石优微微有点意外，这就是教师的素养吗？人在不同状态下的心境果然不一样，就这么坐在客厅里和许老师慢吞吞的聊天，他都觉得无比充实，每一秒钟都幸福。方石优喝了一口许南恒喝了一大半的可乐，问他们知道你今天生日吗？不知道，我没说，这有什么好说的？许南恒笑笑，就过去吃了口饭。他们店挺忙的，春节嘛，又有游客了。确实，即便全网都说不要在冬天来西藏，低温缺氧，还有频繁的雪崩，但只要是假期，只要通路就会有游客。许南恒往后靠着仰了仰脑袋，
活动一下脖子，不巧腿上的毛毯因他动作往下滑，他伸手拽了下，然后说：“我拿了你毯子。”拿呗。这毛毯有什么故事吗？我看你去村里也带着。方石又笑了下，没什么故事，就我奶奶买的，软乎，手感好。这天是许南恒的26岁生日，他们那块蛋糕没吃完，放冰箱了。许南恒决定大年初5回去村庄，开始灵活式补课，到每个学生家里去随机检查他们的寒假作业，以及对作业的错题进行反复巩固。晚上缩在被窝里，许南恒说没法陪方石优过生日了。方大夫7月里生，7月19，那会儿许老师该回京述职，而方石优这边的援藏计划一直到8月1号，许老师要先一步回北京。方大夫说没事儿。许老师略感遗憾，说那可是30大寿。方大夫在他头顶吻了吻，说以后还有很多年。方石优送给许南恒的礼物是他自己做的一个吊坠，不那么精致的羊毛毡挂饰。他按照许南恒的微信头像扎了个胖胖，勉强能看出是胖胖的小猫脑袋。许南恒很喜欢，他觉得方大夫是看出他想家了，他没问，但很开心。有些话不必问，也不必多说。他和方大夫虽然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但也能够心照不宣。而且这玩意初学者扎起来很费劲，对一个从天亮忙活到天黑的新外医生来讲，很不容易了。初5当天，日喀则那边医院向这边紧急求助，一个3间半严重反流的病人要手术，请顾老师援助。顾老师带上方石优这个遗嘱，出发去了日喀则。许南恒回去村庄，鸭舌帽一戴，眼神光遮在阴影里，开始每天随机挑选一个幸运家庭进行突击检查寒假作业。去到拉姆家的时候，拉姆正在牛圈里逮牛，有只小牦牛灵活如水里的鱼，甚至他知道拉姆是来牵他的，还遛起拉姆了。许南恒跨过牛圈围墙最矮的那部分，一下子给他摁到那儿，然后抬头看向拉姆：“你数学卷子做几张了？”于是小姑娘在屋里做卷子，城里来的支教老师在牛圈里一头头把牛拴好。接着拉姆的妈妈和弟弟妹妹打水回来了，瞧见许老师在自己家干活，拴完牛又给牛盖被子，吓一跳，牵着俩孩子快步走回来。拉姆的妈妈带着口音，用生涩的普通话让许南恒住手。我靠，当时吓我一跳。晚上许南恒跟方石优视频说：“你不知道拉姆家那些牦牛不是晚上要一头头拴起来吗？我就搁那拴牛，挺简单的，他们自己身上有绳子，一个绑一个就行。重点是拉姆他妈妈汉语不太好，估计瞧我干活他觉得太对不住我，震声喊了一句：别动！停下！住手！”方石优在那边噗呲笑起来。许南恒，你懂吗？我不像干活的，我像偷他们家牦牛的。方石优笑个不停。你是贵客，贵客怎么能干活呢？明天准备突击谁家？许南恒靠在床头寻思着，我估摸着打嗓取针已经在做准备了。这姐俩同气连枝的，我偏不去，我明儿去仁亲家。二人聊了30多分钟，闲聊了会儿后就挂断了。许南恒要睡了，方石优在日喀则那边跟顾老师住一屋，也不好聊太晚。藏南高原的冬天时不时就飘雪，教室看出去窗框自取一片雪景。待到傍晚，星月高悬，就又是一天。这些雪到春来才会化，在自然覆盖率高的地区，等待季节交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有生灵跟随着自然变迁。晨曦光醒就见天，晚星乘风就入眠。来到西藏之后的这么长时间里，许南恒能感觉到自己有所变化，大概是一种愿意接受这世界的不公和无奈，不是迫不得己无能为力的释怀，而是愿意从内心认识自己的渺小。走出城市之后，才感觉这天地其实很大，抬头不是被高楼切割成小方块的蓝天，走出大城市后，抬头即见天。天之下壮阔的土地是它原本的样貌，土地蔓延到西藏的高山脚下，再抬头，那些山何尝不是拔地而起的神像？许南恒还记得当初方石优开玩笑的一句话：来了西藏
氧气稀薄，动弹不得，自然就宁静了。这话有半句是对的。来了西藏，自然就宁静了。在农历春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南恒和方石优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提前开学的许南恒一心扑在教学上，方石优也忙得晚上吃中午没来得及吃的剩饭。方石优回来小医院这边值班的1个礼拜里，也仅是在一起吃饭，连接吻都是匆匆忙忙的啵一下，活生生把恋爱初期过成了老夫老妻。好在二人都体谅彼此，方大夫会到宿舍里给埋头看题的徐老师揉脖子，徐老师也会到小医院去陪他抽根烟聊聊天。徐老师有一回说道，他实在太照顾自己了，弦外之音大概表达着自己在这段感情中是受益的一方。方大夫揉揉他脑袋，问：你怎么还带感情谈恋爱呢？许南恒想想，觉得也是。藏南的春天快来了，他也快要离开了。方石优回县城那天，走前过来了一趟学校。1楼2个教室，一个在上课，一个在考试。考试的那个是许南恒班。方石优既想看看他，又不想打扰他，于是开车从学校门口绕了一圈。监考的徐老师敏锐的瞧见了他的车，向他那儿点点头。后方黑板写着距离中考还有65天，时间已经走到5月。雪还没有化完，顽强的植被在雪下用力的用头去撞去顶，他们要触摸阳光。晚上许南恒跟方石优打电话，在学校外边的空地上抽烟。就站在第一天过来的时候，在小医院吃完饭和方石优一块抽烟的地方。他说再有2个月我就走了。方石优说我已经开始想你了。第40章距离中考还有15天。村庄小医院里，医嘱系统崩了，县医院信息科的人连网远程看了下，没找出原因。方石优正在诊室里手写病历，2个人都在奋笔疾书。方石优写病历，许南恒写卷子。他写的是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中考卷。西藏今年中考在7月2日，新疆地界6月中旬就考完了。新疆考完后，苏宇老师第一时间把中考卷扫描了发在群里，接着许南恒打印出来开始做。今天2个班级都有老师看着，他们在练习写作文。偏远的藏族孩子有一部分在小学时候才开始接触普通话，他们的汉语表达能力不是很熟稔，所以需要勤加练习。不多时，护士敲门推开门，说信息科一会儿过来2个人，说可能我们这边的硬件设施出了问题。方石优点头，好，没事，病例不多。许南恒写完了2张模拟卷，勾出来几道题。护士应了声好的便离开了。许南恒抬头，我看看你字儿。方石优虽然不解，还是把病历本挪到他面前，怎么了？没怎么呀，就看看。许南恒歪着脑袋看方石优写的病历，挺好看呀。方石优的字是中规中矩的，属于是不难看，能够辨认，字迹工整。他笑笑，一般吧。当老师的就喜欢这种字。许南恒认真的看着他，说一丝不苟，发挥稳定，从始至终都是一样，没有写到后面越写越潦草。他顺着方石优推过来的手指慢慢向上看，继续评价，而且力道正好，筋骨漂亮，肌肉流畅。方石优无奈，谢谢老师。写完卷子之后还要在诊室里待一会儿，支教党的老师们在线上讨论其他地区的中考卷。许南恒这边中考的时间最晚，大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谭老师那边成绩都快出来了，所有支教党老师都在给许南恒出谋划策，分析题和押题。一个视频会议上4个人，苏宇老师和戴季棉老师已经回了北京，谭希在县城他舅爷舅奶家里，就是那个装了新路由器的房子，所以只有许南恒一个人卡卡的。啊！许南恒蹙眉，在视频会议里说，我又卡了，等我会儿啊，我重新进一下。方石优刚刚出去了，这会儿进来，从他摄像头后边过了一下，给他拿了盒牛奶进来，牛奶盒上有点湿漉漉，是刚刚在厨房连盒泡在热水里。许南恒上一次看见用这种方法热牛奶，还是念小学的时候，校门口的早餐摊子。这网许南恒戳上吸管，来去匆匆的。
方石优点头，信息科的人过来了，在修遗嘱系统，估计网络波动了吧？哦，是哦。方石优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袋巧克力。许南恒一愣，哪儿来的？信息科的人从县城过来，我让他们顺路帮我买了一袋。方石优放下巧克力，揉揉他头顶，你辛苦啦，许老师。他这段日子确实挺辛苦，毕业班嘛，但许南恒想的是自己还可以再累点，还不够，学生好像也应该再多压榨压榨，好吧，这一点差不多得了。他拆开巧克力，嘴里叼着一片，重新进入视频会议，这下往好多了。谭老师，行啊，许老师，大山深处还有巧克力吃呢。许南恒，没错，条件可好了，你赶紧现在坐上你舅爷的3轮摩托过来享受生活。方石优失笑，无奈摇摇头。支教岗老师们的会议中心是许南恒这边的学生们。方石优正在给手写的病历归档，他时不时飘去旁边看认真开会的许南恒。同时他也觉得这群孩子虽然生在深山，但并没有被完全遗忘。是索朗措姆校长积极了解全国各地中学的支援计划，回应着各个学校的支教岗报名，继而许老师从北京远赴而来，再到如今，另外3个支教岗的老师也在为他们分析题目，出谋划策。彼时埋没于土下，今朝也算集万千之力了。距离中考还有10天，方石优已经回去了县医院。这阵子为了中考，2个人联络的频率降低了很多。这天的微信上只互道了早安和晚安。许南恒对打桑曲珍寄予厚望太过明显，小姑娘这几天焦虑的彻夜难眠。这个问题许南恒其实没什么经验，因为北京的孩子，尤其许南恒就职的学校里的孩子们，他们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他们家长就已经在介入疏导了。现在当家长确实也不容易，照顾起居，照顾情绪，最好还得有点学历和见识，这样跟孩子交流起来才能从容自如。但山区这里不一样，这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打桑曲珍家里的大人只有爷爷，他是父母双双外出，拉阿姆家是父亲外出，周阳家是母亲外出，所以别说焦虑情绪了，每天吃饱穿暖就已经算是过得好。距离中考还有9天。清晨一早，许南恒照例坐在讲台边等人来早读。打桑曲珍一贯来的早，进来叫了声许老师好，许南恒和从前一样回了句早上好。结果抬眼一看他，许南恒蹙眉，你这眼袋比我姥姥熬完中药的锅底都黑。打桑曲珍愣了愣，然后实话实说，我一想到要中考了我就睡不着，许老师，方医生那里有安眠药卖吗？小姑娘对药物认知不完备，一开口就要安眠药，把许南恒惊得目瞪口呆。安眠药是能随便吃的吗？许南恒下意识提高音量。曲珍一激灵，啊，不能吗？但我实在是睡不着。许南恒琢磨了一下，是他疏忽了，想来曲珍是压力太大导致的焦虑失眠。他叹了口气说，你要不说了个你字儿，又生生把话咽了回去。他坐讲台边，曲珍站在他面前，他的视野构图中，厚黑板硕大的数字9就挨在曲珍脸旁边。他实在说不出来你要不回家再睡会儿这话，于是拧着眉毛狠着心说，你要不来杯咖啡？楼上我宿舍里有咖啡机。给他来俩 espresso， 直接精神一上午。许南恒狠厉的看着他，还是不了吧，许老师，我不困的，谢谢。晚上跟方石优打电话的时候讲了这事儿，方石优听见曲珍张嘴就要安眠药的时候，差点呛咳嗽。这小丫头。方石优说，镇静类药物大多阻断中枢神经，会导致记忆力下降，他过几天考试了，记忆力要是下来了，不全完了。是啊。许南恒说，我也知道那玩意对大脑有危害，然后我恶向胆边生，我想着给他兑杯双浓缩的咖啡，让他精神精神。方石优有点无语，你亏的是高中老师，你要是博导，这么压榨下来，一年收20封投诉。然后呢？方石优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他这个焦虑吗？索朗校长解决了。
许南恒说：“怎么解决的？”念经。许南恒说：“哦。”方石优了然，信仰得力量。今天晚餐后的第一节晚自习没有上，索朗错母带着所有孩子在操场的草地上盘膝席地而坐，围成一圈，于月下念经。方石优在电话里听说了之后，告诉许南恒，他曾治疗过一位信徒，患有严重的关节病。这位信徒每天磕100个头，坚持了不知多久。许南恒听后沉默了良久。曾经他认知里的信仰，东方的西方的，大致是放在心里，或诵经，或祷告。他没有接触过这些。初到拉萨的那天，在布达拉宫，他看见了朝圣磕头的人。那时候许南恒没有太多感悟，因为这是别人的事情，他只维持着尊重和礼貌，不多看，也不打听。许南恒曾觉得信仰是一种寄托，是由人向神的。毕竟神向人，那是真玄学。但其实神是会向人的。第二天，距离中考剩余8天，达桑取真精神面貌好多了。神会向着信徒。从许南恒的视角看来，信仰的过程是能量在人内部环绕一圈回到起点，信徒向神诵经，内心释怀。许南恒觉得这是自我疏解，而非神之力量。不过有没有1/1000的可能，孩子们月下诵经的时候，有没有那么1-2句经文之中获得了神的回应？谁知道呢？他继续讲卷子，讲完他们昨天考的卷子之后，开始讲其他省市的最后几道大题，挑出了类型重合的几道题细讲。其实不仅是学生们，许南恒自己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也紧绷到了某个阈值。他喉咙沙哑，肩颈酸痛，腰背也不适。连续的长时间伏案工作，即便在床上躺着，也用手机看北京题库。7月1号下午，大巴车来村庄接考生们去县城。县城的初中腾出了宿舍房间。7月1号晚上，所有人在县城休息，第二天直接中考，免去了提前3小时起床以及舟车劳顿。由于县城的宿舍也很紧张，学生们不得不8个人挤在一间。方石优知道他到县城之后没有去打扰他，他明白徐老师需要维持着这个状态，即便到今天已经不需要教学了，但此时此刻他和学生们、老师们是一体的，没有人提前离场，没有人提前放松。他甚至没有为了乘坐舒适一些而开自己的大 G 跟在大巴车后面，他也坐在那个晃起来比搅拌机好点的大巴车过来。几位老师们只能在会议室里用躺椅和拼在一起的长凳凑合一晚。睡前，许南恒到学校外面抽了根烟。他给方石优发微信说：“我好紧张。”方石优回：“在哪儿呢？”许南恒说：“校门口奶茶店台阶上。”大约10多分钟后，方大夫出现了。他远远的就看见许南恒像离家出走的高中生，大晚上坐在奶茶店门口的台阶，咬着根烟，唇前一点火星子。我没想让你跑过来的。许南恒抬头看他，我就出来抽根烟。方石优挨着他也坐下，掏出烟盒，抽根烟和见我冲突吗？许南恒夹下烟笑了声，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怕你忙着还抽空跑过来，多折腾。不折腾。方石优手掌都在他后脑勺，拉着他过来亲了亲。明天学生们考试了，我也挺不放心的。今天方石优不值班，但回家也无事可做，干脆就在医院办公室里看文章。收到他微信之后找了过来。许南恒把烟在旁边地上摁灭后，手指捏着绿嘴，说：“我不知道我做的够不够好。下午过来的路上，我还在回想前一天我讲的题。优哥，我感觉我经验还不够，我就不该过来，应该来一个经验比我丰富，而且能力比我强的老师。”温热的手握住他手腕，方石优将他右手牵到自己膝盖上，然后手心盖住他手背，说：“他们才初中，你的教学已经足够好了。”许南恒叹气。方石优又说：“我们的行业其实差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按部就班的做完一切努力，按照前人的经验也好，教科书也好，但结局总是不受我们控制的。你教出去的知识未必能被全部吸收，我们提供的药物也未必能起到100%的功效。”许南恒偏过头，悠悠的看着他，
我怕是因为我能力不足。你通过了所有考核，不是吗？方时悠笃定地看着他，虽然照明不佳，但月色融融，满天星斗。方时悠又说，你出现这种心理很正常，我都做了这么多台手术了，有时候还会萌生出你这个情况得找个大夫看一看，然后绝望的意识到这个大夫就是我自己。许南恒笑起来，你出示一下执医资格证吧。你先出示教师资格证。7。许南恒别过头，看向献初中，我还用出示？我这么呕心沥血，打嗓取真高低，要考去拉萨。方时悠眉眼笑盈盈的看着他侧脸，他托起许南恒手心，放到唇边亲了亲他手背。许南恒回过头问，你说取真大学会考哪去呢？大学？方时悠倒是没想那么远，细想想说，那要看他高中什么科目学得好了。也是。许南恒点点头，他要是学了化学，我估计就得跟他一刀两断了。方时悠看着他，这么恨化学吗？许南恒看着他眼睛，点了2下头。他以后还会回来吗？许南恒问，其实我很喜欢这儿，我虽然没去过很多地方，但西藏是我见过最特别的。方时悠温声说，他会回来的。他可能会考去杭州，到楼外楼吃一口西湖醋鱼，然后哭着跑回藏南。也可能会考去北京，去某个老字号喝一口豆汁，然后哭着跑回藏南。我看你没少刷西湖醋鱼那些夸张的测评。许南恒瞥他一眼，话头一转，万一他天赋异禀，爱上豆汁呢？那说明他命中注定属于北京。方大夫从容回答。许南恒笑起来，没事，留在哪里都好，人生苦短，多看一看。见到方时悠之后，许南恒觉得好多了。他们在四下无人的台阶上坐着接吻，没有吻得多深，吻得很缠绵。等到中考结束，许老师就要回京了，那之后再见面就是在北京。2个人接完吻，极近的距离看着彼此，什么话都没有说。第2天开始考试，许南恒维持着压榨型教师的人设，凝视着所有人进入考场。他没有监考证，所以是站在献初中校门口，一个个盯着他们的。很恐怖的眼神，和此前在村庄学校考模拟的时候一模一样。以至于班里周阳、多吉和德吉哥仨路过他面前的时候都噤声了。你们仨别给我挨着走路，挨那么近干嘛？还想聊2句啊？许南恒凉声喝道。总之一切都很熟悉，也未尝不是件好事。第2天考完，许南恒挨个检查他们的证件和笔，有个小子把准考证折了3道，许南恒一眼瞪过去，给他吓出半个额头的汗。手闲不住呢？许南恒问，闲不住给我抄会儿单词去。好吗？一个个的不敢吭声，就连旁边站着的索朗错母都嘴唇抿成一条线。后1天考英语、历史和物理化学。英语是这边孩子们的弱项，早上考试开始后，许南恒和昨天一样没有离开县初中，就在附近找个地儿坐着。希望听力都能听清楚，希望阅读理解别来太多生词。7月藏南的阳光猛烈，他戴着鸭舌帽，紧接着面前遮下来一个人影。他抬头没看见脸，然后食指顶了顶帽檐，看见了方大夫。走。方时悠说。去哪儿？边问着边站了起来，反正就是很愿意跟他走。20多分钟后，车停在了县城边缘的山脚，山腰的那个寺院。刚来的时候，许南恒放过了，自己没有爬上去。当时许南恒还未能适应高原海拔，走山腰坡路会缺氧。但临到今天，许老师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这次和方时悠一起向上走，山风吹拂，五彩的经幡在风中涌动，唰啦唰啦的响。今天的游客和那天差不多，有人在路边休息，有人拿着氧气瓶。许南恒看见了那天游客阿姨给他拍照，让他踩的那块大石头，看见了那天自己躺的地儿，他脸差点被小猫踩了一脚。他再回头看向这个县城，也在看自己来时的路。上一次有路人问他怎么不上去看看，他说缘分没到。
他收回视线，看向方时悠，他觉得这次缘分到了。许老师，唉。许南恒看着方时悠，方时悠伸手，走不动了。许南恒握住，没走得动。寺院白墙金顶，依山而建。方时悠带着他从楼梯上，两个人在佛像前拜下去。他知道方时悠带自己来寺院的意义，方时悠想要告诉他，他能做的已经做完了，学生们也是，剩下的就交给漫天神佛，像诵经一样，或许终究有那么一两句经文会触动神明。第41章，许南恒睡觉的时候是静音不震动，他这个习惯是到了西藏一阵子之后改过来的，改成静音震动了。但没什么用，他手机在枕头边都快把自己震掉下去了。许南恒还在酣睡着，是方时悠进来休息室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他手机在震动，来电人是妈妈。方时悠推推他肩膀，没醒，用了点力，眼睁开了。你有电话？方时悠说。哦。许南恒哦完又闭上眼继续睡。手机停下了，许老师在床上翻了个身，面对墙睡，有一种拒绝交流的意思。方时悠默默叹气，电话还是要回过去的，继续叫他，许老师，醒醒。今天是中考后的第二天，昨天从县城回来，在县城的3个晚上，许南恒和其他老师们一样，在县初中的空办公室里，或拼椅子，或趴桌子凑合着睡觉。所以昨晚回来后，许南恒直接跑来医院睡方时悠的床，方时悠去睡另一间空的休息室。许老师甚至还抱着他的哆啦 A 梦毛毯，昨儿回来他太累了，倒下就睡，那会儿睡就是抱着毯子睡的，方时悠没拿走。这珊瑚绒的毛毯属实助眠，毛茸茸的，搁手里捻一会儿就困了。方时悠见怎么都叫不醒，伸手把毯子拽走了。这边一拽走，那边人就醒，皱着个眉毛，你干嘛呀？你妈妈电话打过来了。方时悠刚说完，手机又震起来，刚打过一遍，赶紧接，别让他担心。许南恒晃晃悠悠的撑着坐起来，划开，妈。中考结束后，许南恒该回京了，他妈妈打过来也是问他什么时候回，这孩子一走就是1年，临到结束了要回了，他不接电话。妈妈打过来就是问问他几号回，也问他要不要妈妈直接飞过去，俩人换着开回来，这样不会太累。许南恒说不用，能开过来就能开回去，来了这边再高反很麻烦，得不偿失。况且不至于。看看日子，4号考完的，今儿5号，13号本校开会，他确实要赶路了。我靠！电话挂断后，许南恒惊叹一声，一看时间，这觉睡到了下午2点半。和方时悠打了声招呼，说回学校了。7月里的藏南10几度的天，很舒服。这里是藏南山原湖盆区湖谷区喜马拉雅北麓，这一带有9座海拔在6000以上、终年不化的雪山。从他教师宿舍的窗户看出去，起伏不绝的雪山和草原。来的路上看着牛羊马群，他那时候心里烦乱，将要走了，又觉得这1年匆匆忙忙，好像也没有好好看一看这里，有些可惜。他往行李箱里收拾着东西，来这里之后购置了不少东西。一些生活用品他决定就留在这里，给小厨房或者给次仁老师的宿舍。方时悠第一次带他去县城，拉了2车的生活用品，光是棉被就3、5条，这些都带不走了。他又看向那个咖啡机，那是个胶囊咖啡机，坦白讲，这位少爷选择的品牌并不便宜，而且这牌子只能塞本品牌的胶囊，胶囊也挺贵。思来想去，还是不留下了。这咖啡机也曾在半夜3更和他一块焦头烂额。许南恒改题改的焦头烂额，他嗡嗡萃取萃的焦头烂额。再有就是教材书本了，他暂时没收拾书，想回头问问索朗校长学校需不需要。收拾了衣物之后，许南恒把书桌前的椅子拎到窗边，窗户打开，坐下，看雪山，望不尽的雪山。许南恒平时不太多愁善感，从小到大没经历过多么沉重的离别，他惯是个没心没肺的，这次是他人生中头一回经历真正的分别。
尽管他在心里做了建设，他还会回来的，可能往后几年的某个假期他会再过来，看看校长，也看看这个村子，看看他骑过马的草场，看看他摁倒的那头小牦牛有没有长大。但这都不足以覆盖掉当下的这个情绪，并且他也要和方石优分别。尽管他知道8月1号方石优也会回北京，可分别是一件事实。他确实舍不得这里，但他也需要回去北京。他喜欢西藏，但他在这里1年也确实没法适应。许南恒自认是个俗人，他想家，想念雍和宫炸鸡，想他妈妈和他家的猫，甚至他都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讨厌揍胖胖的狸花猫了。毕竟有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呢？第二天上午，所有人在学校前院集合拍毕业照。毕业照摄影师是方石优，他从同事那儿借来了一台相机。大家欢天喜地的站好位置，许南恒原本想着坐在最边就行了，但还是被安排在了索朗校长旁边。拍完照后，索朗校长说了一下查分的时间，出分时间是7月末。第二件事情就是告诉同学们，许老师要回去北京了。这件事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支教老师肯定会离开。真的到了这一天，所有人脸上都浮起了不舍和难过。许南恒不敢细看他们的表情，只简单的笑了笑。他站在国旗旗杆旁边，和开学那天一样的位置，说：我得回北京开会了，所以没法看你们出成绩，不过没事儿，索朗老师会把你们的成绩转告给我。许南恒清了清嗓子，无论成绩如何，排名怎么样，考没考上重点，我希望你们都要记住，永远不要停止读书，不是教科书，不是数学书、英语书的那种读书，而是读书。从前人们觉得非洲那么热的地方不可能有雪，但东非大裂谷的南面的乞力马扎罗就是一座终年积雪的火山。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走过的路和读过的书都不会辜负你，如果没办法，没时间走去世界各地，那么就读书。他没有看学生们是怎样的眼神和表情，说完这些话后，他只笑了下，说了句毕业快乐。接下来就收拾行装回去了。返程的当天上午，方石优过来帮他一起搬行李，抱着他的咖啡机。索朗校长和几位老师过来送他，给他戴上哈达，祝福他一路平安，给他带上了一包风干牦牛肉和糌粑面、奶渣糕、一便当和酸奶，还把他的保温杯里倒满了奶茶，是甜味的。许南恒把所有拍立的照片都留给了他们，最后跟索朗校长合了一张影，拍了2张，一张自己带走，一张留给校长。最后和所有人轻轻拥抱了一下，去小医院开车了。你别送我了，许南恒说，来来回回的，路不好走。方石优轻轻摇头，送你？你怎么送呢？把我送去山南市，然后自己坐车回来。许南恒笑了笑，真没事儿，我车技还可以。方石优还是摇头，我送你出那区。许南恒笑容僵住，站在大 G 旁边，问，到那区？物理层面的送君千里啊，你可别了，从这儿到那区600公里8小时，你别闹。许南恒没有真的生气，他不可能让这次告别变成不欢而散。但方石优很坚持，他纠正，不是到那区，是出那区，修车店每天有车去拉萨，我坐那个回来。许南恒会意，方石优是打算把自己一路送到当初遇到的地方109国道的那个修车店。虽然方石优没有明确说是那里，但许南恒就是知道。8个小时后，日薄西山，傍晚湖蓝色的天边悬着一颗颗晚星。国道109青藏公路上还是那么多大货车，7月天好了，除了大货车还有不少自驾过来的。祖国道路建设越来越好，许南恒在副驾驶窝着，看着车窗外说，以前没辆4驱越野都不敢进藏，现在路好了，电车也能来了。方石优在开车，是啊。许南恒偏过头看向主驾驶，看着方大夫的侧脸。之前也是这么看他，那会儿只觉得这大夫挺帅，校草学长的那种感觉。想到这儿，许南恒忽然问，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挺多人追你的？我？方石优没想到他会问起这个，没吧，学医很苦的，专业选得好，年年赛高考，
就有我们医学一份。这倒是。许南恒点点头。方石优转问他，你呢，许老师，你这样貌没少上表白墙吧？不知道，我挺宅的，不爱出门。许南恒懒洋洋地说，而且我长得也就一般吧。方石优直接笑出声了，可别谦虚了你，当初月黑风高的我拦了你，有3分是因为你帅。呵。许南恒盯着他，憋这么好几个月才说出来啊。方石优扶着方向盘，你当时不是问我吗？说看我也是金牌车，7分是因为你车金牌，3分是你长得帅。许南恒笑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行吧，我当时也是看你长得不错才愿意捎上你。全长3900公里的109国道，每天有无数辆车进藏出藏，每天有无数人擦肩而过，向着反方向。偏偏他一个支教老师遇见了援藏医生，那天他心情很差，他在毒瘴一样的浓雾里从京藏高速拐上国道109，他下车抽烟，但兜里没火机。接着方石优走过来擦开砂轮，他将烟尾焚入火苗，橙黄色的火苗一扭一扭，他和方石优第一次对视，看着对方的眼睛。汽修店前的国道边，方石优停车下车，高原的风自由自在，牧民们驱赶着牛羊回家，国道边的摊贩们亮起电灯泡，飞鸟啼鸣。二人在车边，晚星下，晚风里拥抱接吻，吻得不深，缠绵着吻了很久。最后许南恒上车前，方石优把初见那天的防风打火机给了他。下个月北京见了。许南恒说。北京见。第42章许南恒原路返程。过格尔木的时候，从109国道拐上京藏高速，来的时候这段路包裹着浓雾，他当时不得不开着雾灯双闪慢吞吞的开。今天离开是晴朗的夜，哈达被他放在副驾驶座位上，为了不让他乱飘，许南恒把他系在副驾驶的头枕上。这一路返程离藏，许南恒消弭了来时的所有烦恼。他感谢支教岗抽签的时候，系统把自己分到了西藏。当时支教岗会议上有几个老师投来了怜爱的目光。中国版图上，任何一个省会城市到拉萨的距离都超过1000公里，拉萨对西藏之外的所有人来说都是远的。因为遥远所以向往，因为遥远所以要鼓足勇气才能出发，也因为太过遥远，可能这一生都没办法踏足。人们囿于生活、家庭、工作，四季更迭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季度报表。许南恒家里做公司，所以他知道太多人的电脑里那个专门存放工作文件的磁盘里会有一封打好的离职报告。但离职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底气。那一夜夜永不沉眠的繁华都市，霓虹灯彻夜璀璨，炫目迷人眼，杀人不眨眼。过茶卡服务区后，许南恒下了高速，找了个地儿歇脚过夜。他到旅店后给方石优发微信说了一声，方石优没回，约莫在忙，他便切走微信，冲了个澡后随便刷了几个短视频，然后睡下。他睡前刷到的最后一条视频，有一条留言获得了几万个点赞。朋友们，这条点赞过10万就辞职去拉萨。这条留言还附着一张照片，是从写字楼落地窗向下拍的城市夜景，留言时间是23点33分。这位可怜人依然在加班。许南恒继续出发，过了茶卡，过西宁，过银川，过朔州，过来源。第4天，北京南6环近在眼前。方石优一路都在告诉他注意安全。进入北京后，许南恒给他回了个定位消息。傍晚的时候，收到了方石优回复过来的微信，说他刚刚下手术，问他到家了没。东城区600多个平方的4合院，朱红漆的街门，2进的。他家跨院当杂物间了，里面存放着许南恒小时候骑的带辅助轮的自行车。再过了月亮门，一个90多平的院子，种了花芽菜的。今儿许南恒回家，姨妈舅舅和二伯都过来吃饭。姨妈姨父和他姐姐，姐姐怀里还抱着个幼崽。1年没回来，胖胖又胖了，池塘里的鲤鱼也胖了。在厅里跟老爷喝了一杯后，许南恒说吃的有点撑，去院里坐会儿。他出来，
胖胖也扭了个头跟着出来。他家四合院的台基挺高的，高度刚好坐着。北京晚上没那么多星星，许南恒回来后有点醉氧，所以刚到家就睡了，睡了一下午，到晚上吃完饭，现下坐在这，精神头还不错。厅里的灯光透过窗棂洒出来，乐呵的一家人，他姐姐的小孩刚1岁，挺好玩，家里人逗孩子逗得开心。倒是许南恒觉得空落落的。唉，许南恒拨开胖胖的爪子，这我的东西，你挠什么呢？他手里拿着方石优给他扎的羊毛毡，胖胖想玩。许南恒借着灯光看看羊毛毡，又看看胖胖，说：“胖儿，这不能给你，这是你嫂子送给我的。”胖儿滴流圆的俩眼睛望着他，带着9分疑惑，1分漫不经心。许南恒扑的笑了，看着猫，嫂子有点怪啊。接着许南恒把羊毛毡举到胖胖脑袋边，给这俩拍了个合影，发给方石优，也发了条朋友圈。屋里热热闹闹的，他总不进去也不好，坐了一小会儿就进去了。夜里方石优给他打了通电话，没人接，猜着是睡着了。从高原到平原的醉氧就是容易头晕，而且嗜睡。许南恒确实睡得早，睡在自己长宽2.7米的大床上，绣着高级纺织面料的床单被罩，所以舒展翻滚也不会掉下床。手指间揉搓着绵软舒适毛茸茸的，许南恒闭着眼睛又搓了2下。不对啊，这是北京，他家里，他自己的房间，为什么会摸到方石优的哆啦 A 梦毯子？紧接着，徐老师陡然睁开眼，莫不是收拾行李的时候把他毯子收进来了？那方石优还睡得着吗？然而睁开眼才发现，他摸的是胖胖，胖胖在他床上摊成了一块猫饼。许南恒悠悠的看着胖胖，挠他下巴，你得有15斤了吧？胖胖眯起眼，呼噜噜。在家缓了几天的许南恒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家里有住家保姆，2位阿姨，他连外卖都不用走到大门去拿。就连谭老师他们叫他出来吃饭，他也婉拒了，说要在家里聚聚神儿。戴老师调侃他，怎么的，吸一吸紫禁城的龙气。临到学校开会，得出门了，徐老师在家里收拾了一下，提前了1小时出门，去理发店修了修发型。今天是方石优他们援藏医疗队最后一次义诊，义诊的村庄在藏南国境线附近的山谷中，可能没有信号，方石优提前告诉了他，让他别担心。许南恒开完会是傍晚6点，北京的天还没暗，月亮很薄，看不着星星。他站在地铁口抬着头，他以前觉得北京真大。海淀和朝阳算得上异地恋了，朝阳北路一条路上将近20个红绿灯，堵起来的时候没出3环的许南恒他爸就喊着腰要断了。现在他依然觉得北京很大，但北京大得太拥挤，挤得天空都只剩下一小块。他们一个在国境线5000海拔野风乱吹，一个在4号线等待开往安河桥北。地铁呼啸而过的风掀着许南恒的刘海，这才几天他就开始想念草原。忽然之间，就在被地铁风吹到的刹那，他理解了视频留言区里的那位点赞10万就离职去拉萨的仁兄。此时此刻，他无比想听一听藏南高原的风声。于是在地铁涌来的风中，他没有随着人群进车厢，他站在原地打了个电话，由于对方信号不佳，方石优不一定能接通，连等待的嘟声都延迟着好几秒，通了，那边很快接起来。方石优声音有些沙哑，但接通的瞬间绽放出欢欣，徐老师。他应道，哎，方大夫。接着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他依稀听见方石优在问他是不是有点不开心，他嗯了声，方石优说你等一下。然后下一刻，手机听筒沉寂了一个眨眼的时间，随后他站在4号线，听见了熟悉的壮阔的山峰，网络信号奇迹般的瞬间畅通，他甚至听清了方大夫白大褂在风里猎猎作响。方石优打开免提，举起手机。喜马拉雅北路的风吹不到北京，藏南高原的晚星照不进4号线，但方大夫做到了。直到信号自动切断电话，许南恒慢慢将手机拿下来。下一班地铁来了，他给方石优发过去一条微信。
谢谢方大夫，感觉好多了，实乃神医。他特意评了一下，来表示自己真的心情好多了。然后揣上手机进地铁，他要去北大东门。他爸爸今天赶高铁，太堵了，车料那儿改坐地铁了，他去把车开回家。徐老师开着他爸爸的车，堵在原本该他爸爸堵着的路。北京的天暗了又暗，然后城市里亮起大片的灯，晚上也是明晃晃的。堵车时想着一会儿吃点什么呢？五道口的麻辣烫，东直门的串串香。然后想起来家里还剩了点牦牛肉，于是打算回去拿它下碗面得了。方时优就这么做过一碗牛肉面。因为时间还处于暑假，所以北京哪哪都是人，和另外3位支教老师的聚餐计划终于定在了一个傍晚。这天许南恒出门的动力是西藏自治区中考可以查分了。他从清晨8点睁开眼，就给索朗错母发微信打电话，问达桑曲真查没查分，确实需要分散一下注意力。索朗校长一边要安慰同样焦虑的曲真，一边要给许南恒解释说，并不是系统一打开就能查到的，这个公布时间每个县市不一样。于是许南恒出门了，在暑假笼罩下的北京城，勇敢地挤进5号线，与3位老师们会合。4个人在雍和宫 F 东南出口碰头，一路上那地铁里给许南恒挤的，他感觉在地铁车厢里的这些人活像胖胖的猫罐头、肉酱。原本出门一趟，许南恒已经把查分这事儿放一放了，结果谭老师迎面就是一句：分查到了吗？一行4人虽然在雍和宫站碰头，但今天不去雍和宫，人太多了，排队排了几个弯。他们直接去斜对面的胡同，在胡同里挑了家咖啡厅坐一坐。许南恒焦虑的抖腿，苏雨和戴季棉分着吃一块小蛋糕，因为许南恒抖腿控制不住的逐渐猛烈，戴老师挖一块蛋糕被抖掉回盘子里2次。许老师，你是踢着店门了？戴季棉问。哟，许南恒停下了，实在是太急了，索朗校长还没回我微信。戴老师，你微信发出去多久了？许南恒，足足35秒了。苏雨说，既然等查分，那不如去白白孔庙吧，也不远。10多分钟后，的确不远，正因不远，所以提前看见了队伍。一行人又沉默了。7月末的北京好像更热了。最后决定去和生汇，一间挺大的商场，在里面找个餐厅吃点，然后逛逛。席间徐老师感叹，果然是假期，318川藏线都堵得一动不动了。他把手机给他们看，是方时优分享过来的一个视频。318国道上车主们在路边打牌。饭刚吃完，索朗错母发来了微信，是个表格，达桑曲真超常发挥，排名有望进拉萨的重点高中。这天晚上，方时优在村庄小医院做工作总结。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之后，医生们最后去几位村民家里做最后的复诊。方时优和顾老师买好了机票，从拉萨飞回北京，他的车暂时留下，援藏医疗队还有几位同事在附近县城帮忙手术。之后他们开方时优的车回北京。方时优离开村庄的当天，索朗错母和村民们送别了援藏医生，他请方时优带自己向徐老师问好。几天后，方时优和顾老师一班飞机从贡嘎机场起飞，经过高原群山上空紊乱的湍流，在重庆转机。由于高原生活太久，骤然进入平原，父子2人都出现轻微的醉氧，等待转机的时间里，在休息厅的沙发上眯瞪了一会儿。方时优的身体素质还不错，睡了半个多小时就缓解了。他醒了之后，第一时间给许南恒发微信，之前下了飞机跟他说了一声，接着就睡了。许南恒回复的挺快，降落的时候是一个人吗？方大夫，这话问的。方时优捏着手机笑得隐晦，他早就给了许南恒航班号，这趟落大兴也说了和顾老师一块儿。恰巧顾老师倚着沙发那边也醒了。方时优问，您怎么样？顾老师搓搓脸，好多了，哎呦，去倒点热水。说着，顾老师就站了起来。方时优咳嗽了下，问，爸，那个回头北京降落之后，我就不跟您一块儿了，您跟大姑大姑父先回吧。顾老师站着他坐着，低头审视他半晌，想起他儿子的对象，那支教老师1个月前回的北京。
于是说：“得，我买个动车票，从这儿坐去华西，问问他们聘不聘我这个北京的正高。”哎，别介啊！方石优失笑，不是嫌您碍事儿，哎爸，谁听不出他这话里藏的什么事儿？顾老师接了杯热水回来坐下，又翻了他的白眼。当晚11点，大兴机场降落。大姑和大姑父开车来接。方石优到底也不是小孩，不和长辈走就不走了。正值暑假，航站楼每天乌泱乌泱的人，跑道上飞机起起落落。幸运的是，今夜大兴上空宁静如镜，晴朗无风，很适合起飞降落。方石优看着他爸和他大姑姑父三人离开后，刚想掏手机问问许南恒人在哪，下一秒他还没碰着裤兜的手被人抓住腕子，劲儿还不小，拽起他就走。徐老师戴那个熟悉的可口可乐配色鸭舌帽，纯黑色短袖 T 恤，一奢侈品牌，剪裁做工不简单，且低调，没有 logo。许南恒不发一言的拉着方石优往外走。停车场有黑的奔驰大 G， 徐老师点火开走。他不说话，方大夫也默契的不出声。夜色下，偌大的北京在平稳呼吸，路灯一缕缕地照进来。对方石优而言，北京璀璨夜景不及此时开车人的一半吸引他。一整条路，他都目不转睛盯着徐老师的侧颜。虽说暑假北京的酒店不好订，不过他许大少爷要住的酒店也不在暑假的影响范围内。6000块一晚的订完了就订15000的，这老师进门帽子一摘，把方大夫摁在门板上亲。方石优几乎是同时回应他，手掌盖住他后腰，将他扣在怀里，手垫在他后脑勺，反客为主向前几步，把他压在玄关侧边的墙上。第43章，咚的一声，方石优的行李箱在两人互相拉扯的时候被撞倒，接着他们很默契的，一只手抱对方，另一只手去脱自己的和对方身上的衣服。方石优是晚间下飞机 ，T 恤外面穿了件薄的格子衬衫外套，由于他们根本没开灯，所以许南恒也不知道自己正扯着他外套的哪个部分。总之他不管不顾，他要这具身体不着一缕，什么都别包裹他。所以尽管哧啦一声，很明显的布料被撕开的声音乍然响起，两个人也没有停止动作。这房间不愧是在朝阳区15000一晚，床垫足够柔软的同时有着极好的支撑力，上乘面料的床品散发着助眠的幽静的香。皮带扣当啷啷的响着，他们边接吻边去解对方的。徐老师的皮带很好看，他品味不俗的妈妈给买的，也是奢侈品牌。方大夫解开他后，把他整条拽出来，另一只手握住许南恒两只手腕，向上一举，皮带捆上。许南恒一愣，旋即笑起来，1个月不见而已，学这么坏了？那皮带绑不了多紧，方石优亲他侧脸，说：“你该庆幸它是皮带不是绳子，不然给你绑个外科结。”许南恒被绑着双手，失去了和他互动的能力。他向来贫嘴，这么会控制病患，不如去当兽医好了。下一刻，徐老师说不出话了，因为他被方石优口了。接下来两人一起去洗澡，在造价不菲的卫生间里洗完澡回房间继续。站着、跨坐、趴着，铺满长绒地毯的房间有着绝佳的隔音条件，这个房间里的一切一缕声音都飘不出去。如果说在西藏的时候，方大夫是考虑到种种因素克制着自己，那么在北京，在这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的房间，加上将近1个月的分离，方大夫快把他折腾哭了。好吧，确实掉眼泪了，但不是哭出来的。大方石优按开床头柜的台灯，浅浅的鹅黄色的光亮起来，然后侧躺着，胳膊撑着头侧看着他。许南恒原本看着天花板的，慢慢侧了些脑袋，看向方石优。方石优开的是他那边的台灯，台灯在他后方，光线的传播路径让方大夫的脸部轮廓极为明显。许南恒说：“你怎么像凶手欣赏犯罪现场一样的眼神看着我？”方石优笑起来，净瞎说，我学医的宣过似的。许南恒轻轻抬眉，捏着被角一掀到腰，指着自己身上发红的一块块，你的罪行。方石优给他盖回去，则说话就说话，掀什么被子，别着凉了。许南恒连呼吸都累，
你在县城的时候跟我做，封印了多少公里啊？方石优笑笑，不好意思啊，想喝水吗？不饿。许南恒从被窝里伸出胳膊，手心覆盖在方石优脸上，宛如抹撒一尊北宋的玉壶春瓶。方石优也很懂事，像小猫一样蹭他手。想喝点甜的。许南恒说，再躺会儿，我们出去找个地儿买奶茶吧，让服务员把床单收拾收拾。方石优点头说好。他很喜欢许老师这样坦荡洒脱的样子，他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羞赧。不是说羞赧这件事情不好，只是人的喜好不同，方石优就喜欢他这一挂的。许南恒又闭上眼，慢悠悠的舒服的呼了口气出来。这么安静的躺了10多分钟，手机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两个人默默的待着，享受着封闭空间里只有彼此的气息。良久，许南恒休息好了，他的衣服裤子是不能穿了，好在方石优行李箱里有干净衣服，给他找了一套。虽是8月，凌晨还是有些凉的，方石优给他拿了个衬衫外套。高端酒店24小时都有服务员，俩人大大方方的用电话叫了服务员过来打扫。这个时间打扫不用猜了，多半是做的太激烈。时间是凌晨2点过半，北京的夜生活其实没那么丰富，比川渝地区的夜生活那是比不过的，但和江苏地界还姑且能比一下。方石优记得望京有个做生蚝的店，手机一搜，人家2点就关门了。北京这城市其实挺大爷的，不是摆谱的那个大爷，是家里听着电视声在沙发上睡觉的大爷。明明呼噜声都来了，你电视一关，他醒了，问你关他电视干嘛，他还听呢。北京就像那个大爷，你说他睡着了吧，人家工体北路热闹着，你说他没睡吧，鸟巢9点半就关灯了。俩人在人行道同时叹了口气。起了些风，徐老师双臂抱胸，衬衫下摆飘飘扬扬，说，这偌大的朝阳没个吃宵夜的地儿吗？我再想想啊。方石优抿了抿唇，找个烧烤摊呗。许南恒说着挪了一步，手往方石优外套里伸，摸索了2个兜，问，烟呢？好像没带。方石优说，烟在被你扯烂的那件里。那先去买烟。许南恒说，其实方石优不太想让他做完这么激烈的状态吃烧烤，对身体不好。然而买完烟后20分钟还是在烧烤店坐下了。徐老师是虚了点儿，但还没那么脆弱。他是那种当代26岁年轻人都会有的虚，天天睡不着也睡不醒，嘴里念叨着人呐要多喝热水，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一听罐装可乐。不过徐老师也确实不脆弱，他的体能能够撑着独自驾驶3500公里进藏，能骑马放牛，能爬山，能下田。一盘烤肉串端上来，浓烈的烧烤料味道让人瞬间感觉饿得不行。这俩人剧烈运动过，又是成年男性，对视一眼，交换目光，然后沉默的吃起来。点了烧烤小龙虾和一些烤蔬菜，吃了1个多小时，然后双目无神的靠在椅背上，觉得人生至此足矣。时间是凌晨4点20分，结了账出来，夜色浓厚，仰头看看，北京是能看见星星的。方石优揉揉他后颈，打趣他，颈椎还好吗？哎呦。许南恒微微闭上眼，对，就那儿。方石优笑着给他揉。再等一会儿就日出了。许南恒回头问他，去看升旗吗？走呗。方石优说。两个人凑在一起好像就不会累，1万5一晚上的酒店也没有所谓。在凌晨的街边牵上手，招了辆出租车。师傅一听去看升旗，问，哟，来北京玩的呀？许南恒说，刚回北京，1年没回来了。师傅，打哪儿回的呀？西藏。许南恒说。师傅说了句网上流传甚广的话，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许南恒能让话掉地上吗？是，此生必驾318，一路向西到拉萨。方石优在边上笑。然后师傅反应过来了，北京往拉萨也不走318呀。许南恒啊，走的109，路上还捡了个对象。那感情好。
师傅赞许道：“这个点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挤不进去了，夏天5点多就日出，计划来看升旗的人们凌晨2、3点就来占了位。他俩在最外边那一圈，能看见旗杆也就够了。”他有点想念西藏了，边境村庄很多国旗。许南恒轻轻的深吸一口气，看着北京的蓝天，他想，藏南高原的风一去万里，一定也能吹到北京。回了酒店后，方时悠已经在收拾行李箱了。许南恒把窗帘拉开，问：“你收拾东西干嘛？”方时悠正愣了下，中午不退房吗？许南恒弯唇笑道：“我订了3个晚上，后面就是昏天黑地的3天3夜，做爱、看电影、客房送餐。第4天，方大夫真得走了。许老师有暑假，方大夫可没有。援藏医疗队剩下的同事们回来了，他们剩下的人是8月份去其他县城帮忙手术的，当时借了方时悠的车开过去。这2天他们轮换着开，2天半开回了北京。方时悠要去接车。离开酒店的时候是晌午，许南恒在路边长长的伸了个懒腰。方时悠叫的出租车还有2分钟就到了，许南恒不跟他一块儿，许南恒坐地铁回去。车得保养吧？许南恒问。方时悠点头，得做个透彻的保养。你呢？你车回来烧机油了没？可别提了，我回来之后开去保养，连带修车3张纸的账单。方时悠露出无奈的表情，然后许南恒补充，双面打印的3张纸。啊，对了，许南恒说，过几天有空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方时悠不解。许南恒，我给你补个生日礼物呀，但还没做好，要再等几天。方时悠扶着行李箱看着他，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吧？别太破费了。不是。许南恒抿嘴笑笑，边角料。方时悠拿他没办法，恰好出租车到了，他点点头，那先多谢你了，许老师，我走了。去吧。这句我走了和去吧的对白，当初在西藏说过无数次。2个人都很忙，而且工作性质都不普通，而正因如此，才更加体谅对方。出租车开走后，许南恒呼了口气，走路去坐地铁。3天3夜没归家，许南恒脚刚迈进门槛，和出门的尚阿姨打了个照面。尚阿姨是他们家10好几年的住家保姆，见着他一笑：“你回来了，我去超市买点麦片呢。”许南恒侧身让阿姨过去：“哎，回来了，您路上慢点啊。”啊！尚阿姨往门外瞧，问：“你对象没带回来啊？”许南恒哽了下：“您怎么知道啊？就菲菲怀里那个1岁的不知道，全家都知道你这3天出去谈恋爱了。”尚阿姨激动地说。得，许南恒挠挠头，傻笑了2声，没带回来，下次吧。再进门，他姥姥在院子里浇花，左右看了看他，问：“一个人回来的？”是啊。姥姥脚边的胖胖，喵。许南恒朝他龇牙示威：“你喵个屁，轮得着你喵吗？”再一拐，老爷拎着笤帚出来了：“你那个男媳妇呢？”说实在的，许南恒起初真没想到他姥姥和姥爷能接受的这么容易，一开始是只有他妈妈知道，但他妈妈说了，这事儿肯定要跟老人家坦白，因为他妈妈跟他一样，脸上藏不住事儿，指定一眼就被识破。结果呢，就在许南恒从西藏回来前不久，他妈妈特意看着老人家量完血压了，跟他姥爷说许南恒找了个男媳妇。然后他姥爷恍然：“哦，男方媳妇。”他妈妈说：“不是，男的媳妇。”他姥爷错了，别的男人的媳妇。果然拆屋效应承不我妻，一个更离谱的事件之下，让原本那件一般离谱的事情让人更好接受。许南恒心说，难怪他随口一说我跟朋友出去几天的时候，家中无人反对，也无人追问。真是，老爷说，还脸红了，我认得你26年，你就出生那天脸和今儿一样红。那不至于吧，您忽悠我呢。方时悠那边跟援藏回来的同事们会合，先开车回家把行李放下，然后预约了一下4S店的保养。
医院那边是周一开会，也就是2天后正式重新上班。他回家后打开电脑，把排班表发给了许南恒。后一天，顾老师和方时优去给方明书上坟，带着花和糕点。因为不是特殊的日子，墓园里没什么人。其实这30年来，方时优觉得妈妈没有多遥远或多陌生，因为顾老师常常提起她，不仅是在方时优面前，在家里其他亲戚面前也常提。顾老师很怕人们把他忘记了。在方时优读大学的时候，家里亲戚之中和顾老师最近的大姑开始试着劝顾老师再找一个。那会儿大姑说，都这么多年了，也守得够久了，孩子在学校里住，你天天回家乌漆嘛，黑冷锅冷灶的。大姑的想法没什么问题，当时顾老师正当盛年，工作体面，收入也不错，这条件再找个伴儿轻而易举。但他父子俩都是情种。方时优磕完头站起来，小声的跟他妈妈说，谈恋爱了，谈的是个老师，一表人才，是男人。良久，等顾老师负着手走去台阶那边了，方时优才对着墓碑又说了一句，妈，我想这辈子都跟徐老师在一起。他觉得他妈妈会同意的。说完，他看向顾老师站在台阶那儿的背影，你们夫妇一体吗？对吧？大约3、4天后，方时优白班下班，在更衣室换完衣服，边看手机边往医院外面走。许南恒发了个定位给他，让他打车过来，这没地儿停。30多分钟后，方时优到了，这是一家门脸不大的裁缝店。他推开玻璃门进去，木质的地板和檀香气味显得这家店很不简单。进门后，2个人穿威尔士亲王西装的人形模特，墙上挂着各种款式的西装，这里是一家私人定制铺子。不多时，试衣间的门打开，许南恒穿一套深藏蓝色的西装走出来，他一边整理袖扣，一边抬眸和他视线相撞。听见试衣间动静，帘子后面的老板走出来，率先打量许南恒，说，这套很适合你。接着老板看向方时优，朝他微笑点点头。方时优也点头示意。许南恒看向老板，辛苦您了，对了，那条领带劳驾您拿一下。老板是位手艺人，头发半白了，经他提醒才哦了一声，我又忘了，我说我进后头要拿什么来着，哎呦这个记性。方时优盯着穿正装的许南恒，盯得有点眼睛发直了。许南恒走到他面前，笑着问，上班上傻了？没有，方时优说，你这也太帅了。过几天我姐姐家孩子办周岁宴，我妈非要我过来做一套新西装。老板撩开帘子出来，手里拿了一条领带。这条领带和许南恒身上的西装是一个颜色偏黑的藏蓝，一样的布料，一样的暗纹。许南恒从老板手里接过来，递给方时优，你生日礼物，这套西装边角料做的。我知道你怕我送贵了，这个不金贵。方时优一眼便看出来了，他很意外，之前他很担心许大少爷会送一些贵到离谱的东西，他也担心许少爷像自己一样手做一个，这点担忧是因为他怕大少爷给自己手整残了。但是用对方西装的布料做一条领带，有一种取下我的一部分送给你的浪漫。金贵的。方时优说。晚上许南恒告诉他，他本科是师范嘛，班里姑娘多，有次偶然听见他们聊到一个说法，大致的意思是请心爱的女士在做旗袍的时候才下一块布料赠与自己做一条领带，实在是太浪漫了。这个礼物的灵感就是这么来的，但自己是男人，所以做西装的时候才一块布料做成领带送给你。方时优说他很喜欢，非常喜欢。第44章，许南恒表姐家孩子的周岁宴在傍晚，本校的开学前会议在下午3点半，所以他直接穿了新做的西装过来开会，不用回家再换一次。8月末尾的北京，骄阳悬空。北京干燥，太阳是干烤。许南恒停好车后，把西装外套留在车里。这天要是穿着外套在外边走路，那这外套和烤焦花鸡时候包着的荷叶有什么区别？哦哟，许老师穿这么帅来开会啊！迎面走来的同事是暑假前刚送走毕业班的陈老师。许南恒笑了下，
您过奖了，程老师。学校办公楼刚上到4楼，在走廊上都能感受到空调冷气。许南恒穿的没有多浮夸，就是白衬衫领带和西装裤。但许南恒这套是裁缝按照他前肩后肩、前领后领，甚至西装裤都询问了他平时放左边右边，量身定制。加上用料上乘，穿在他身上俨然不普通，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会议室门大开着，因为人还没到齐。里面空调风咻咻的往走廊吐着冷风。从前许南恒对这样夏天开着门开空调的行为没有太多感觉，他家境摆在那，无非就是多点电费，但去了趟西藏回来后感觉不一样了。许南恒从小到大，记忆里的停电只有那么1-2次，都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一条街要是开空调的太多了，就会电压不稳，然后停电。他就跟老爷在院里摇扇子。但到了西藏后，原来还有地方隔3差5停水停电，原来有这么多人1块钱掰成2半用。许南恒让了个位置，请程老师先进，然后自己迈步进去，伸手带上了门。那门有点重，关上时候砰的一声挺响，会议室里闲聊的老师们齐刷刷看过来。许南恒泰然自若的也看向他们，扫视一圈，角落里的谭老师朝他招手，示意他坐那儿去。我早看那大门开着不顺眼了。前排的戴老师回过头，低声说，坐这儿的都是人民教师，教学生节约能源一套套的，自己恨不得把空调端大街上吹，显得他。苏雨坐在戴季棉旁边，这4个人占据了会议室的右后角4个位置。苏老师应和，就是你记得副主任办公室吗？门窗开着，空调加湿器开着，说是空气流通，不然盆栽都蔫了。他当他办公室是御书房呢。许南恒听着笑了2声，然后抬腕看表，问，不是3点半吗？副主任开会哪有准时的？谭老师拖着下巴打哈欠，准点来的不都是我们这群初级吗？许南恒点点头，想来也是。不一会儿，会议室门打开了，苏雨看不惯的副主任端着个茶杯进来，后面跟着一群老师。主任看了看座位上，笑眯眯的说，坐那么散，听得清吗？他们4个互相看了一眼，拿着手里的东西指着笔记本或 iPad 和 pencil 挪到中间去坐了。副主任又说，来的时候怎么门关上了？我以为不是这间会议室呢。说是笑着说的，实则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门开着敞亮嘛，他们当老师的都喜欢一眼能看见里面，那是为了看看学生们在里面干嘛。而当领导的也是一个心理，看看这群年轻人在里面干嘛。这时候一个老师半开玩笑的说，许老师来的时候关的，怕浪费电吧。半个屋子里的人看向许南恒，许南恒今儿这气派十足。晚上聚餐吃饭，虽是家宴，但父母也请了些生意上走得近常合作的朋友。出门前，他妈妈叫了上门的理发师，抓了头发修了眉，甚至北京太干还给他敷了片面膜。他就在那儿坐着，转着笔。人们看过来，他不转笔了，微微靠着坐，轻描淡写道，是浪费可耻，小时候没学过吗？他也是笑着说的，垂眸凝目，大抵是表达，你开玩笑，那我也开玩笑，谁都别较真。那老师被呛了一句，坐正回去，不出声了。副主任干巴巴的笑了2声，说，哎呀，徐老师说的对，杜绝浪费。接着又一个老师帮腔，那老师坐在一位资历挺深的老师旁边，声音不大不小的说，哎，关老师，您看徐老师这话说的，要是明天校长是不关门开空调，他回头不把学校买下来。关老师侧目看了他一眼。许南恒听见了，他不想装没听见，也声儿不大不小的说，那可不，雷老师，我要真买了，您可就是私立高中的老师了。哎呦，那位雷老师皮笑肉不笑的，又看向关老师，指望关老师帮他说2句，但人家别过脸去捋衣服了。副主任在前面出言阻止了，行了行了，咱们徐老师是支教回来的，看了偏远山区的条件，内心有触动，是吧，徐老师？主任为人八面玲珑，升职后教学工作减轻了，和教育局里的领导常吃饭喝茶。原本许南恒低调，
家事如何无人知晓，后来被人意外发现住在四合院，副主任自然打听了一番，这才跟许南恒客气的。开会那叫一个漫长，许南恒想挠头的时候，想起来头发上打了发泥，遂去挠了挠后脑勺。旁边谭老师悄悄挪过来一点，轻声问他，开完会去吃串串香不？前边苏雨往后一靠，说，徐老师这身打扮，你让他往串串香店里坐，人一看就是要相亲去。谭熙恍然，哦对，我刚发现呢，你丫今天穿的跟明星似的，你是不是还搞头发了？戴季棉也往后一靠，说，徐老师什么时候把学校买下来，我要做4休3。他不知道该先拒绝谭老师的串串香，还是该先跟苏雨解释自己并不去相亲。至于买学校，许南恒说，我要是买下来了，全给我007做北京升学率最牛逼的民办。三人看向他，资本家。这回开完，快6点了，他赶紧去开车往酒店赶。坐进车里后，给方石优发了条微信，问他几点能到。今天晚上的周岁宴家里，让他带方石优一块去，也算是借着聚餐和家里人见一见。方石优今天休息，只要他不上班，那么微信就回得很快。方石优说他还有15-16分钟，那看来是方石优先到。许南恒点火开车，一手扶着方向盘，单手把车开出车位，一手摁着说话键。行，我现在出发了，不堵的话半小时到，要是堵了，你让他们给我留口饭菜。家里晚上这顿饭是几大家子和一桌生意伙伴，这种场合叫上方石优，那说明许南恒家里很重视。正因如此，方大夫今儿一整天都提溜着心。今天他大姑、他姨妈都来家里帮他参谋，穿什么，带点什么礼物。顾老师是一早就上班去了，没参与。不过顾老师参与，估计也没什么用就是了。许南恒运气不错，没堵，30分钟就到了。停好车后，拎着外套上楼，家里包了酒店一整个12楼，连几个大厅带包间。他转悠了一圈，在主桌找到了姥爷和姥姥在上座，过周岁的小家伙被姥姥抱着，姥姥那边坐着他表姐的奶奶，俩老人家笑眯眯的在说话。他姥爷这边坐着方石优。许南恒差点笑出声，心说你小子可以啊，都混到主位去了。于是走过去，先打了圈招呼，然后低头看着方石优。方大夫。哎，许老师。方石优站起来，这一站，亲戚里有眼尖的看出来了。许南恒臂弯里搭着的西装外套和方石优的领带是同样的底色，同样的暗纹，分明是同一块布料。许南恒他姨妈笑道，你俩这搭配的还挺巧哈。这话就刻意了。许南恒大方地承认，指尖在方石优领带下边拖了拖，笑着说，我俩一个医生一个老师，2个工薪，西装边角料不能浪费吗？引得大家笑了好一阵。说完，再看向方大夫的时候，徐老师眼神变换了下。方大夫亦是一样，看着正装领带的许南恒，有那么一刹那喉结发紧。今天方大夫也是悉心打扮过，额前的刘海打了发蜡背到后面，溜了2小缕下来点在眉梢，显得不那么凶相。整张脸暴露出来，优秀的面部轮廓和骨相条件一览无遗。总而言之，徐老师很满意。于是徐老师点了点头。见他点头，方石优不解，不错。许南恒平静且真诚的看着他眼睛，今晚把自己抬到朕的养心殿来。方石优过来吃饭之前，许南恒家里就交代了，让他别带东西，孩子过周岁，过来热闹热闹就行。话虽如此，但方石优怎么可能真的空手来？给老人家带了疗餐，给了过周岁的小孩红包，给许南恒的爸妈也备了礼物。晚上还是那1万5一晚的酒店房间。许南恒确实挺喜欢这儿，之前是订不到其他酒店了才选他，住了那3天，很满意。这晚是方石优付的钱，许南恒阻止他的时候，他说，你吩咐了我自己抬自己进去，怎么还能让你付钱？许南恒不知道他1个月工资多少。他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方石优在书桌那儿坐着，屏幕里是一些影像报告。许南恒走过来，
靠着书桌看他，问：“不会一晚上把你1个月工资花完了吧？”方时优笑了下：“那不至于。”说完，方时优抬头：“要是花完了呢？我养着你喽。”许南恒捏了捏他下巴。方时优摇头：“其实我家里还好，顾老师挺能赚的。”方时优处理完工作后去洗了个澡，2个人交紧缠绵着做爱。今天2个人都精心打扮，其实俩人在酒店对视的那个瞬间就已经不太行了。他们越来越契合，做起来的感受越来越美好。这位向来正人君子做派的大夫也愈发放荡，在床上夸他汁水充盈。第二天早上，许南恒还有个会，在教育局不在学校。衬衫皱巴巴的不能穿了，外卖上随便买了件白 T 恤，火急火燎的离开酒店。2个人都走得匆忙，因为有点睡过头。匆匆在酒店门口拨了下嘴，分头跑向地铁站。早上方时优也要开会，在海淀院区，昨晚上床前本子上写好了手术方案的一些细节。到了教育局的会议厅后，当徐老师从兜里摸出一支笔杆上写着北京某医院的蓝色水笔时，他意识到在海淀有个倒霉大夫将在会议上掏出一根 Apple Pencil。 第45章9月开学。开学典礼上，许南恒穿了件普通白衬衫和西装裤，一条普通的深墨绿色领带。大礼堂里，他和老师们站在一块儿，在舞台侧边无人在意的角落里。今年许南恒带高1年级2个班的数学，高1 11班和高1 15班。今年高1年级限制在了15个班级，每个班55人，管制得很死。除开特招生名额，没有接收任何赞助以及关系户。接下来，所有人从礼堂挪去操场，开始升国旗以及新生代表国旗下讲话，直到第3节课才进到班级里。这个时候，班里的事情就是班主任在管理，他们在办公室备课就好。高1年级教师办公室里6张办公桌，6位老师。许南恒的桌子进门这一列第3张。桌子上电脑、书架，大家会再摆一些自己的东西，装饰品、小盆栽之类的。高1 11班的班主任是戴继棉老师，另外3位老师他都不太熟，但能叫上名字。大家稍微打了招呼后，便在自己桌坐下，各忙各的。最后一位就是姓韦的老师，前不久会上阴阳怪气的那位。不过自打知道达桑曲真考去拉萨后，许南恒对这些宵小之辈已经不太在意了。他心情好，和这些人计较反而晦气。支教前，在学校里信口雌黄说许老师是家里找了关系才出去支教的几个老师，被许南恒砸了半个办公室。之后也就没什么人再说3道4。其实在大城市待久了，就会很容易被暴力事件震慑到。退一万步，就算真的挨揍了，是可以报警甚至起诉，但谁想挨揍啊？雷老师呢？暑假开会的那次被许南恒一句话噎回去后也怂了。所以这世道就是这样，你怂，人家就得寸进尺；你狠，别人就退避3分。许南恒今天的课是上午最后一节，在15班，班主任姓桑，桑老师的办公桌和他隔一个过道，桌上摆着一个小相框，是桑老师的全家福。许南恒琢磨着也想摆点东西，他身上还真有一张照片，钱夹里有一张方时优的拍立得。早上看桑老师桌上摆了张全家福，然后当时我钱包里刚好有这张。说着，许南恒从裤兜里摸出钱夹，抽出来拍立得。方时优差点噎住，咽下嘴里的食物后，端起水杯顺了一口，问：“你没摆吧？”“没。”许南恒笑起来：“给你吓的。”“不是我吓着，你那是体制内，别闹大了，工作都没了。”方时优抽了张纸擦嘴。熟悉的酒店房间，一晚15000，大套房，卧室、客餐厅和2个卫生间。今天又是方时优付的钱，许南恒是真的有点心疼了，他毕竟才是主治。餐桌上，他俩坐在桌角，挨着的桌上3道菜，1个汤，1瓶酒，酒店送上来的。这桌子酒菜也都是方时优付的。许南恒差不多吃饱了，他示意方时优给他也抽张纸，说：“你有考虑搬出来吗？咱俩这一晚上消费，
能在我学校旁边租1个月2居室了。方时优靠在椅背上，松了松领带，说：“我不想降低你生活水平。”许南恒面无表情的看着他，要不是你刚刚这个动作有点性感，我已经想好词儿骂你了。不是，我连你县城那个小公寓都能做，怎么回北京了我就挑剔上了？我没觉得你挑剔。方时优有点慌，坐直起来，上身微前倾，不是你的问题，我主观上不想你为了迁就我而委屈。你给我正常点。许南恒蹙眉，我当初订这家是因为暑假订不着别的了，我确实家境还不错，但我不是那种金纯玉立养大，不是，这点你在西藏不是都明白吗？说一半，许老师反应过来了，于是趁热打铁，借着这股理直气壮继续说：“你怎么回事啊，方时优？我是什么西藏限定款支教老师吗？别人是能同甘的不共苦，你倒好，越苦寒你越舒服了。”许南恒就是这么坦荡的人，即便这顿饭吃完2个就要上床做爱，但他必须要在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数学老师解题步骤就是如此，一步一步往下走，有因有果。方时优原本伸向水杯的手停顿了下，改拿酒了，抿一小口。他自知理亏，于是声音放低，半撒娇的说：“没有，许老师，那我搬出来，你喜欢什么房子？4合院估计超出我能力范围了，大平层可以吗？”这大夫真的很能拿捏他，原本他以为要你来我往办上几个回合，没成想他一句不顶嘴，做小伏低温声细语，搞得许南恒也不得不温和下来，说：“我这是从长久考虑，你今晚又瞒着我付钱，我抛开家庭，我也就是一领工资的普通老师，这地儿真没必要。”方时优牵起他手，在他手背亲一口，等周末去看看房子，聊妥了就上床了。15000的房费是具象化的，时间就是金钱，此前有消费积累，今天入住的时候酒店送了一块不大不小的奶油蛋糕。方时优撑在他身上，用自己舌尖的一小团奶油勾着他，钓鱼似的让他伸出舌尖来吃。2个人都有着相当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不用顾忌，左右都是在这封闭的房间里。方时优觉得等到看房子的时候，第一要义就是绝佳的隔音，连吃带坐的又是半夜3更出去溜达，让服务员进来换床单。凌晨的酒店楼下 24H 便利店里，2个人身量高挑，俊逸慵懒的在落地窗边都没坐。许老师面对街景，方大夫侧身站着看着他，买了俩冰淇淋，边吃边聊天。在西藏的时候，方时优说他攒了不少假，但这假今年必须休掉，攒不到明年。许南恒的冰淇淋是芒果味的，他凑过来吃了一口方时优这个巧克力味的，说不太好休啊，主要我这儿放假放的都是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一出门乌泱泱的人，八达岭长城上挤得密不透风。这倒是。方时优也过去咬了一口他的芒果冰淇淋，说那我们可以在周边逛一逛。许南恒看向他，眼神像是在看讲台边坐的那位同学。方大夫，这儿北京，假期里北京的周边地界，意味着你开车从3环出6环的时间，能从日喀则开到珠峰大本营了。末了，许南恒换了个眼神打量他，你能提出这个建议，你平时放假也不出门吧？方时优抿嘴摇头，基本不出门。我说呢，我俩一样。许南恒吃着他冰淇淋的脆筒。接下来的1分半钟里，2个人沉默的吃着冰淇淋最后的饼干脆筒，嘎吱嘎吱的。最后吃完了，许南恒透过玻璃窗看向外面漆黑的夜空，叹道：要不我俩买完房，挑个假期在家里躺上1个礼拜得了。方时优说好。其实我以为你会说国庆买张机票杀到拉萨去，突击检查一下去真月考多少分。许南恒投来欣慰的眼神，手按在他肩膀，跟个领导似的，你很有觉悟吗？我确实闪过了一丝这个念头，但是不行，这才高1，再等等，等他选完科咱俩再杀过去，带上我们学校的试卷，给他点压力和强度。我就知道。吃完冰淇淋，上楼回酒店睡觉。这天许南恒的课是3、4节，
方石优的班是夜班，可以多睡会儿。至于买房的事情，两个人在北京都符合购房资格。方石优这天夜班，难得的没什么事，在网页上看北京的房源。方石优对北京房价的概念就是贵，具体有多贵他不知道，看了中介才知道，原来自己和顾老师住的那老旧小区都快10万一平了。真行啊，北京！方石优边看着这一串仿佛没有尽头的数字，边想着怎么就学医了呢？30岁的主治，副高怎么也要再熬上2年。上学就上了10年，人家毕业出来创业的已经够首富了，没毕业的也跟着导师做项目了。再看看自己，要不是有个顾老师这样的爹，想到爹，方石优先愣了愣，旋即眉头舒展了些。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前不久顾老师还打算在北京买学区房。他知道顾老师有实力，毕竟是90年代的医学硕士，主持过3项课题，参编过医学专著。但同样的，就像他不知道自己住的房子是多少钱1平方，他也不知道顾老师具体有多少存款。说起向爹要钱这事儿，放在一个30岁的男人身上来讲，委实有点难开口，但方大夫也没辙呀。他28岁博士毕业，4舍5入一下，勉强算应届生吗？不是，不丢人。于是第2天大夜值完去开会。今天会开得很快，开完会后，方石优蹲守在病区走廊埋伏他爸。很快，顾主任手端茶杯，穿着白大褂，后边跟着2个博士和2个规培，准备去查房。方石优看准时机迈步出去，2大步走到顾老师旁边，自然而然的融入后面俩学生，喊了句老师早。顾主任斜瞥他一眼，下意识捂住胸口兜里的笔，你有何贵干？方石优笑起来，没事，就问您的好，您查房？我不查房，我去病房里拖地。顾主任平静地说。后边的学生齐齐低头憋笑。那不废话吗？这个点在住院部病区走廊，不是查房还能干嘛呢？方石优抿抿唇说，我查完了，我能跟您查一轮房吗？学习一下。这回顾老师不无笔了，换成另一种防御式眼神。你要是真的很闲，可以去急诊抢救室看看能不能用得上你。在医院里，方石优和顾老师不太亲近，外人看上去只会觉得可能顾老师是方石优的导师。方石优干笑了2声，默默点点头，倒也没有真的跟人家进病房。中午方石优回家洗澡睡觉，傍晚起床做了个番茄牛腩蛋包饭，放进保温饭盒里，开车去了附中。他们附中高1高2自愿晚自习，中间有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方石优停好车，没一会儿副驾驶门被打开，徐老师坐进来，一进来就哼唧，哎呦我脖子。方石优把饭盒递给他，伸手给他揉后颈。周末过来，我给你多揉揉。许南恒摇头，打开饭盒盖子，被顾老师看见了，像什么样？他周一上午在海淀院区做门诊，一般周末他住海淀那边的老房子。方石优说，啊对了，我看上一套房。是吗？许南恒咬了一口茄子浇着蛋皮的饭。方石优把手机拿到他面前。朝阳区350平的大复式，精装修，拎包入住。许南恒差点一口饭哽在喉咙。方大夫，您这胃口挺大，怎么了？是医院提拔你做院长了？方石优震惊道，哪有从主治提到院长的？那你张口就是3000万的房？许南恒问。不是，我觉得我俩住个2居室就够了，你真以为我要给你生3个？关于这个问题，中午下班前他跟顾老师通了个气。起先早上在住院部，他神神秘秘的样子，让顾老师以为这人干了什么类似于把外图开成近推，结果护士没注意到，真的推了这种蹲牢子的事情。结果只是想借钱买房，害得顾老师60的岁数，高压差点高过150。顾老师这才告诉他，早在他念本科的时候就用他名字买过一套房，后来那房子拆迁了，拆迁款顾老师一直没动。遂问他要多少，方石优如实相告，想用他自己的存款再凑个首付。左右他现在公积金也挺高。
顾老师的想法是，在北京买房终究是个大事情，要再去征求一下许南恒家里父母的意见。虽然话说到底是2个人住，但最起码得告知人家父母。方时优把顾老师的意思转告给许南恒，许南恒舔掉唇角的茄汁，点点头，先把最后一口饭吃完，然后空饭盒盖上，掏手机。他就在车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当即约好方时优上门的事件，周末傍晚过来吃晚饭。方时优在主驾驶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点头，宛如接收到了什么史诗级任务，说：好，你早点来，下午就过来。许南恒抽了张纸擦嘴，可以。方时优眼神坚定。许南恒说，这几天那个狸花猫总往我家跑，来揍胖胖，你早点来，我俩把它拿下。原来是这个事儿。许南恒吃完饭下车，刚过马路折去学校，见到鸡排店里出来的谭希。谭老师一脸愁容，许南恒拍拍他肩膀，咋了这是10班算是精英班了吧？就是因为精英班。谭希叹道，小屁孩的英语发音比我好太多了。可你不是教物理的吗？有个学生引用了顶刊文章里的句子。许南恒哑然，只能沉默的又拍了拍他肩膀。这些小孩，许南恒心道，给成年人一条生路吧。周六当天下午3点多，方时优给许南恒发微信，说快到了，自己不是一个人来的，顾老师也来了。这一下就成了正式的双方家长见面。许南恒当时在院子里看着手上的捞网和地上的猫包，感觉自己这套有点不适合见顾老师。他又回房间换了套像样的。人到了之后，许南恒爸妈热情的把顾老师请进了正厅。所以说，不论多大，在父辈面前永远都可以是那个你玩去吧的小孩。父辈们聊天，他俩就出来了。胖胖这几天一直守护在池塘旁边，严防梨花，屡败屡战。许南恒把方时优拉到台基上，廊下的柱子后边躲着。来，许南恒和他贴得很近，藏这儿，那臭猫就下午这个点来，他会先揍胖胖，然后捞鱼。长辈们的聊天内容大致就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晚辈们的聊天内容是今天抓不到他我就辞了工作当池塘保安。终于，当胖胖的双眼骤然紧张，许南恒意识到就是现在。他紧握长杆捞网，方时优拎着敞开的猫包。四合院的墙头瓦上赫然立一气势磅礴的狸花猫，他居高临下，他自信满满。此地他已来去自如多次，如入无人之境，次次全身而退。傲慢，连树上的蝉都在为他加油助威。此时的狸花猫浑然不知可怕的人类正在酝酿卑劣的计划。紧接着，梨花如往常一样纵身跃下，胖胖灵活的向后撤步，随后迅捷如风般站起，又找猫猫拳疯狂抡向梨花。梨花龇牙哈一声后，垫步直接将胖胖一个抱摔。许南恒对方时优低声喝了句上，随后一捞网压下来，喵嗷！好消息，网住梨花了。坏消息，网圈砸了胖胖脑袋。那是结结实实的抡下去，胖胖两眼冒金星，走路摇摇晃晃，得是方时优追上去抱起来，才没跌到池塘里。我靠，胖儿，我不是故意的。许南恒边把梨花塞进猫包边说，应该没事吧。方时优抱着胖胖，揉了揉他脑门，要不也带去宠物医院看看。这一动静把厅里的父辈们招出来了。许南恒他妈一脸困惑，小猫来打架是常事了，为什么战局之中加入了他儿子以及他儿子的男朋友？然后他儿子举起猫包，笑得阳光灿烂，对他说，活捉，我厉害吧？许南恒爸妈完全不知道这时候该摆出什么表情，他们在里面刚刚才跟顾老师说，许南恒这孩子打小就老实。顾老师点点头，用洪亮的声音认可道，厉害。许南恒还沉浸在大仇得报的喜悦中，说，您几位先聊，我跟方大夫把他送去宠物医院阉了。于是从此东城区少了一位梨花战神。许南恒家的四合院也维持住了人口的平衡，搬出去一个许南恒，
搬进来一只狸花猫。10月，许南恒和方石优的房子完成购置。许南恒的父母坚持房子首付一家一半，产权上写了2个人的名字，是共有不动产。至于许南恒家的人口平衡，梨花绝育后，许南恒出于人道主义，让梨花在家里小住了几天，用奶和罐头让她补充营养。梨花猫做绝育手术的时候，胖胖也在医院，脑袋挨了一下子，也带去给宠物医生检查了一下。同时，梨花的绝育勾起了胖胖的记忆，他自己当初也是这么被许南恒送进去，再出来就失去了2枚球球。于是，在共同的敌人面前，2只猫和解了。梨花被四合院收养，泼天的富贵说来就来。梨花猫有了名字，因其曾经战无不胜、威风凛凛，取名老虎。老虎绝育后性情大变，郁郁消沉，日日坐在池塘边顾影自怜，似在怀念过去的自己。每当老虎这样的时候，胖胖就会扭着肥硕的身体走过来，挨着他，一言不发的坐下，似乎在宽慰他，会习惯的。第46章，去年的10月，藏南风雪大作，许南恒2楼宿舍坏掉门锁的门在狂风里摇摆。那天，许南恒把椅子拖到门口，自己坐下，背靠着门板。他记得那天真冷啊，冻得他脚踝以下毫无知觉。然后方石优来了。时隔1年，同样是10月，却是北京无比舒适的季节。方石优把假期休在了国庆节，5天假期衔接1个夜班，相当于是5天再加1个白天的假。北京的国庆，大兴和首都2个机场的吞吐量单日就超了100万人次，更不必说高铁、动车、火车、高速公路。他们新买的大复式还显得有些空荡，置办了基础的家具。乔迁之喜，双方家里的亲戚也送来了不少生活用品，像是新人结婚贺新房。尤其许南恒的表姐冉飞送了一套碗碟餐具和1只珐琅铸铁锅。来的时候，冉飞感叹说，前几年他结婚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流程，差点给许南恒说脸红了。加上那只锅是红色的，更应景了。他们俩没有正式在哪天搬进来，在床和沙发这些刚需家具送到之后就住进来了，后面慢吞吞的陆陆续续的把自己的东西从家里带过来。乔迁是在国庆节前1晚订了个很不错的酒店，2家人聚在一起吃了个饭，长辈们给了红包贺喜。总之线下想想，真的还挺像结婚。喜酒、新居、祝福和2个新人。之后，姥爷和姥姥送了盆栽，二伯送了从国外买的几幅画，顾老师和方石优的姑姑送了1套音响和跑步机。可是这房子实在太大了，上下2层，堆了这么多东西后，属于是养1只8斤以下的小型犬的话，可以满足那只狗的运动量。不过这2位男主人没觉得空旷有什么不好，家里没必要满满当当。起先方石优的姨妈说，她认识很厉害的建材师傅，让人家来家里，在客厅向阳台的空地上打一个水吧台。姨妈是好意，说现在年轻人家里都有这个，调个酒啊什么的，可有情调。被方石优婉拒了。方石优和许南恒还都挺喜欢那块空地，清爽。国庆假期倒也没有真的在家里闷5天。国庆当天没有出门，在家里吃外卖、看电影，以及刷到短视频的精准推送。雍和宫的队伍排到了那条街往后的第2个公交站台。他们的房子在16层，阳台一个巨大的整块全景落地窗。这栋楼虽然临着路边，但起先他们购房的要求之一就是隔音效果要好，俯瞰夜景的同时不会被层叠盘踞的高架桥上车辆往来吵到。许南恒偶尔会站在那儿看着车流，他久住四合院，不常在这个角度看夜景。方石优会从后面轻轻搂住他，和他一起安静的向下看。好像过日子就是这样了，假期里一起窝着，窝上几天再一起去健身房游泳。假期最后1天的中午，天气特好，国庆的游客量也有所减少，毕竟最后1天了，赶着回去了。2个人健身结束后，在健身房楼下的面馆取号排队，恰好碰见熟人了。许老师。许南恒循声看过去，而方石优站在他后边，2人又身材相仿，被遮住了大半。叫他的人赫然是杨镐。许南恒挺惊喜的，
北京这么大，还是假期里，碰上熟人确实不容易。哎，杨大夫您好啊，这要巧。后面方时优在用手机买一些零碎的生活用品，然后抬头，杨大夫。哟，杨告原本看见许南恒就挺惊喜了，继而看见许南恒后边还有个方时优，那眼睛噌就亮了。你俩一块儿健身去了？这俩挎着同款健身包，穿同一个牌子的速干衣和运动裤，只不过颜色不同。许南恒大方点头，对，刚健身完过来吃个面，你一块儿不？我们取的反正是小桌号，坐得下。他并没有发现杨告眼里的惊喜元素其实稍微有点诡异了。杨告连连摆手说，嗨，不了不了，我坐地铁去高铁站接我朋友，他们过来北京玩的。哦，这样啊。许南恒点头，那您忙。杨告讳莫如深的看了眼方时优，这眼神可能许南恒看不出，但方时优懂，他这位同事对八卦热闹那叫一个爱不释手。方时优也点点头打招呼，路上慢点儿。杨告要不是还得接人，高低得在这儿落上半个点儿，但即便如此，杨告也还是抓紧时间长话短说。他靠近方时优，同时跟后边排队的人抬抬手笑笑表示自己不是插队的，然后问是不是同居了。面馆快排到他们了，许南恒已经往前走2步了，回头看方时优，方时优忽然朝自己比手，介绍道同居男友。杨大夫是克制着才没有仰天大笑，但不难看出已经笑成花了。好好好，许老师改天一起喝酒啊。许南恒应了声，杨告离开后，他才眼神复杂的看着方时优，就这么说了。没事儿。方时优笑笑，走吧，进去了。虽说北京是个大城市，包容性强，但这是宏观上的包容性强。北京2000多万常住人口，大基数下的对比数据也会是很大的数据。吃饭的时候，许南恒有点心不在焉。方时优食指指尖在他碗边桌面点了点，专心吃饭。许南恒抬眸，杨大夫不会在医院里乱说吧？面馆里沸反盈天，大家畅快的聊天，很吵闹，甚至砸一只碗可能都有人注意不到。许南恒又刻意压低了声音，方时优看了他一会儿，才反应过快他在说什么。你不用担心我。方时优说，杨大夫他只是爱听八卦，并不爱聊，而且他这人是享受八卦当下的快乐，他好多时候听完乐完也就忘了。这话并没有让许南恒觉得好点儿。我知道他人不坏，万一说漏嘴了呢？方时优吃的差不多了，他把筷子搁下，抽纸擦擦嘴，又喝了口白水，说，南恒，好，叫名儿了，那么说明要说点正经话了。于是许南恒也放下筷子，准备认真听。方时优说，南恒，生活是面向自己的，这世界上每天有无数人在嚼无数人舌根，这些人里有90%都只敢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我们听不见的声音稀稀疏疏的说，你觉得这可怕吗？许南恒想了想，像蟑螂。方时优笑起来，对，很讨厌，但也很简单，只需要买一瓶杀虫剂。我还是觉得有点膈应，你在医院不会受欺负吧？许南恒看着他，这话把方大夫整不会了。宝贝儿，三甲医院其实挺忙的，一般没那个闲工夫。这倒是。许南恒想了想，又说，那你当初不让我在我办公桌上摆你照片呢？当时怎么没这么无所畏惧？接着，在这闹哄哄的，服务员需要喊着让一让，甚至把托盘举过头顶的面馆里，方时优微笑着看着他，说，因为我爱你，我们徐老师心情不好的时候，车开过昆仑山都兴趣缺缺，我不想让你在学校里因为一张照片受委屈。况且你那是学校，还有学生呢。许南恒都不知道用什么表情看着他，他想笑又有点想掉眼泪，但这分明只是平凡的一天。第47章，时间走得飞快。这一年年过得像拧不上的水龙头，他哗哗的淌，但拧不上，无能为力又心疼。很多人都感觉自己过了25岁后的世界，时间的流动速度逐渐加快，许南恒也这么觉得。
感觉25岁之后，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总感觉昨天刚开过周一教研会，今天又开了。10月因为占掉了7天国庆假，所以11月来得很快。高一高二的学生对秋季运动会还挺有兴趣的。许南恒下课后拿着卷子和教材从教室出来，和隔壁班14班下课的苏雨打了个照面。苏老师朝他笑笑，刚我们班还说呢，说你们15班有好几个将近1.8米的小伙，跳高还是跳远。许南恒寻思了下，哦，运动会报名是吧？我刚在班里发火了，估计等我走远了才会开始吆喝吧。苏雨抿了抿嘴，点头表示明白。今天的大课间不做操，各个班级用大课间完成运动会报名。老师们也有比赛，像许南恒这样的，戴季年早就抢到11班跑3000米了。等15班桑老师反应过来的时候，戴老师笑盈盈的给桑老师塞了包小饼干，说支教岗的情谊。附中的老师们其实都有点亚健康，要么腰腿不好，要么肩颈不好，而且久坐伏案，缺乏锻炼，3000米这个项目教师组年年跑下来的寥寥无几，并且男教师的3000米年年落在年轻老师头上，许南恒自然逃不过。回去办公室后舒了口气，保温杯里是早上买的咖啡，拧开喝了一小口。接着戴老师从6班下课回来，进来之后第一时间看向许南恒，投去了欣慰的目光。戴老师过道那边的赵老师见状，半开玩笑的说，还是戴老师眼疾手快，你看我们班那几个男老师怎么用嘛，一个高血压，另一个脂肪肝。戴季棉一摆手，坐下拧茶杯，说，哎呀，碰巧了吗？去年支教岗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加上微信了。许南恒第1年在附中实习的时候，稍微给人的印象是比较内向，很明显没有其他人会来事儿。他平时和谁都比较疏离，也不主动跟别人加微信，而且他那个微信号设置了拒绝添加好友。他不是不懂，譬如帮资历老的教师到开水房接个热水啊，主动拿个外卖啊什么的。他家里做生意的怎么会没有这点眼力见？他只是不想这么做罢了。同期和他一样没眼力见的就是从大凉山考到北京上大学的谭希老师。谭老师刚进学校的时候还有些畏手畏脚，但旁边有个不谄媚也不殷勤的许南恒，他就觉得还行。到头来他俩算是关系不错，所以许南恒的存在让谭希这个山里来的小伙子有了点安全感。殊不知他们一个是没这方面的心思，另一个只是山里的孩子比较清澈。此时此刻，二位在教研会结束后看着对方微笑，原因无他，谭老师也被他们班主任报去了男教师3000米。这个周一的教研会除了讨论这个月的月考以及教学内容，也讨论了一下秋季运动会。运动会就在这周五、周六2天。从办公楼下楼，谭老师走在许南恒旁边，说一较高下了哈许老师。许南恒换了只手拿 iPad 拍拍谭希的胳膊，谭老师，要是1年半以前，我估计会求你放过我，但今时不同往日了，我已经是在4000米海拔之上都能爬山的人了。谭希用一种我早猜到了的眼神看向他，然后说，那你是不知道过年那阵子我扛着我舅爷家的柴火走了多少里山路。许南恒蹙眉，那还是你技高一筹。晚上许南恒到家的时候，方时优已经在家里了。方时优也是刚到家，手表都还没摘，听见关门声就小跑到门口，手里拎着浇花的水壶，欣喜地说，我们的富贵竹和吊兰都还活着。是吗？许南恒换鞋，真可以啊，看来他们很懂事，知道来了咱家就要努力自强。他俩是真的不会伺候花草，原本他姥姥都想割爱送给他们一盆极好的兰花，被许南恒爸妈齐齐阻止，跟他姥姥说使不得，这兰花要是养他们家，不出半个月就嗝屁。那可不嘛，他俩一个是大夫，2个白班2个夜班，一个24H 班，另一个高中老师，早上看早读，晚上看晚自习，除非兰花能自己叼着吸管喝水。许南恒走到富贵竹旁边左右看了看，其实他也看不懂植物长得好不好，就像他根本认不出方时优在县城厨房里养的那盆香菜。想到香菜，许南恒问，
你养在西藏的香菜呢？方石优把水壶里剩下的水倒进水池，说：“给县医院的食堂了。”哦，许南恒点点头。你还没陪我呢。方石优走到他面前，看着他，你拔了一整根我辛辛苦苦养大的香菜。许南恒勾着唇角，方大夫，哎，许老师，这1礼拜都别想了。方石优表情一僵，瞬间垮掉。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不是你。许南恒手里捏着富贵竹一片叶子，戴老师把我报上3000米了，学校运动会教师组，我这礼拜要练练体能。方石优悠悠的望着他，好吧，3000米长跑这个事儿对许南恒来讲不是很难。许老师遇事一般都比较自信，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失败了也没关系，成功从来都不是人生的主色调。并且同时，许南恒很愿意放过自己，3000米要是跑不下来，那就中场下来，尽力就行，不至于为了个运动会把命搭上。话虽如此，想是这么想，但肯定是要为之努力的。于是第二天清晨5点半，许老师和方大夫一起下楼，微醒的天光下，俩人在小区里慢跑。方石优有锻炼的习惯，一台手术做上10几个小时的都有，他体能还可以。但许南恒就有点吃力，他从西藏回来之后一直到今天，几乎都处于一个静心休养的状态，也就是能不动则不动，充其量游个泳，放松肩颈。他们小区不算大，绕着跑了一圈后，许南恒手心撑着膝盖，喘得像给一个漏气的气球疯狂打气。方石优弯腰拍拍他背，说：“别急，来，吸气慢一点。”北京11月早晨6点不到，吸进肺里的空气凉飕飕，像冰锥子做穿刺。方石优把他身体扶正，结果这人软绵绵的就往自己身上靠，说：“我已经虚成这样了吗？我在西藏的时候挺强的呀，我能背着那么大一袋牛粪来回好几趟呢。”方石优抱着他，顺着他后背说：“回北京疏于锻炼了呀，许老师，今天就到这吧。你今天几节课？4节。许南恒说：“今晚带老师看晚自习，下午回来再跑吧。”行。方石优说：“我下午一台手术，结束了就能回来了。”运动刺激了大脑中的多巴胺，说这1礼拜都别想了，事实是该做还是做了，并且其实做爱对锻炼没什么太严重的影响。许南恒有一瞬间非常中二的萌生出了看来这具身体已经适应了的念头。运动会周5那天，方石优刚好排到了24小时班，教师组在周6上午。许南恒说了他不用来，24小时班结束，早上7点钟从医院出来，回家洗洗睡得了。但方大夫人家体能多强啊，7点钟从医院出来，打了个车回家，洗了澡，刮了胡子，还换了身衣服，直接打车去了学校。附中运动会可以让家长观赛，在校门口登记即可。有个小插曲是，门卫那儿的登记表要填孩子是哪个班的。方石优在班级那儿顿了顿，门卫今天已经见着仨不记得孩子在哪个班的爸爸了。门卫大爷打量着方石优，心说这当爹的看着挺年轻的，怎么记性不行了呢？门卫便问：“记不得班级了？孩子叫什么名啊？”门卫室的电脑里能查到。方石优有点不好意思：“不是看学生的，我是许南恒老师的朋友。”哦。门卫点点头，稍等啊，我来给许老师打个电话核实一下。高中校园是比较严格的，社会人士进来需要谨慎些。门卫打完电话后跟方石优说可以进去了，说跟着这些家长往里走就能走到后操场。因为周6上午是教师组，家长来的不多，倒是也有几个人像方石优这样来看老师比赛。起先方石优还有点踌躇，怕被人看出来，后来人多了也就好了。许南恒穿平时锻炼的速干衣和运动裤，他手机不在身上，刚刚门卫打电话的时候是戴老师给他递过来的。其实他真没想让方石优过来，3000米跑下来了还成，没跑下来挺丢人的。我靠，我有点小紧张，许老师。谭希在他旁边热身。许南恒笑笑，及时退赛。教师组的比赛，学生们兴奋多了。
男教师组最惹眼的就是许南恒，帅，身材好，就是凶了点儿。枪响起跑，看台欢呼了起来，尤其15班和11班的。今天许老师代表高一15班，但11班的数学老师也是他，两个班的学生大喊着许老师加油。苏雨走过来，在戴季棉边上的空位置坐下。跑道上6个男老师一起狂奔出去，苏雨敲起二郎腿，说：乖乖，朱老师这岁数都被抓来跑3000米了，谁干的呀？这也忒狠了。戴季棉撇撇嘴，桑老师薅的，桑老师下手多狠。苏雨愕然，最年轻的是许老师、谭老师他俩吧？感觉谭老师应该强点。戴季棉摇摇头，未必。你觉得许老师更能跑？我觉得他俩都挺废。戴老师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到第3圈的时候，许南恒和谭希都快被高2、4班的班主任套圈了，这俩就比走路快那么一点。方石优前几天陪他在小区里跑3000米的时候教他了，跑一段歇一段，溜达着慢跑，不必等跑不动了再歇。普通人跑3000米其实就是坚持跑下来，坚持就需要续航。戴老师感觉一般都是跑到最后了，跑不动慢慢走。徐老师和谭老师怎么半截就开始走了呢？遂拧着眉毛，苏雨说：哎，又跑起来了。这时候许南恒其实已经有点撑不住了，跑到最后一圈，之前那位贼有劲儿的高2、4班班主任已经躺下了，躺跑到中间的草地了，还有一位老师是实在不成了也退了。校医务处的大夫们已经守在跑道周围了。许南恒跑过去的时候，看见站了几个白大褂，心说万一真出事了，观众席看台还有个心外主治。最后半圈，许南恒真的不太行了，他脑子里开始不受控制的蹦出来东西。数学是形式科学，数学抽象，逻辑严密，应用广泛。数学问题都是人为定义的，数学和哲学是对立统一。紧接着那些抽象的数学宛如相机胶片被扯出来，一下一下越来越长，腾空然后消失。他因为跑步而视野摇晃，像没有防抖支架的镜头。他脑子继续蹦出来东西。他从北京出发，开车出城区上高速，京藏高速，一路开往拉萨。大雾弥漫的109国道，浓墨蔓延开来的夜空，碎钻一样的满天星星，橙黄色的火苗和方石优。终点越来越近，但怎么看上去又越来越远。许南恒的思维已经混乱了，他眼前不停的切换闪回，如同游戏画面丢帧，加载不及时而出现重叠 bug。 终点线西藏的云，终点线喜马拉雅，终点线山腰寺院的经幡。然后主席台有人拿起话筒说话，他开始耳鸣，代表高一15班的许南恒老师，教师组3000的冠军。公，他慢慢停下，然后抬头，今天是晴天，但云层很遥远。他记得藏南高原的云真近啊，就像在他帽檐拂过，那些风里卷着雪山灰岩的味道。草场好像跑不到尽头，远方的狼嚎，头顶的秃鹫。许老师，风送来这3个字，许南恒已经分辨不出远近，但还是条件反射的回应：哎，方大夫。然后向前一倾，被兜住。人群围过来祝贺他，校医过来挨个询问跑完3000米的老师们感觉怎么样。许南恒的双眼终于聚焦，看着近在咫尺的方大夫，笑了下。他眉头末尾的说：我想回西藏了。方石优不管不顾的点头，好。第48章想回西藏了。这话许南恒是真心的，他跑完3000米脱口出，根本没有任何思考。方石优那声也是很冲动，但方石优有在瞬间去考量自己能不能请到假或者调班。许南恒在草地上直接坐下了，坐了一会儿，喝了点饮料后，扭头看了眼谭希。谭老师跑第2名，冲线的时候就在许南恒后面一点。谭老师，你确实挺可怕的。许南恒说。谭希也坐在草地上，满头大汗。你真的太拼了，跑到最后那节，我全靠着晚上去吃串串香带来的意志力。谭希又说，你去吗？串串香。
他真的很爱他们学校后门对接的串串香。许南恒无力的摇头说，我残存的最后一丝力气要爬上主席台领奖牌，我走不到后门了。谭老师，3000米的前3名，许南恒、谭希和一位姓郑的化学老师。郑老师今年是在附中教书的第3年，30出头。今天郑老师的女朋友过来看他比赛，这会儿正在草地上俩人甜蜜蜜的说笑。谭希啊了一声，仰面躺下去，看着头顶蓝天，说，真好，校运动会都有对象陪着。哎，我回老家的时候，我家里亲戚都问我在北京有没有谈对象，不过还好，不是只有我一个单身狗。许老师你也，他说到单身狗的时候，许南恒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他。谭希蹙眉，你干嘛这个眼神？好怪。许南恒微笑，没事，也就一般的眼神，你别想太多。也就是这草地上人太多，有拍照的，有送水的，有过来庆贺的。方时悠又不说话，没让谭希注意到。10分钟后，大家休息的差不多了，3位老师一齐哆嗦着双腿走上主席台领奖。后来许南恒是方时悠搀扶着走到校门口的。走到车边，实在抬不起腿上不去车。方时悠这辆猛禽底盘又特高，左右没人，方大夫一抄膝窝把他抱上去了。车门关上，许南恒直接放倒座椅，长长叹一口气。方时悠先帮他把安全带扣上，自己再系上，然后问他，刚说想回西藏了。唉，许南恒又叹气，手背搁在脑门上，想是这么想，等假期吧，不可能随便一个周末就买机票到拉萨。说完，他看向方时悠，别做任何类似惊喜的事情。方时悠无辜，当然，我不可能不跟你商量。许南恒满意的点头，说，虽说我确实挺想去拉萨看看打桑曲真的学习状况和成绩，但我又不是单只有他一个学生，现在这班里也有几个头疼的。方时悠点火开车，慢慢把车从车位里揉出来，说，没事，你临走的时候跟曲真说的那些话够震慑他3年了。想到这儿，许南恒噗呲笑出来，然后半躺在副驾驶笑。方时悠也跟着笑，从车位开出去，折上马路，并到汇入车流。那确实够震慑曲真3年高中。许南恒返回北京前，在村庄学校院子里说完那些话，关于一定要读书的那些话之后，他离开前对曲真说，你要是考不上985，大4我来盯着你考研。说真的，许南恒那话和那当时的表情，别说打桑曲真，方时悠都胆寒了那么一下。开车回家后就没什么顾忌了，方时悠把他背上楼，扶着他洗澡。洗澡的时候，许南恒还有点别扭，剥光了进了淋浴间，尝试了一下，在方时悠进来前又后悔了，说，我扶着这个花洒架子可以自己洗。方时悠刚帮他拿换洗的睡衣进来，听他这么说，纳闷了，这地儿我俩做过起码10次。的确，曾有多少次2个人迫不及待，等不及洗完澡了，直接在这里面站着边洗边做。道理他都懂，但许南恒握着淋浴间的门，他开着一条缝，仿佛这道磨砂玻璃门是他最后的防线，说，此一时彼一时嘛，方大夫。方时悠明白了，将睡衣裤搁在淋浴间外边的凳子上，凝眸看他。其实方时悠也能理解，同样赤诚相对，做爱的时候是2个人同时向对方动作，但帮他洗澡就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事情。方时悠想了下，不行，我理解你，但我也不放心你，接受现实吧，许老师，我进来了。方时悠抬手将 T 恤一脱，下边还有一条到膝盖的裤子。许南恒知道逃不过，手一紧，说，那你也脱光。行。方时悠哭笑不得。热水浇下来没多久，淋浴间里水汽氤氲。许南恒眯了眯眼，他要不是太累，浑身发软，这气氛真的很适合干点什么。涂沐浴露的时候，方大夫真的就是个正人君子，力道、方式、手法不掺任何杂念，以至于许南恒胳膊环在他脖子上借力站着的时候，方时悠在帮他涂那儿，他都没忍住，有感发道，我感觉你在洗一条狗。方时悠不解，愣了下，
停下动作，看着他眼睛，何出此言？就许南恒一时语塞，卡顿了一下，解释说很无情。方时悠真是不知道摆出什么表情好，他还是低头笑了下，和每次被他无厘头的逗笑一样，说：你不如说我忠心伺候你，还无情。你刚长跑完，我要是跟你发情，我还是个人。所以说方大夫这人为人正派，可堪托付。许南恒这条胳膊扶累了，换一条胳膊也侧了个身。到这儿，许南恒其实已经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两个人一起临水，在水柱里轻轻的接吻。后面的一整个礼拜，许南恒都是颤颤巍巍的，起床洗漱下楼。他们高一年级62岁的地理老师都没在讲台上摆椅子，26岁的许南恒老师摆上了，并且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讲台旁边那位学生过来搀一下。总之就是很狼狈，让他下决心日后一定要勤加锻炼。这天从15班上课出来，扶着墙慢吞吞的走向办公室，瞧见走廊另一边10班下课的谭老师也是同样的姿态，同样的步伐，二人相顾无言，回去自己的办公室了。11月、12月，日子过得像上海开往拉萨在西宁中转的那班列车。他看着远，看着老长，其实坐进去之后没多久就到了。元旦学校没有举办什么活动，这个问题教研会上讨论了一下，半数以上教师认为今年的元旦活动避免让学生表演节目，表演就意味着要彩排、占时间、分割情绪。在提议的时候，许南恒提出在大礼堂放个电影，然后放假得了。那么电影类型就又是个问题，从高1到高3大约是15岁到17岁，太有教育意义吧，没必要，不像是元旦放松，太娱乐化吧，也不合适，校领导觉得不合适。最后呢，定了哪部电影？方时悠问。餐桌那边，许南恒优雅的拿餐巾捻了2下嘴角，说诺兰。奥本海默。奥本海默里有几个情爱镜头不适合，选了星际穿越。许南恒说。今天他们在一家不错的法餐厅里吃饭，方时悠提前2个礼拜订的桌子。因为是元旦前一晚，在法餐厅里吃顿浪漫跨年餐的小情侣很多，座位需要提前预约。人均2000多的餐厅里，小情侣们吃着吃着就挨在一块贴着。餐厅里的同性情侣也有那么几对儿，都很矜持，面对面坐，跟出来谈生意似的。尤其这俩今天都穿西装，确实不像出来约会。直到甜点上来2枚红彤彤的爱心马卡龙，才有点情侣的意思。北京12月末，跨年夜，哪哪都是人。三里屯打车等候2小时起，酒吧根本排不进去。俩人吃饭的餐厅离家不远，走路就能回去。路上方时悠朋友圈里看见杨大夫在三里屯进退维谷，笑着拿给许南恒看。今天虽然街上乌泱泱的人，但人行道上2个正装男人依然惹眼的要命。徐老师西装外面一件纯黑色战壕风衣，方大夫的外套搭在手臂，举着手机给他看，2个人笑得无比温柔。真行啊，杨大夫敢在跨年夜往三里屯里跑。许南恒笑道，勇士。是他初中同学过来找他玩了。方时悠说，昨天夜班他还搁那寻思呢，想北京哪儿好玩，然后问我。我说，要是我的话，买张车票到天津得了。说到天津，许南恒停下脚步，走。许南恒，买个煎饼果子去。就是说法餐厅里大几千花了，还没饱。方时悠揣上手机，把他搂过来，在夜风里走向温暖的挂着鹅黄色灯泡的煎饼果子摊。法餐有法餐的乐趣，但煎饼果子也是无可取代。慢点吃。方时悠含笑看着他。不烫吗？刚出锅的。许南恒烫的没法说话，烫。方时悠无奈，吹吹再吃。煎饼是烫的，装煎饼的袋子也烫。许南恒换左手拿，又换回右手。最后是方时悠看不下去了，他小指挂着他自己的煎饼，把许南恒的拿过来，拿在手里喂他吃。有人打扮的西装革履，从别人手里咬煎饼，像个小孩。
许南恒，铁手吗？方大夫，比你的铁点儿。今天街边有不少放小烟花的人，都在等着零点跨年。人行道摆摊卖烟花的，今天也是特例没有城管来驱赶。回家前他们买了点儿，准备在阳台放。跨年就不在外面待着了，两个人在家里就挺好的。第49章元旦后继续上课。假期里的作业是各科老师最关心的事儿，有没有做完，有没有糊弄。元旦后的医院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方石优病房里，一个严重腹积水的患者，肝脏肾脏功能衰竭，胆红素升高，继而引发黄疸。患者自己已经不想继续治疗，但床前子女都不想放弃。临近中午的时候，方石优给患者开了镇痛，当然这是多位医生商讨后与患者家属的共同决策。当晚就变成拉长死亡过程的事情，对于病患而言就只剩下了痛苦。护士将镇痛镜推后，患者陷入半昏迷的状态，明显可见患者的表情完全舒缓，甚至早上查房的时候还绝望地拉着方石优的手说：“让我死吧，医生。”镇痛起效后，患者半梦半醒着问：“是不是新年了？”“是的。”患者的子女回答道：“是新的一年了。”这天方石优做下午的普通门诊，通常这样普通的一天里，他中午会在医院食堂吃饭，然后回诊室里休息一下，就正常叫号了。但今天他稍微有点吃不下，坐在诊室里半天不动，下不去食堂。他学医10年，行医2年，援藏1年，无论他自己还是顾老师，亦或同事们，都会觉得他是个强大的人。年轻医生会有个通病，就是太容易共情，不仅是因为年轻缺乏临床经验，也是因为当代医疗极高的水平和治愈率，会让人产生没什么是治不了的错觉。毕竟元旦前他们才刚刚完成了主动脉血管置换手术，每一次这样复杂手术缝合后，都会让方石优在潜意识里加深没什么是治不了的这样的念头。甚至于那些全亚洲发病率为0.1%的罕见病，也未能达到治不了的程度，因为临到实在没法的时候，还可以移植器官。其实方石优已经在刻意控制自己不要太带入患者，因为这种束手无策的状态在未来随着他职业生涯越长而越来越多。从前他的刻意控制都是在规避，避免自己去想，但这次有点不一样，或许是到了一个阈值，或许是因为这个患者是他收进来的，也或许是因为这是方石优头一回被病人拉住手腕，颤抖着声音告诉自己让他死吧。方石优深呼吸，然后喝水，努力把水咽下去。时间是中午11点35分，他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这样绝对会影响下午做门诊。而事实上，他手机只要一解锁，就会出现许南恒的通讯界面。他很想打电话给许南恒，想让他来陪自己吃个午饭，自己是没办法过去的，2点整就叫号了，他来不及往返。但许老师今天下午是第3节课和晚自习，但考虑到朝阳到海淀的地理距离，他也不想许老师在偌大北京城来回奔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见到他之后，绝对会非常狼狈，非常脆弱。从理性上讲，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无论自己是什么状态，都应该坦诚地展示在对方面前。但从感性上讲，方石优其实还是稍微有点害怕。一直以来，方石优在2个人之间都是比较成熟的一方，无论在西藏还是回来北京，方石优好像能解决所有事情，情绪永远稳定，并且有魄力，敢在设施不完备的抢救室里手术，能在5000米海拔上义诊，会在风雪夜里如奇迹般出现。所以他觉得在许南恒那里，自己是个足够强大的人。同样，方石优在某些时候也是个俗套的男人，他希望自己在爱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帅气的。电话还是拨出去了。许南恒今天没事儿，改完作业后在手机上浏览外卖，所以他是秒接的。方大夫。没有预料中的矮，许老师，方石优声音有点沉，说：“南恒。”怎么了？许南恒2郎腿都放下来了，坐直，问道。方石优说：“你中午方便过来陪我吃个饭吗？”方便啊。许南恒又想追问一句怎么了，但即刻反应过来，
何必在电话里问？你发我个定位吧，我现在过去。吃饭的餐厅是医院附近的小饭馆，方时优在店门口等他。许南恒穿今天早上出门穿的银灰色羽绒服，方时优一眼看见了他，挥挥手。坐下后点了菜，方时优才说：“麻烦你跑一趟了，但我感觉不见着你一面，我真吃不下饭。”跟我还说客气话。许南恒用湿巾擦擦手：“我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快让老师好好哄哄你。”方时优直接笑出声了。他简单说了下早上在病房的事儿，收治的病人忽然病情加速恶化，各器官衰竭带来的痛苦难以想象，家属想治，病人不想治，治疗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对生的渴望，最后推了阵痛。说完，方时优目光躲闪了一下，才看向许南恒，问：“我是不是有点矫情？”许南恒伸手在桌上握住他手腕，说：“布雷恩·帕顿有一本诗集叫《时间的长度》，他在里面写一个人，只要他还在别人的记忆里，他就还活着。”方时优看着他，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不是在因为医术沮丧，你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你是学医的，无法眼睁睁看着人死在你面前，即便这个事实还没有到来。”方时优点头了。服务员端上来他们点的菜，5分钟前连咽一口水都困难的方大夫看着2盘菜，终于有了点食欲。他微笑了下：“今天真的谢谢你，你现在这样才叫矫情。”许南恒拿起筷子，他夹了一片小炒肉到方时优碗里，又说：“你知道人的定义吗？”方时优不解：“你指医学上的还是哲学上的？”许南恒倒上一杯大麦茶，端着水杯说：“有本书对人是这样定义的，人以碳为基础，依赖于太阳系，受限于知识，易于犯错，必死。”许南恒：“人就是这样，没有谁例外。”方时优恍然，许南恒足够了解他，3言2语点破了他的一切。接着许南恒也夸他了：“你能向我求助，说明你感受到自己不对劲，并且愿意直面他。方大夫确实是个优秀的人。”这话给方时优讲的有点不好意思。没有，其实犹豫了很久，怕在你面前太狼狈不好看。那我呢？许南恒放下茶杯，盯着他。什么？方时优不明白。许南恒说：“当年泽望警官过来村里，我做毒检，你当时完全可以让一个我不认识的大夫进卫生间看着我尿的吧？怎么那会儿不想着我不好看呢？”方时优愣了下，接着微微惊讶：“你这么记仇呢？”“是呢。”许南恒点头：“我那时候确实是故意的。”方时优认了，想逗你玩。我看出来了，够坏的。一顿饭吃完，许老师得赶回学校了。方时优送他到地铁口，像异地恋似的简单拥抱了下。许南恒最后跟他确认一遍状态有没有好点。方时优说好多了。有时候开导就是那么1、2句话的事儿，许南恒刚巧就知道是哪2句话。方时优看着他进地铁站，心想着这人简直长在他7寸上。漫长的地铁换乘后，许老师顺便买了杯咖啡拎回学校。他刚上楼，走到办公室门口，见苏雨守在门边，门神似的。苏老师。许南恒走过来，罚站的搁这儿。苏老师跟他不是一个办公室，所以他挺意外的。苏雨一时无语，然后说：“你先别进去，戴老师在里面训话呢。他特意让我站门口守着。”哟，这么大阵仗。许南恒没进去，站到窗边往里瞧。训谁啊？我们15班的。他朝窗户里一看，果真是15班的俩小子。许南恒把咖啡打开，喝一口，是这哥俩呀，真行啊！月考数学一个127，一个27，他俩咋惹着戴老师了？苏雨摇头：“你别问了，这年头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单独训话也时常有。”许南恒就随口一问，结果里面戴老师因愤怒提高了嗓音：“这个社会对同性恋确实很包容了，但这也是违反校规的早恋。你们别给我扯什么不畏世俗，在校给我遵守规定。”还好许南恒这口咖啡咽下去了，
不然高低给他呛得很的。苏雨叹气，知道为什么不让进了吧？许南恒这回真是惊到了，问苏雨：我靠，他们才高一啊，没满16岁吧？现在孩子这么的。苏雨耸耸肩，你不能用我们那个年代的情况对标现在的小孩啊，互联网接触的那么早。哎呀，很正常了。诺，对面楼高39班朱老师也在训着呢，同一类情况。我靠！许南恒看向对面楼，虽然什么都看不清，端着咖啡叹道：别人家学校孩子是雨后春笋，咱们家学校孩子是雨后彩虹啊。许南恒又看向对面楼，安静的校园里乍然从对面楼传来玻璃杯很砸在地上的声音。不知道对面朱老师进行到一个怎样的阶段。许南恒抿了抿唇，还好他不是学生时代碰上方时优，否则他俩这个做爱强度谁都别念大学了。不过也不一定，许南恒又想，现在强度高是因为大家都是各方面稳定的成年人，要是真的早点碰上，说不定就一起开车去西藏了。第50章开车进藏这个事儿一直在许南恒的计划内，这份计划要等方大夫的假期。他想去西藏，是想和方时优一起进藏。北京的孩子们期末考完，在高一下学期就要开始选课分班。许南恒问了一下索朗错母，索朗老师说达桑他们学校也是高一下选科，期末考完就直接放寒假了。寒假前最后一次全校教师开会，在开着暖气的会议室里，许南恒昏昏欲睡，直到听见年终奖才睁开双眼。会开完回办公室，和老师们把办公室收拾打扫了一下，关好门窗，互道了句过年好。今天许南恒要去顾老师家里吃个晚饭，恋爱1年多了，还没正式去到方时优家里拜访。虽说他们俩恋爱没那么多讲究，毕竟下周就过年了，且今天方时优大姑家的女儿寒假回北京，人员齐整。他下班后先回四合院换了套衣服，拿上礼物，逗2只猫，沾上一身猫毛，被他妈骂，又进屋换了件外套。接着方时优到了，来接上他，驱车赶往顾老师家。家里摆着很多方明书的照片，置物架上、电视机柜和墙上。方时优的眉眼很像他妈妈，在他妈妈脸上是恰好到处的英气，在方时优这里更加英俊。顾老师今天调了班，大姑、大姑父和大姑家的一对儿女今天都在顾老师家里，做了些菜，点了几道外卖。许南恒到的时候，大姑正在把外卖盒里的菜倒进家里的盘子，想要伪装成家里做出来的菜。结果是方时优见长辈们都在厨房，直接领着许南恒进厨房来，一时间厨房里所有人都沉默，只听见锅里牛骨汤咕噜噜的声音。许南恒左手拎着2瓶他妈妈精心挑选的红酒，右手被方时优牵着，一进来就看见大姑端着外卖盒，盒里色泽诱人的3杯鸡已然被全部倾倒进家里的大盘子里。他立刻掐了下方时优的手，暗示他救场。方时优直接笑出声来了，他也想救场，但事已至此，甚至他大姑父的动作也停在拆开那包很明显是酒店打包回来的烤鸭袋子。方时优笑了几声，跟他说没办法，这个家里做菜最好吃的人是我。大姑率先赔了个笑，哎呦小许，孩子真不好意思，我们几个大人做菜都实在是不。许南恒赶紧说没事的姑姑，真没事儿，我平时自己吃饭也都肯德基麦当劳。无论如何对长辈来讲，被撞个现行还是挺难为情的。顾老师摘下眼镜搓了搓眼皮，然后在水池洗了手，说先出去做吧小许，真是跟被人揭发学术造假似的。那不至于，顾老师您真严重了。许南恒说。客厅里原本坐沙发上的唐之源和唐家园就在厨房门口看热闹，是大姑家的一对龙凤胎，方时优的表哥表姐。顾老师摆手嗔道，去，30几岁的人了，天天好事儿，没你俩坏事不用喊。唐之源和唐家园乐呵的一人3句跟顾老师顶嘴，都坐下后开了许南恒带来的酒，一桌子菜，一锅牛骨汤。桌子不大，这么多人坐下稍微有点挤。唐之源让唐家园加几个菜去茶几上吃，唐家园说我一会儿鞋脱了
骑你脖子上吃。唐知源说不骑是狗哈。大姑啧一声，瞪他俩，打娘胎里就拌嘴，拌了32年还在拌。亲姐弟就是这样，俩人很不友善的看了一眼对方，然后唐知源问许南恒：“你们教师体制内待遇怎么样呀？”许南恒想了想：“我这高中有升学压力，感觉大学老师应该轻松点儿。”唐知源点头，但是这年头大学老师也烦人，博士入职2年才能评副高，非升即走。方石佑的副高也就这2年的事儿了，等我博士毕业再聘讲师去升副高，我靠我都40了。许南恒盘算了一下，心说差不多。还没等他说话，大姑忽然气上来了，筷子搭在碗上，念叨：“你也知道你什么岁数了啊，还单着，你能不能不论男女给我带回来一个呀？”唐知源。唐知源一抿嘴，杯子递到唐家园手边，倒点可乐。这是转移火力呢。大姑继续看向唐家园：“还有你姐在实验室天天养着那个家里冰箱放3天就能生出来的菌，还养不活。你呢？你交警大队的呀？你们单位人多啊，有男有女的，你对象呢？”说对象没让唐知源破防，说他养不活菌，唐知源差点没拿住筷子。这姐弟俩比方石优大1岁，父辈的观念大概是：你弟弟都带对象回家了，你还单着，你像啥呀？许南恒低头吃菜，偷偷瞥了眼方石优。方石优眼里含着笑，给他夹菜，特意夹的是外卖的菜。他知道他大姑大姑父和他爸仨人做出来的菜是个什么味儿。喝汤吗？方石优问他：“给你盛碗汤，这汤是早上我上班之前过来炖上的，不是他们仨做的。”许南恒差点笑出来，点头递碗：“好，劳驾您。”席间，唐知源对他们在西藏的生活很好奇。他说他3月就能毕业，到时候硬做直达拉萨。许南恒刚说一个好字儿，大姑又气起来了：“人家到西藏去带了个对象回来，你去西藏你骑头牛回来，我都谢谢你。”老一辈对于对象这个事儿是真的有执念，而且这种执念它会随着孩子的年龄逐年增长而放宽标准。吃完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唠嗑，趁着大姑回里屋接电话，唐知源歪在沙发上搀着顾老师的胳膊唠：“舅舅你看，只要撑住，今年我妈不限性别，明年说不定就不限物种了。”顾老师翻他一白眼，把手抽出来：“你别挨着我。”许南恒讶然，心里默默敬佩。夜里方石优给他做了顿宵夜，冰箱里的虾仁和青豆玉米炒了个蛋炒饭。许南恒吃完叹道：“你小时候是怎么过的？从客观角度来讲，是真的不太好吃。”他们俩在一块儿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方石优擦了一圈灶台，端来2杯水，坐下：“所以我学成了。我晚上表现还不错吧？”许南恒问。方石优：“当然，作为男朋友，你是无敌的，长得帅，有礼貌，体制内。”噗！许南恒笑出来：“我要是个姑娘，才是真的无敌。”听这话，方石优骤然神色一僵，旋即换上十分严肃的表情：“这话今天我当你喝了酒，往后别再说了。”许南恒眨眨眼。方石优很少这么跟他说话，许南恒下意识有点慌，接着他明白是自己说错话了。许南恒赶紧笑了下，随口一说吗？我很认真的。方石优看着他眼睛，又用他医生那种穿透力的眼神，且带着一丝愠怒：“我从来没有假想过你是个姑娘，我需要的、想要的都是你这个男人。”方大夫凶巴巴的说情话，性感到有点戳到许南恒的某个点。接着他们接吻，一路扯着拉拽着回去卧室。他随口一说的话确实惹到方石优了，他今天很粗鲁，从前连油都在手里暖热了再塞，今天让许南恒见识到了他一直以来有多温柔。人都有最直白的欲望，显而易见，方大夫今天全部暴露了出来。而且许老师已经进入寒假，他明天不用上班了，他在他所有平时需要注意的地方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咬他的后颈、腿根，许老师是个不太会求饶的人，而且许老师会在床上跟他较劲，用一种雄性对雄性的方式。他咬着牙挑衅的看着他，不知死活的蹦出一句：“晚上没吃饱吗？”
方石优捞起他一条腿，贴在他耳边说：“正吃着呢。”没过几天，到了2月12号，许南恒的生日。生日这天，方石优有3台手术，最后一台手术结束已经是晚上10点40。刚巧杨告大夫也是这个点刚忙完，从更衣间出来，遮过一个走廊。杨告伸手矮了声：“走步。”方石优以为他叫自己去吃宵夜，摇摇头：“不了，我得去找徐老师。”“对啊，找徐老师去啊。”杨告说：“唉，你是不是还没看手机？”方石优把外套领子翻好：“没看呢。”说着从兜里掏出手机来，一解锁，心里骂了句破 iPhone， 微信上收取中，转了半天才加载出消息。原来是杨告的同学在北京这儿盘了个门面房，开了间清吧。今天下午杨告在朋友圈帮忙转发宣传，许南恒刷到了就点了个赞。杨告这个社交恐怖分子直接私聊了许南恒，告诉他今晚清吧有活动，问他有没有时间过来玩，反正寒假了吗？许南恒对杨大夫的印象挺不错，而且今天方石优一整天的手术，他就在微信上给他留言，然后晚上9点多动身去了那家清吧。清吧用的木质装修，弄得还挺有格调，角落里摆了架立式钢琴。许南恒找了个僻静的桌子坐下，点了个橙汁，开始玩手机。气氛挺好的，驻唱在台上唱着民谣，客人们跟着轻声唱。方石优到的时候，刚好有个人过来跟许南恒要微信，大约是看他一个人坐这么久，以为他单身。而不巧的是，许南恒正在微信上跟打嗓曲珍讲话，曲珍用的索朗错母的手机。没2天就过年了，曲珍也放假了，许南恒羞羞的发过去好几个 PDF 让他打印出来做完了扫描再发回来。曲珍苦哈哈的说他寒假作业已经很多了。许南恒根本不管他死活，说你要是觉得写不完，我可以买张机票过去帮你安排一下时间。所以那个来要微信的人正好撞枪口上了。方石优刚走近，便听见许南恒不耐烦的蹙眉说：“不好意思啊，不太方便，我在训孩子。”对方直接：“哦，原来孩子都有了。”方石优心道，原来是远在西藏的曲珍扼杀了那人的勾当。他拎着小蛋糕坐下，脱外套说：“生日快乐，许老师。”许南恒抬头：“哎，好，坐吧。”已经坐下了。许南恒头都大了，把手机递给他：“这孩子大了，翅膀硬了，开始跟我讨价还价了。我发过去6套卷子，跟我说做4套行不行？”方石优笑着摇摇头：“今时不同往日了，这闺女现在山高皇帝远，看着吧，明年她直接不回你了。”接着杨大夫和他的几个朋友点了酒过来，把俩桌子一拼，热闹起来了。一群年轻人聊几句就唠上了。许南恒虽然平时不太爱结交朋友，但这群人会自己热闹，他就挨着方石优坐，听他们聊天，吃蛋糕。酒喝了几轮，零食水果也吃了不少。驻唱休息了，有人弹钢琴，几句琴声响起，许南恒看向方石优。方石优偏过头看他：“怎么了？”“接下来我想跟你进行一些很俗套的对话。”许南恒喝得眼下微红。“请吧，小寿星。”方石优笑着说。这首曲子是法国作曲家的作品。许南恒说他的曲子被选用在了丹麦女孩的预告片里。这样啊。方石优点头。现在你要问我这首曲子叫什么？许南恒支着下巴看着他笑起来，眯起眼很撩人。方石优好像猜到1、2，顺着他的话问：“请问这首曲子叫什么？”许南恒声音轻柔 ：“Elvio。” 第51章清吧里灯光明灭层叠，店里中间那一块的灯最亮，越往边缘越晦暗。方石优被他这句醉意朦胧的 Elvio 聊到了，直接伸手，手掌按在他后颈，身子亲过来稳住他。他们坐在杨告那群朋友的边缘，也在灯光较暗的区域。许南恒从未在公开场合跟方石优接吻，这么正式的接吻，在酒店楼下那样匆匆啵一下的不算，在国道边的告别吻也不算，是这样在认识的人周围接一个真正意义的吻。很快大家为起哄欢呼起来，搞得许南恒有点脸红，端起酒杯灌了一口，笑了笑。
他虽然脸红，但只是稍微有点不好意思。朋友们吆喝起来，再亲一个，再亲一个。方石优摆摆手，笑说，还看上了，玩你们的。杨大夫直接一屁股坐到方石优旁边来，拎一瓶人头马，咣的放在许南恒面前。许南恒诧异，心道这意思该不会是不跟方石优亲，就一瓶闷了吧？结果杨道趁着酒劲儿说，许老师，这瓶酒送你们，庆祝你们喜结连理。许南恒大概可以确定杨道喝多了，已经忘记今天在这儿喝酒是因为自己27岁生日，而不是和方石优的婚礼。无论如何，许南恒还是点头微笑收下了。谢过你啊，杨大夫，太客气了。然后叫来服务生把这瓶酒开了，大家一起喝。杨道还觉得不够，他干脆拎着椅子挤到方石优和许南恒中间坐下，开始唠。许老师啊，你不知道，当年在西藏的时候可把方石优愁死了，一会儿哥那自我催眠许老师初来乍到要照顾他，一会儿又怕你不是单身，就差捏朵花揪花瓣了。许南恒挺意外的，他越过杨告看向方石优，方大夫，今天大家都喝酒了，方石优酒量算好的，端着他那杯清明白兰地又喝一口，说，哎，许老师，还有啊。杨告还没完，接着说，你俩还没谈上的时候，有次我们线上开会，主任暗示他家有个硕士在读的小外甥女要介绍给方石优，结果这小子直接说他有对象了，我吓一跳，你知道吗？结果一问他，他说没对象，就是不想相亲，为你守身如玉。杨告总结道。许南恒失笑，问，还有吗？还有啥我不知道的吗？杨告寻思半天，哦，有一回我们去原住他方村庄，那地儿没信号也没电，方大夫闲下来的时候就看你照片。方石优一惊，不是，你怎么知道的？我当时就站在你旁边，是你没看见我。杨告说。方石优是真的有点无语了，他一时半刻还真不知道怎么接这话，笑了一下，说，不是，当时条件那么简陋，大家都那么累，吃压缩饼干度日，你居然还有空看我手机啊？杨告嘿嘿一笑，兄弟，我真不是故意的，主要你盯着屏幕那个劲儿太痴情，我真是没控制住自己瞟了一眼。佩服。方石优跟他碰了个杯。杨告怪不好意思的，仰头闷掉，咚的一声杯子搁在桌上，又说，哎，看着别人终成眷属，莫名其妙的自己也感觉很幸福，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天杨大夫是真的喝多了，一行人从酒吧出来是凌晨2点多。方石优叫了个代驾，他和许南恒先把杨告送回了家，然后他们再回家。车开上高架桥，北京城漂亮的夜景就在车窗外。许南恒降下车窗，2月寒风涌进车厢里，他向外看。方石优以为他在看城市的灯，随后发现他在看星星。方石优伸手抚了抚他后脑勺，把他捞过来搂住，再伸手去把后车窗关上，说，风这么大，别给你吹傻了。前边代驾师傅松了口气，北京2月里凌晨的寒风可不是说说而已。今年方石优送给他的礼物已经用上了，是一瓶香水。方石优知道他喜欢西藏山峰的味道，他尝试了北京很多家香氛 DIY 实验室，自己调出了那个味道，定制了雪山外观的香水瓶，被许南恒摆在了床头柜。春节后，学校正常开学。春节里，医院忙得每个人都脚打后脑勺。春节假期里，上北京来看病的人流量巨大，基本每个假期都是这样。顾老师在医科大一个实验室有合作项目，他们正在研发一款全国产的人造血管，已经有了不错的进展。顾老师去实验室做动物实验的时候，他就把那几个研究生和规培生扔给方石优。方石优没带学生，他自己偶尔还要求助他当年的代教主任。几个人在诊室里大眼瞪小眼，方石优没辙，带着一群人去做手术。那阵仗，不晓得的还以为医闹了过来武力压制。在北京就是这样，忙完一茬接一茬。春节过去后，3月4月里流感高发，过敏高发，再到5、6月杨柳飞絮，上呼吸道感染数量激增，班里病倒了一片，
在方大夫的要求下，徐老师每天戴口罩，他办公桌上也摆了瓶医院里常见的速干免洗皮肤消毒液。6月，许南恒收到索朗错母发来的消息，说打嗓取真选科选了物化生，附上了最近一次月考的成绩，这孩子在拉萨排在年级第1。7月暑假，许南恒在家里跟方时优寻思，看能不能让打嗓取真报北大的强基计划。方时优边听许南恒给他解释强基计划是啥，边往汤锅里加盐，用小勺子舀起来，吹吹凉，递到许南恒嘴边。咸淡如何？刚好。许南恒润润喉咙，继续说，你看，今年北大强基的学科6年本硕博，专业虽然偏向学术科研，但是去年降了10分录取，而且我看了，今年的生物学研究生可以转工科，再退1万步，这可是北大。方时优明白，可你也要听一听屈真自己的意思，强基的专业他愿不愿意念？还由得他了。许南恒差点拍案而起，这儿北大，方大夫，北大还挑，他想上天去让太上老君给他上课啊。消消气。方时优把汤锅盖上，擦了擦手，围裙摘下来撂在水池边，走到餐桌这坐下。你别急，你一情绪化，就容易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方想，变得悲观。是吗？许南恒看向他。是啊。方时优笑起来，当初你开车到西藏入职，心情烂的，我都感觉你不是支教你，是要留藏。决定补课的时候，就算你明白你没有违反教育局规定，但还是准备好了被人投诉。还有我去支援他方村庄的时候，他们中考的时候。许南恒越听越愕然，他没想到方时优能直接开口，不假思索的说出来这些事情。那些画面像涟漪荡漾后清晰显现，他确实会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把事想得悲观。他笑了笑，悲观者永远正确吗？方时优，我说要征求屈真的意见，但我觉得屈真多半会听你的话，他也能明白北大意味着什么。这话不假。许南恒点头，接着叹了口气，今年全国卷挺难的。他可以的。方时优握了握他手腕，你上个月不是还说他卷子做得不错吗？万一他这个月懈怠了呢？许南恒看着他，你看。方时优笑得都眯起眼了，又悲观起来了。所以在一起久了就是容易被看穿。许南恒蹙眉凝视他，其实我知道的，他当时学化学和生物都学得很好，从他整个高一到现在的成绩也能看出来，如果他往后愿意做科研，我想资助他。当然。方时优握住他手，他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强基是基础学科，基础学科如果不转工科，那是个漫长的学习周期，就像唐之源那样。屈真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俩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别说资助了，真当闺女养也没问题。人家自己有爹妈。许南恒也握住他，我大概懂你。你说你收治的病人想放弃，你叫我去陪你吃饭的那次，说实话我当时真的只以为你是无法面对患者死亡，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参与了他的治疗，就像我参与了屈真的学业。你曾经看着患者好转，我也看着屈真成绩上来，我真的希望他能念个好大学，有个好人生。7月暑假，就像去年生日在清坝里方时优说的那样，去年敢跟许南恒讨价还价的屈真，今年还真就不回他消息了，因为没有手机回。索朗错母带着卓嘎到成都的医院看病，卓嘎出现了心衰症状，已经入院治疗。7月19号方时优生日这天依然是全天手术安排，早上在东城院区，下午在海淀院区。许南恒大具后座装着奶油蛋糕，副驾驶一个礼品袋。方时优一直不希望他给自己准备很昂贵的礼物。31岁的方大夫一天到晚不是诊室就是手术室，有一回把表摘了，直接撂在洗手池边上，第3天才想起来。不过许南恒从来也都没想过给他买贵重的礼物，他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在礼物方面许老师更注重意义。车停在医院员工停车场方时优的车位，今天方时优限号，他没开车。终于在晚上9点45分，方大夫拉开大 G 副驾驶的门坐进来，一进来就靠着
闭上眼叹出一口气，释放着一整天的疲累。外科大夫在医院里是不能含泪的，倒不是不能，而是外科医生永远精力充沛，人人如此，自己也催眠自己。橙汁。许南恒拧开瓶盖递给他，方石优接过来，眼睛都不睁，咕咚咚灌下去几大口，缓过来一口劲儿，说腹主动脉夹层杂交手术，造影之前眼睛都快瞅瞎了。这么2年下来，许南恒对这些外科手术了解到了皮毛，问窗口小事吧。方石优把橙汁拧上，偏头看见车上摆了个纸袋子，看看他，看看许南恒。许南恒说打开看看。袋子并不大，也不怎么重。车里开着顶灯，方石优拿过来搁在腿上，拿出里面的小盒子，打开，他笑起来，钢笔啊，万宝龙镀金玫瑰款，许南恒在笔帽上定制了方大夫。方石优还是觉得太昂贵，但他又实在很喜欢。他毕竟是个医生，哪个医生能拒绝一支漂亮的笔？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方大夫在医院里说的频率最高的3句话是：在这签字，笔还给我，爱人送的。第52章俗话说得好。杨镐咣当一瓶冰啤酒搁在桌上，震声道：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就得吃烧烤。他失恋了。这天是高2升高3的暑假，许南恒姗姗来迟，他们学校在暑假偷摸上晚自习。他戴一纯黑色鸭舌帽，黑 T 恤，黑运动裤，黑帆布鞋，背一黑双肩包，还戴一黑口罩。他已经连续这么打扮好几天了，隐于夜色，不易察觉。偷摸补课的分为组优秀选手。许南恒到烧烤摊的时候，便听见杨大夫这么一嗓子，吆喝的他都想装作不认识绕过那桌，但没法绕，她男朋友也在那桌。你可算来了。方石优叹气，我快被他烦死了。没辙，北京补课一被举报就全完了。许南恒快一步坐下，虽然这回是主任带头指挥补课，不牵连我们教师，但这毕竟是北京，我不能像在西藏那么嚣张了。方石优拿可乐给他，笑说：你这话说的像西藏是你的地盘。许南恒帽子摘下来，投去一个略带俏皮的眼神，然后他才看见泪眼婆娑的杨镐喝下2大口可乐，关切道：杨大夫，这般憔悴，天涯何处无芳草，看开点。我这辈子已经完了。杨镐抬起头，看着这烧烤摊占到经营的简陋棚子，听着盛夏里叮叮咚咚啤酒瓶相撞的声音，说：我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许南恒刚捏起一根羊肉串，欲言又止，看向方石优。方石优无奈摇摇头。杨镐又说：怪我，都怪我，我当初就不该学医，我没时间陪他过生日，没时间陪他过节日，居然连去他家里正式见家长的日子都被我搞错了。许南恒拿着串儿说：你是记错日子了。杨镐摇摇头，在医院连轴了3天，夜班接手术，把凌晨0点的白天和次日搞混淆了。哦，许南恒点点头。大约就是杨镐以为是第2天过去，但搞错了，这个所谓的第2天其实应该是白天，是当天，直接把人家一大家子一大桌菜给割了。许南恒也找不着词儿安慰他，主要他太饿了，一串接着一串，无暇说话。方石优跟杨大夫喝了几杯后，见他吃串的频率并没减缓，便问：这么饿，晚上没吃饱？别提了。许南恒咽下去，晚上点了个麦当劳，结果我们学校侧门就是巷子的那个门，墙根那儿趴着一狗妈妈和狗仔，一大一小眼巴巴看着我，喂狗了。方石优点点头，摸摸他后脑勺，快吃吧，再给你叫点。再叫点。杨镐抹了一把泪，再喝一个。来生不做临床人。后来大约过了1礼拜，方石优回家告诉许南恒，杨大夫又和对象和好了。原因是对方姑娘斟酌再三，决定体谅杨大夫。许南恒听后点点头，并且杨大夫也撤回了那天醉酒发言，说生生世世都要学医。
因为杨大夫觉得这次与女友重归于好是医学奇迹，学医才会出现的奇迹。说不通，但许南恒决定尊重。杨告这事儿让方时优稍微有点警觉。这天他休息，和许南恒在外面吃火锅，旁敲侧击的问：“我会不会太忙了点，没什么时间陪你？”许南恒一边在锅里寻找消失的莴笋，一边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方时优：“你要是闲得慌，可以帮我捞捞笋片儿，好吗？这是根本没当回事儿。”方时优也意识到是自己多余问。高3年级，许南恒忙了起来，联考、统考、摸底考，学生考得一个个眼神麻木，四肢僵硬，老师们也没好到哪儿去，开会押题、改卷子、备课总结。有时候许南恒半夜会忽然惊醒，然后一个猛地翻身摸手机，打开备忘录，紧急记下一则例题类型，再昏睡过去。往往这个时候，方时优也会醒一下，伸手把他拥住，在他胳膊顺着抚一抚，让他平静下来。许南恒觉得这不是个事儿，他不能影响方时优的睡眠，于是提出高3剩下的时间里分房睡。说出这个提议的时候，俩人正在早餐店里吃馄饨。方时优当时那惊诧的眼神，就像是许南恒在提离婚。许南恒咽下馄饨，说：“你别这个表情，我这是降低损失，我一个人睡不好就算了，俩人都睡不好多吃亏。”但方时优一声不吭，还是那个眼神盯着他。好不分房，睡一块儿。许南恒说。高3下，班里回来了2个艺考生，俩学生清澈见底，整个高2都在画室，数学这种课直接两眼一抹黑。戴老师交代了，艺考生只需要学能学懂的就行，临到高3下这种时候就开始凑分取舍了。其实不仅是艺考生，所有学生目前的情况都是这样。28岁年轻教师的首届毕业班，讲台上喉咙因过分用力而有些沙哑。4年前他远赴西藏支教，彼时还显稚嫩，一张泛着少年气的脸庞，赌气似的开车到西藏。如今站在讲台，讲椭圆标准方程，讲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方式。数学老师眉眼轻夹，举手投足间不仅有成熟男人的老练沉稳，同时也具备了教师的压迫力和威严。徐老师在屏幕上滑动3维坐标讲函数，保温杯里是方时优给泡的金银花枸杞。天渐渐的转暖，高考一天天地走近，学校后门对接的串串香谭老师都觉得不香了。戴老师说，头一回带毕业班是这样的，头一届毕业班的年轻老师很容易比学生更焦虑。距离高考最后1个月，许南恒开始失眠，他以一种不太委婉，类似于嗨，来点处方药的态度，试图跟方时优要点安定。方时优叹了口气，把他拉到床上，做到精疲力竭直接昏睡，倒也不失为一种顺利入眠。另一边，方时优他们科室从急诊收上来一个急性心衰的患者。方时优到病房一看，是熟人，索朗校长。方时优看着他，床上躺着小小的没怎么长高的扎西卓嘎。您怎么没提前联系我？方时优边问边把听诊器带上。索朗错母温声笑笑说，昨天刚到北京，想着今天挂一个普通号来做检查，然后再想办法挂专家号，结果昨晚他忽然喘不上来气，打了120来急诊。他说着，把之前在其他医院的检查单从袋子里拿出来。他是个做事有条理的人，卓嘎在成都和武汉医院的报告单都按照时间先后妥帖的放在文件夹里，一目了然。方时优拿过来翻看，边看边问，我知道你们转院了一次成都，后来怎么又去武汉了？卓嘎的爸爸在武汉打工，他们公司的领导听说卓嘎有心脏病，推荐我们过去那边看一个主任。索朗错母说，而且到武汉的话，我丈夫起码有员工宿舍住，不用在成都住旅店。索朗校长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是他带着女儿求医的难行的路。方时优没说什么别的，只点点头。他听了心音肺音，然后看了看卓嘎的脸，苍白，嘴唇微紫，看来心衰症状出现过一次。卓嘎最近的一次心梗3项报告单是1个月前。他想了一下，说，我找一下顾老师。
说着，方时优给顾老师打电话，今天顾老师是下午的手术，但上午他会来医院。听闻是西藏那个左心室射血只有30%的小丫头来了北京，顾老师急匆匆赶到了病房，进来也来不及打招呼了。顾老师直接看向卓嘎的脸，然后把听诊器拿下来，听卓嘎的心音，同时问：可喘吗？索朗措姆点头，这个月经常可喘，最严重的一次是昨晚，持续了6个小时，在急诊抢救回来的。听完，顾老师扭头看向方时优，父子俩交换了一个眼神。方时优会意，转而跟索朗措姆说：我们要讨论一下治疗方案，您先别急，您一个人带他过来的吗？有地方安顿吗？他爸爸在下面交钱，我们住在旅店里，你不用担心。索朗措姆微笑了下。方时优点头道好，那个医院有食堂，走廊开水是免费的，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联系我。谢谢你。他点头。这天方时优回来的有些晚，没来得及做饭。许南恒下了晚自习回来，家里1楼没人，很安静。他上去2楼，这间大复式的2楼楼梯没有做回旋式，是一个很经典的直角式。他刚走上楼梯，就看见卧室的门开着，方时优坐在懒人沙发里，应该说是瘫在懒人沙发里。察觉到有人，方时优像睡中醒来似的，坐起来些，看向他：回来了呀，我没做饭，叫个外卖吧。怎么了这是？许南恒走上来，蹲下看着他，累了。那个，我还好，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个事儿。方时优看着他，今天一整天，其实方时优自己调节过来了，但他不知道要怎么转达给许南恒。起先他想瞒着，别给一个毕业班科任老师增加压力，但他又怕卓嘎发生什么意外，届时成为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遗憾。今天卓嘎来医院了。方时优看着他，方时优的眼神不是很轻松，甚至可以说沉重。这么一句话，加上他的表情，许南恒就明白了，状况不好吗？很不好。方时优坐直，把他拉过来，拉到自己腿上坐，环着他说真的，我本来想先不告诉你，你最近压力这么大，但是我们许老师哪就这么脆弱了。中间停顿的那下，方时优亲了他一口。4年了，许南恒早已不会因为学校里一些流言蜚语就在109国道踹轮胎。这些年愈发成熟，沉淀着读书人那股子岿然的气质。许南恒很满意，尽管现在的姿态是坐在人家大腿上，点了点头。卓嘎怎么样？心衰很严重，他是扩张型心肌病，这次急性心衰进的急诊。方时优咽了下，说我们跟心血内科的几位医生开了个会，目前唯一的办法是移植。许南恒自己调整了一下呼吸，问：我记得他在移植登记上吧？在的。方时优说：大医院、大城市，等到心源的概率比较高。卓嘎的情况不乐观，在匹配的心脏出现之前，院方为他做了各项移植手术的评估，确认卓嘎可以承受移植手术后，就是等待。期间，许南恒抽了个午休的时间来医院，东城院区比较近。卓嘎当时在午睡，他跟索朗措姆简单聊了一下。许南恒主要告诉索朗措姆，因为手术一般以预缴现金的方式存进就诊卡，叮嘱他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随时联系自己。索朗措姆点头应下，在许南恒临走时说了一句：许老师长大了很多。许南恒午休的时间不多，他前脚刚走，后脚方时优就来了病房。方时优带了杯热饮给索朗措姆，听见他说许老师刚离开，方时优点头笑了笑，没说什么。索朗措姆见方时优什么都没说，便小心翼翼地问：你们是没在一起了吗？方时优反应了一下，大约是索朗措姆觉得自己刚刚太平淡了，于是说：哦，还在一起，我们现在住在一起了，所以刚才没什么反应。索朗措姆点头，那就好。没一会儿，卓嘎醒了，方时优跟他说：刚刚许老师过来看你了。卓嘎笑了笑。卓嘎很幸运，在住院的第2周等到了配型成功的心源。移植手术由顾老师主刀，方时优移助。
卓嘎的心脏主动脉被剪开的瞬间，父子俩默契的夹血管，拽出心脏。手术室外面，索朗错母夫妇签了病危和手术同意书。在此之前，夫妇二人也了解到移植手术的全部风险。许南恒今天有6节课和一个晚自习，他没办法赶过来，今天讲了2套模拟卷，开了一个小型教研会。手术长达11个小时，卓嘎的左心室射血已经衰竭到随时会停跳的程度。小姑娘进手术室前还在笑着说，没关系，死亡并不可怕，灵魂是不灭的，她还会在下一个轮回和父母相见。国内每年心衰的患者高达60万人，而迄今为止，每年接受移植的患者还不足1000。尽管有科研组研发出针对射血不足的心脏来辅助泵血的机械附件，类似人工心脏，但这就像癌症靶向药，需要符合一系列指征。晚上9点30分，手术结束。心脏在卓嘎胸腔中跳动，从苍白的供体转为红色。顾老师眼镜后的眼神看着他一下下跳动，再抬眼看向方石优。方石优点点头。顾老师说，好，缝合吧。5月末的夜晚还有凉意，许南恒晚自习结束后回办公室看手机。方石优告诉他卓嘎手术结束了，心脏正常跳动，已经进了 ICU。晚上方石优来接他下班，车停在人行道边，许南恒知道这不能停久，小跑着过来的。上车后拉下安全带，舒出来一口气。走吧。许南恒说，优哥，我今天感觉脑子一直绷着。方石优扶着方向盘汇入马路车流，问，担心卓嘎吗？不是，你做手术我没什么担心的。许南恒说，我紧张，就像屈真他们当初中考的时候一样。方石优明白了，他嗯了声，接着一路沉默着开回了家。回家后，方石优把他拉到了阳台，开了些窗户，2个人坐在阳台的小沙发上，什么都没说，今天也看不着星星。2个人就这么挨着坐着，牵着对方的手吹吹风，很安静，不思考，放空。此时多说无益，不如精神休息。第2个礼拜，高考了。许南恒和戴老师在本校考点门口等学生，烈日下一句句重复，准考证、笔，进去考场就坐下，别乱跑，有尿赶紧尿。哎，戴老师拿帽子扇风，惆怅道，明明已经经历过2回了，我还是会紧张。许南恒，谁不是呢？我都2天没吃顿好饭了。戴老师扭头看了看他，笑了下，哎，支教那年中考，你紧张吗？紧张，我当时半夜跑出来抽烟，在西藏县城那个黑洞洞的街上。许南恒说，我当时也特紧张。戴老师说，今天他们也高考了。是啊。许南恒叹出一口气，今天拉萨的达桑曲真，山南的洛桑拉姆、达瓦卓玛，县城的瑟巴多吉也都高考了。许南恒看向3层外3层的家长，再抬头看看天，耀眼的骄阳。千年来皆是如此，教书育人，读书科考，何尝不是一种轮回？人们奔赴打拼，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的生活。他想起了前不久和方石优闲聊的时候，方石优和他说的一些话。他说，许老师，我们的职业注定了会存在失败，我会有治不好的病人，你会有落榜的学生，但我们最初做选择的时候早就知道了，不是吗？所以没关系，尽力而为，问心无愧。那天因高考而焦虑的许南恒如梦初醒，他说，是啊，这个道理不是早就明白了吗？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什么能圆满的十全十美，也没有什么失败是彻头彻尾，万事万物皆如此。第53章高考出分的当天，附中全体教师开了个大会。阐教的许南恒耳鸣，他穿一件长袖衬衫、西装裤，没打领带。比起燥热，他更焦急，心里油烹似的。办公楼会议厅，高3教师坐在前面几排，许南恒找了个空位就坐下。我靠，你们看群！老师里不知道谁高声说道，江苏今年考600分以上的3万多人呢。我天，不愧是江苏，
大家唏嘘着。又有人问：河南呢？河南的出来了吗？很快，高3年级主任齐老师风风火火的端着笔记本电脑小跑进来，一进来就立刻把麦克风夹到领子上，喂了2声确认，连接上了音响。大家立刻不聊了。好好，我投屏了，咱们高3年级教师们最关心的事情啊，成绩总结。很快，大荧幕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表格，是全校考生的分数排名。所有人聚精会神，戴老师看见他们班学委的分数后，长叹一声，靠回椅背上笑了起来。这下戴老师能睡个好觉了。教师会开完就回去各个班里，今天下午学生返校，班主任们要讲一讲大家填志愿的事儿，发一些参考资料和一些高校的讲座宣传单。许南恒在班里维持秩序，他站在最后一排，后排的几个男生考得不理想，平时一个个混不吝，真到了这个时候，手册攥在手里翻来翻去，眼神里充斥着焦虑。复读还是念个普通院校，然后考研，又或者直接进入社会？戴老师在讲台讲完话后，看向许南恒，忽然说：许老师也说2句。许南恒一下站直，笑笑：啊，我吗？戴老师很随意，都行，随便讲几句。许南恒这3年在班里一直是不苟言笑的威压形象，今天难得眉眼松泛了下来，班里学生们齐齐看向他。好吧。许南恒整理了下衬衫领子，迈步从最后一排往讲台走，最后站上来。他呼吸了一下，扫视了一圈大家，说：先恭喜大家苦读至今，终于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当我们写在作文里的梦想和未来真的来到面前的时候，有人会下意识逃避，这很正常，人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是我们的物种天性。所以许南恒原本想说一些要勇敢或者要抗争之类的话，但他改变主意了，所以没关系，是读大学还是复读还是工作，凡事尽力而为，问心无愧。许南恒最后说：总而言之，祝贺你们，无论如何，高考结束了，这绝对是值得庆贺的事情。3天后，北大强基计划考试开始了。小姑娘头一回坐飞机，机票是方时优和许南恒给她买的，家里让她带了许多特产，结果有一大半都上不了飞机，被送她来机场的家人带了回去。达桑曲珍从贡嘎机场起飞，拉萨的航班颠簸是常态，普遍4000以上的海拔与雪山冰川的地形就注定了高空必然乱流肆虐。坐飞机里，曲珍感觉自己像一锅炒菜在被颠勺，他没坐过飞机，很震惊，但也没敢出声询问邻座的人，万一飞机它就是这样的呢？但曲珍还是害怕呀，跟过山车似的。终于经过漫长的航行抵达北京，曲珍跟随着旅客们下飞机。在机舱里的时候，空乘就通过广播提醒了旅客们，从高原到平原之后可能会出现醉氧的症状，这是曲珍第一次离开西藏。哦，那儿。方时优拍了拍许南恒，好像是那个。许南恒眯了眯眼，这位人民教师终于在30岁进士了，是，叫他曲珍。方时优喊道。几年不见，达桑曲珍长成大姑娘了，她循声看过来，然后笑起来，挥挥手，方医生。许老师。北京盛夏里滚烫的空气像个巨大的烤箱，曲珍坐在车后座，一路上都在看着车窗外。方时优开车，许南恒嘴里嚼着曲珍带来的牦牛肉干。方时优问他，飞机颠簸，然后呢？曲珍说，然后我挺害怕的，我就悄悄念经，结果我旁边的人听我念经，忽然比我更害怕。许南恒笑了一阵，喟叹道，久违了，这牛肉干越嚼越香。我带了好多，很大一包，许老师，够你吃好久。许南恒回头，多大一包？扶着方向盘的方时优，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长大。因为曲珍去北大考试的当天，他家许老师因为一天到晚频繁嚼牦牛肉干而下颌关节紊乱，你就不能节制点吃吗？方时优无奈的在他下颌两边摁了2下，张嘴，张大点儿。啊，砰砰砰。然后咔嗒一声，许南恒摇摇头表示不行了，不能再张大了。
没事，不严重，过几天就好了。方石优说。这几天屈真住在四合院里，四合院房间多，离地铁站近。而且这几天方石优的表姐，也就是唐之源也住在四合院。唐之源住在四合院是个实打实的意外，大姑和大姑父近2年在外地做工程，唐家原贤家离单位太远，每天要起特早，就住在单位宿舍，于是家里就唐之源一个人住。结果那老小区进贼了，倒是没进唐之源家里，但家门口给打了不少记号。那哪敢独居了呢？原本唐家源决定回来陪他姐住，说这事儿的时候，正好给许南恒听见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唐之源聘上了北京一所普通大学的讲师，但教师宿舍一时半刻还没腾出来，左右也就2-3个月。许南恒家里盛情邀请唐之源去住。屈真住进去之后，四合院更热闹了。唐之源一听屈真报了北大强基的化学，抓着屈真一天聊到晚。强基校考完了之后，唐之源直接把屈真的机票改签到了后3天，3天里带着他在北京四处玩。所以连着3天许南恒回四合院，屈真都不在家。我真是许南恒的下颌关节还没恢复，有时候不是嘴巴张大才会咔嗒的痛，他有一个微妙的角度。方石优靠在巷子墙上憋笑，你这几天安生些？你是不是在笑？许南恒看着他，你跟我还没有半点情意。没找见屈真，接下来方石优陪他去配眼镜。徐老师在学校里穿衬衫西装裤，但不上班的时候打扮的都很轻盈，穿的让自己舒服。到了眼镜店之后，店员以为他是大学生，被家里哥哥带来配眼镜的。验了光之后，2个人一起挑选镜框款式。如果说进店的时候店员觉得方石优是家里哥哥，那么选镜框的时候店员心下了然了，那可不是兄弟俩。方石优低头，指尖指向展柜里一副圆形的镜框，笑起来说哈利波特。许南恒指了他旁边椭圆的镜框，问那这个呢？辛巴基。方石优扑的笑出来，接着无比自然的掌心在他后背扶了一下，引着他去看另一副眼镜，这个挺好看的。我是老师，方大夫，这太花里胡哨了。所谓花里胡哨的是眼镜链，细细的银质链条，清脆又清冷。徐老师并不是清冷挂的人，但他够帅，闭嘴不说话，清冷挂高冷挂都能适配。徐老师30岁的脸依然嫩着，主要是眼神，他和方石优在一起的时候会露出小孩样，比如指着那个椭圆形的眼镜说辛巴基，最后配了一副无框的，不说话的时候看着更凶了。以至于晚上回四合院吃饭，屈真看他一眼，差点倒抽一口凉气。至于吗？许南恒蹙眉看他，屈真嘿嘿一笑，童年阴影。得了吧你。许南恒说。方大夫停了车才后脚进来后先喝了声，说老虎你不能再胖了，梨花纹都要给你撑开了。他现在过的日子说出去能气死3个打工人。许南恒从正厅出来，咬着烟，昨儿跟胖胖吃了3斤三文鱼，晚上我姥姥回来，2毛1个净卖惨，又拆了2包猫条。方石优啧摇头，蹲下来把老虎抱起来，故意很夸张的说，哎呦，这小猫这么重。结果胖胖怒目而来，愤恨严肃的朝着方石优喵了一声，警告他不要欺负他小弟。许南恒笑着走过来，赶紧把我家大王放下来，你礼不礼貌？方石优放下老虎站起来，不用问，直接从裤兜里掏火机给他。2人已经契合到一种连眼神都不必交汇的地步。然而下一秒，屈真羞的跑出来，许老师方医生吃饭了。这时许南恒骨子里人民教师绝不在学生面前抽烟的宛如膝跳反应的下意识动作就是立刻侧身手向后。方石优亦像是训练有素般拿过他的烟。许南恒应道，好，马上进去。然后回头看着方石优，方石优捏着烟，还抽吗？不抽了。许南恒推眼镜。许老师戴上眼镜后也不知道戳着方大夫哪根筋了，
有时候一个稀疏平常的摘眼镜动作都能惹来杀身之祸。许南恒调侃他，还有这癖好呢。9月开学，许南恒今年又带高3。原本带9班数学的老师因身体状况没法接着带班，高考后许老师的教学能力有目共睹，今年又被推上了高3岗。带高3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暑假来得早。这年达桑曲珍通过强基计划入学了北大化学系学生物化学专业，曲珍看着新生手册和一堆专业书籍，还有学长学姐们发的专业课指南，一时迷茫起来。好在搞了多年科研的唐之源帮了他不少。9月里一个平凡的周末，达桑曲珍在宿舍里轻手轻脚的起床，然后出门去咖啡店打工。他说想打点零工的时候，唐之源带他找了家咖啡厅，坐地铁几站就能到。刚巧这家也是许南恒常买的，早上不用看早读的时候就提前1站出地铁，买了咖啡溜达回学校。其实今天上午不是曲珍的班，但是同事有事情跟他调了一下，所以许南恒一杯大杯冷萃美式，多冰谢谢。曲珍，方医生不让你喝冰的，你忘了？许南恒看手机呢，一抬头，你怎么今天早上上班了？曲珍眨眨眼，您最近扁桃体发炎，方医生不是给你泡了梨汤吗？您没带吗？许南恒听见旁边点单的顾客发出了隐忍不住的噗呲笑声，蹙眉道：你小点声。曲珍多真诚，继续规劝：方医生特意叮嘱我了，碰见你买咖啡别给你做冰的，要不喝热美式吧。第54章6月晨间，阳光明媚。许南恒趴在床上，哼哼唧唧的，时不时蹦出来1-2声哎呦。跨跪在他身上的方时优则在叹气，边叹边揉他腰背，说了多少遍，不要在椅子上盘腿坐，脚也不要踩在椅面上改卷子，并不是你这个脚踩上来一会儿，再换另一只脚踩，就能给脊柱和盆骨形成一种平衡。许南恒惨叫一声，难道不是吗？我先这么侧弯，再让他那么侧弯，不就掰正了吗？方时优掌根往他腰椎上压，说不是你这么想的，他是脊柱，不是史莱姆。其实这些问题他早就给许南恒讲过了。方时优给他揉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床上下来，说自己趴会儿吧，我去看看汤。许南恒笑起来，副主任医师揉的确实舒服。方时优已经升了副高，已经不再是12块的普通号，是22块的专家号。他在许南恒脑袋上很幼稚的揉了2下，把他头发揉乱。手机。许南恒假装很努力的伸向床头柜，够不着，方大夫。方时优把他手机拿给他。光听说高考时候把考生当祖宗伺候，方大夫这回明白了，家里有高3岗的教师也得当祖宗伺候。今天又是1年高考，他家这位科任老师今天差点中暑，还好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就回来了，回来躺了会儿喊腰疼。还好方时优今天休息，他料到高考这2天许南恒会多少有点不舒服，所以前2天就调了班。汤锅里肉还没烂，方时优在厨房给他爸发微信，说家里炖了锅鸡汤，要不要中午给他送点去医院。顾老师回复说不用，接着告诉他扎西卓嘎今天早上送来住院了，排异反应下高热不退，也告诉方时优没什么大问题。怎么了？许南恒扶着腰走来厨房，怎么这个表情？方时优哦了声，说卓嘎今天来住院了，高烧。啊？许南恒有点担心，当时不是说回复的挺好的吗？方时优说，毕竟是心脏移植，5年内都会出现或轻或重的排异，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认为这是外来器官，会攻击这颗他们不认识的心脏。许南恒想了想，告诉曲珍吧，让他没课的时候去看看他。好。方时优点头。当年卓嘎的确是十分幸运，在万中无一的巧合下等来了配型成功的捐献心脏。移植手术之后，在 ICU 监护了一段时间后，顺利转入普通病房。许南恒以为到这里也就尘埃落定，虽说顾老师和方时优都告知了移植手术后的存活率问题，
但起码许南恒觉得小姑娘能快乐的过几年。没成想排异反应会伴随这么久。傍晚屈珍下课后坐地铁去了医院，好在没几个小时卓嘎就退烧了。方时优把屈珍送到地铁站，晚上跟许南恒在一家湘菜馆吃饭。吃到湘菜，许南恒忽然想起县城湘菜店的老板，筷子夹菜的手顿了顿，湘菜馆里不停的有人被辣得稀溜稀溜，冰饮料玻璃瓶上的小水珠哧溜滑下去，在桌面阴出一汪水渍。于是在人声鼎沸，玻璃杯碰撞干杯，畅快聊天的湘菜馆里，许南恒放下了筷子。方时优疑惑的看向他，怎么不吃了？不舒服。换做平时，许南恒可能会皮一下，说吃不下了没胃口，逗他说可能是有了。但这次许南恒很正经的将筷子放好在筷架上，抿了抿唇，说优哥。叫优哥的时候，要么是床上情到浓时，要么是要说正经事。请讲。方时优也放下筷子。我想，许南恒停顿了下，似在犹豫，但还是说了，你最近有假吗？我想和你开车进藏，3500公里的往返，起码需要10天假。一个副主任医师凑出来10天假，好吧，这世上还有什么能难倒方大夫？方时优从来都理智，他是2个人之中更年长的那个，但毋庸置疑，理智的人疯狂起来也更疯狂。好。思索片刻后，方时优点头说了个好字。接着他端起饮料灌下一口，冰凉的橙汁划过喉咙，提醒自己冷静思考。冷静一下后，方时优又说了一遍，好，没问题。从5年前就是这样，方大夫好像能解决所有问题。许南恒看着他，有假吗？要是不行，别勉强，坐飞机一样的。没问题。方时优弯唇笑起来，你也别有压力，我早就告诉你了，别带着秤啊尺子的谈恋爱，你不嫌累我还嫌多余，好吗？又说到许老师命门上了。其实在一起这么多年，许南恒确实很多时候难改他那个大少爷性子，甚至他偶尔会把学校里的怨气带到回家里，有一回砰的摔上了书房门，因为方时优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车钥匙放哪去了。事后许南恒认真地道了歉，并且反思了一下自己，他感觉谈恋爱的这5年多是方时优在包容自己。学校确实是容易堆积怨气的地方，医院必然更是。或者说，只要出去上班，就没几个岗位是真的顺心顺意的。许南恒那次之后，会冒出一些自己在这段关系里作为伴侣可能并不合格的念头。所以今天方时优又一次提醒他了，别带杆秤谈恋爱。他说他乐意包容，而且他觉得许南恒也在包容着自己。方时优很忙，连轴手术碰上夜班的时候，连着3天2夜都在医院里，微信消息跟留言板似的，休息下来统一处理。甚至有一次给许南恒回了个收到，回完3分钟了才反应过来，添了个收到了宝贝儿。事实上，方时优都会觉得他对许南恒的陪伴太少了，而且这事儿是没辙的。尤其升副高后还要出差，还偏偏挑休假，周末出差，回来又是连轴。什么时候出发？开哪辆车？方时优给他加1块蒜蓉油麦菜。看你吧，我还在暑假，你先把假请下来。许南恒说，大医院医生多，调班也比较容易。10天假，方时优休掉了年假，加上1个周末，再跟其他同事调一下班，满打满算还差1天。按照请假后调班的日子，他们从西藏返程回来的第2天是上午的门诊，这趟门诊要留出1天的容错率，毕竟谁都不能保证路上能不堵车无意外的回来。于是这1天的调班，方时优拜托给了顾老师。和亲爹在一个科室的好处又多了1条。总而言之，一切安排妥当，在未来的周一上午，会有很多患者花着22块的挂号费，看着300块的专家。这次依然开许南恒的 G63， 这辆 G 级5年前跑一趟西藏，伤痕累累，回来修车和保养的钱差点让徐老师当场下海。但纵然如此，毕竟是从这辆车结缘，所以还是选择了他。
方时优在医院填好请假单，做完最后一台手术，洗手换衣服。年轻俊朗的34岁副高，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就是给他介绍对象。虽然方时优已经说过很多次有对象了，但大家一次都没见着真人，故而全当托词。这次又有人过来问方医生这么久的假去干嘛啊？方时优答：和对象自驾。哟，那人试探：真的假的？哎，别是幌子吧？那天你没在，副院长说想给你介绍他外甥女认识呢，硕士刚毕业。方时优一愣，手里的包收拾到一半，最后把充电器塞进去，说：可别，我真不是单身。说完，不得已，方时优只能跟一句：胆囊外科杨大夫见过我对象。对方这才信了7、8分。其实是许南恒一直不希望方时优在医院坦白性取向，这没必要，许南恒也不希望他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收拾完东西，从医院出来已经8点半，许南恒车停在医院车库，行李已经收拾好了。他们今天4小时开到大同，在大同过夜，第二天直接上京藏高速一路向西。许南恒知道他来不及吃晚饭，买了个汉堡给他，杯架上一杯咖啡，一杯可乐。方时优把包放去后座，拉下安全带，说：最后一个调班调给顾老师了。嚯！许南恒故意很夸张的说：向上欺压啊，副高欺负正高，你出息了。方时优拿着汉堡包一半：我求来的，我都把你搬出来了，他才愿意帮我代班。那感情好，回来陪顾老师喝一盅。说着，许南恒点火启动。方时优咬一口汉堡，笑笑：别了，您2位酒量都差，到时候我还得伺候2个。许南恒斜瞥他一眼：你酒量好，你把我姥爷喝的夜里起来抱着猫给猫讲李白，俩猫听一宿没听明白，结果第二天姥爷还没缓过神，要给猫考试，俩猫心说学了就是会了，还考我是不是不信任我。方时优笑了2声：走吧走吧。车开出车库，在6月中旬的傍晚开出胡同，开上东安门大街，拐去北河沿大街。5年前，徐老师就是开着这条路进藏，在国道109半途捡上了方大夫。这一次，方大夫提前了3000公里坐上这辆车。他靠在椅背，偏过头看着许南恒，忽然问：徐老师，这趟收我多少啊？许南恒一笑，换右手扶方向盘：收你下半辈子吧。好嘞，徐老师。方时优看着他侧脸，说定了呀，我这不带反悔的。说定了。第55章正文完。以前许南恒觉得北京真大，海淀和朝阳算得上异地恋了。朝阳北路上将近20个红绿灯，堵起来的时候没出3环，许南恒他爸的腰就要断了。现在许南恒觉得这天地真大。从北京到拉萨有3500多公里，京藏高速30多年前开始建设，通车10余载。这些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省道、国道，如同从心脏绽放出来的血管，它们四通八达，去到这片土地的任何地方，然后再回流。抵达大同市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他们住在南环附近，这样第二天可以直接起床上绕城高速转京藏高速。住的酒店里有自助早餐，但许南恒看见楼下有家面馆，直觉告诉他这种古老的拆迁风装修一定特好吃，遂直接拉着方时优退房下楼。果然，小面馆的老板是川渝人士，豌杂面许南恒吃了2碗半，惊叹世间竟有如此美味，甚至顺手查了下老板老家的房价，跟方时优说等退休了过去定居得了。他们起得比较早，虽然起得早，却也是睡饱了起来的。他们前脚刚出面馆的门，后脚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由于摄入碳水过多，直接升糖犯困，方时优开车继续向西。开上绕城高速的时候，太阳还不是很刺眼，而且太阳从东边升，他们向西，太阳在后边，阳光并不直射。因为早上那顿吃的还挺饱的，过服务区下来上厕所抽烟加油，在超市里买了点零食和咖啡，没再吃饭。这是可兰服务区，稍作补给后换许南恒开。徐老师上车后把罐装咖啡打开，
单手开的，帅气逼人，然后调试座椅靠背和方向盘，重新戴了下手表，说后边不停了，一口气500公里，直接冲出山西，杀到马儿庄。方时悠欲言又止，还是说了，我们是旅行，不是工程。这趟出来，许南恒肉眼可见的开心，见他开心，方时悠就开心。这些年过得平平淡淡，好吧，并不淡，或许是因为两个人都忙，大部分时间里只有晚上回家能见到，一见就着，不管白天累成什么样，晚上看见对方就仿佛又开启另一管能量条，进入另一种状态。其实这就是方时悠一直想要的一个家的形态，倒不是说顾老师给的家不够家，而是另一种性质的家。许南恒开车的姿态很帅，他还是喜欢单手扶方向盘，他不是很喜欢 G63 上的车道保持功能，这玩意就是当车偏离当前车道的时候会发出警示，提醒车主的同时，电子系统介入方向盘，辅助车辆回到当前的行车线路。许南恒不喜欢手里的东西违逆自己，无论是车还是人。方大夫，哎，许老师。方时悠应着他，开累了。从清晨开到日暮，原本太阳在后脑勺，这会儿夕阳落在面前，甚至不得不把挡板掰下来遮阳。许南恒摇头，不是，就忽然想叫你一声。方时悠笑笑，元藏那年我走的也是这条线，意思是你先走一遍，然后我自己走一遍，最后我俩一起又走一遍。那个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很迷茫。方时悠舔了舔嘴唇，说我不知道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说起来还有点，我觉得遇见你之后，我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在生活，因为你，我才感觉医院休息室真的是不得已的时候住一下，晚上还是要回家的，一天不见是想念的。方时悠很少会说这么一大串话。许南恒一直觉得方大夫是个比较内敛的人，是通常情况下，以前使坏看他尿检那不算，这大夫还是坏的，闷坏。所以忽然说这么煽情的话，还是在去西藏的路上，大概正是因为现在是去西藏的路上。许南恒笑着，右手扶方向盘，他把车道保持打开了，左手挠了挠头发，说今儿怎么了？好久没跟我一块出远门了。方时悠自己也笑了下，突然有点矫情了。矫情一下挺好的。许南恒说，咱俩只是30多，还远远没到退休钓鱼的年纪，退休钓鱼了也可以矫情，我都喜欢。方时悠说的都是实话。临床就是江湖上流传已久的专业选得好，年年赛高考，学生时代的方时悠并不轻松，工作之后更是昼夜忙碌，像机器一样运行着，每天重复着类似的工作。遇见许老师前，他的生活是学业和工作。方时悠偏过头又看他，他正打着转向灯和方向，开向匝道，开去马儿庄服务区。等他停好车，方时悠伸手捏了捏他脸蛋，说谢谢许老师。许南恒啧了声，别捏了，30了帅不了几年了，我们许老师帅一辈子。方时悠解开安全带。马儿庄服务区很大，风也很大，都头都脸的。许南恒的刘海被吹得在他眼睛上拍，他皱着眉对方时悠说，这么大风。宁夏地界就是这样，风很大，有一年刮着沙尘暴，阵风能有9级。夜幕下的大西北风声嘹亮，他们在服务区里加油吃饭，接着开下高速，为了安全考虑，住进了县城里。在服务区已经吃饱了，看见县城路边摊卖的刨冰，买了2碗，站在人行道边吃，果味的，清甜。他们住的旅店房间有个小露台，店老板说今晚比较晴，可以在那里坐一坐。进到房间后，许南恒觉得还可以，行李箱只拎上来一个，另一个留在车里了。方时悠到露台看了一下，说你先洗澡，我把这个桌子擦一擦。许南恒边脱外套边打趣他，你不会还带了消毒洗手液吧？话没说完，就看见方时悠手里已经拿了个小瓶装的。方时悠有点无语，说过来洗了手再去洗澡。许南恒嬉皮笑脸，还是方大夫靠谱。他们洗完澡，坐在露台的椅子上，风没有傍晚那么大了。西北地界夏天的夜是凉爽的，
风大的地方，一般高空的大气会很干净，就像在沙漠之上永远有清澈的星空。这个小县城也是。许南恒两条胳膊随意的搭在扶手，就这么散漫着。他说：“我上次开车过来，过可可西里的时候，甚至没停一下，其实有点后悔。”我感觉到了。方石优说：“我这辈子没见过有人看到日照金山无动于衷的，你是唯一一个。”许南恒笑起来，笑得肩膀都抖了几下。少不更事，现在想想后悔了。这不是又来了吗？方石优握住他的手。是啊，许南恒说。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天色不错，碧蓝的。再次出发的时候，是许南恒开车，直接从县城上高速。因为正值暑假，出行车辆非常多，这条线路从北京自驾，无论是往新疆、西藏，还是仅仅到青海、敦煌，又或者去体验青甘大环线，都是很适合家用车跑的。甚至如果不想升海拔太厉害，还可以在快到青海之后，向北绕一个弯，折去内蒙看大草原。有些堵的时候，车速就慢，大家都用60公里的速度磨蹭着。许南恒降下车窗，热浪滚着涌进来。他一开车窗，方石优就知道他想抽烟了，于是说：“先忍着点吧。”憋着呢。终于2个多小时后，磨蹭到了天湖服务区。不愧是暑假，服务区里找个车位堪比商场。许南恒一下车就跟他要烟，眼镜摘下来，刚想在 T 恤下摆直接擦，被方石优拿走了。靠谱的方大夫带了他眼镜的湿巾，带了挺多的。他边帮他擦眼镜边说：“你去上厕所，我在这儿等你。”接下来方石优接手开车。车厢是私密空间，有的人坐出租车、网约车会觉得别扭，是因为和陌生人处在同一私密空间内。但对于爱人，私密空间是极度舒适的。许南恒喜欢在副驾驶睡觉，车在行驶的时候轻微的晃动对他有催眠作用。他窝在副驾驶，眼镜摆在中控的杯架里。他总爱这么随便放眼镜，方石优提醒过他很多次放进防尘袋，回头刮花了。于是他瞄了眼开车的方石优，还是从手套箱里找出来防尘袋，把眼镜放进去。方石优刚好看他这边的后视镜，也看见他这个动作，笑了声：“挺乖呀，今天。”那当然，乖巧听话许南恒。他笑着说。说完，他靠回椅背上，看向车窗外。他还记得京藏高速的这个方向开往拉萨，右边就是可可西里的边缘。现在还远远没到，到这里已经能看见远处的高山。进入青海省界后，海拔有一个阶段性的上升，许南恒没什么感觉。体能令人发指的方大夫直接一口气600公里开到日月山下高速。许南恒醒过来的时候，看着黑洞洞的车窗外，完全不知道这是哪儿，于是问：“把我卖哪儿了？这是？”方石优无声叹息：“是在你旁边蛰伏5年，就为了今天把你卖了。”接着他打方向停进车位，这里是日月山景区附近的酒店。下车后，许南恒骤然就感受到了，时间是晚上8点10分，牧民驱赶着白色牦牛，街边有人牵着马，马头和马鞍上绑着彩色的民族装饰。许南恒感觉无比熟悉，甚至不远处他还看见了藏寨。他关上车门，回头问方石优：“是不是没剩多远了？”“不到2000公里。”方石优锁车，车钥匙在手里抛了下，说：“走啊，吃羊肉去。”“好啊。”因为在景区附近，晚上依然很热闹。旅游旺季，各家餐厅都热火朝天，要排队。俩人取了号，排了家烤肉店，拿着取好单又去对街买了点喝的。许南恒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看着装奶茶的不锈钢水壶而感到亲切。“咸的还是甜的？”老板笑眯眯的问。“要甜的。”许南恒答。他一向喝甜的，在西藏喝了1年的甜奶茶。人行道边有一群驴友骑摩托往西藏，也在这歇脚，5、6个人的样子，骑的都是大排量的 ADV 型摩托车。那群人找了盏挺亮的路灯，然后拉开横幅，3脚架支起相机，用定时拍照，大声喊了声耶，然后收起东西跟路人道歉，
说不好意思占到了。许南恒看了好几眼他们的摩托车，方石优问喜欢吗？喜欢是喜欢，但真让我骑摩托到拉萨，我大概是不敢的。许南恒挨着他小声说，我最多从石景山骑到昌平。骑不了。方石优认真的看着他。许南恒困惑，为什么？看不起我？你没摩托驾照？方石优说。一生正直的方大夫。等烤肉店的时间里，两个端着奶茶，信马由缰的牵着手在人行道顺着溜达。开车坐车久了就需要走一走，街边还有许多文创店和纪念品店营业着。这儿和拉萨一样也有写真店，几个姑娘正在夜拍，画着彩绘的妆面，穿着民族服饰。晚上西北凉飕飕的，很舒服，风把许南恒的 T 恤吹得贴在皮肤上。他手被方石优牵着，很温暖。可能是因为在遥远陌生无人认识的地方，两个男人从容的牵着手，在这里不会被认出来，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惬意的感觉让许南恒觉得轻松，因为无论城市如何包容，他们始终要为对方的和自己的职业多做考虑。他们一个面对患者，一个面对学生，这两类群体其实都是弱势，寻求治疗和学识，他们需要自己对面的人对自己有绝对的信任。好在北京很大，流动人口多，而且他俩也是真的忙。溜达的差不多了，方石优说往回走吧，可能快排到位了。走回烤肉店，门口排队的人少了大半，给服务员扫码，说是还有2桌，于是便在外面的凳子坐下。那是什么山来着？许南恒问。日月山。方石优说，明天可以下午再走，这儿有个文成公主庙，还可以骑马。当年徐老师在草场骑马放牛，方大夫可是记了不少年。许南恒听见能骑马，眼睛亮了下，问是什么？马场还是草场？好像是草场。次日早，这天是假期的第3天。因为白天开车，所以晚上睡得很沉，两个人的睡眠质量都比在北京好上很多。睡得饱，精神状态就很好。许南恒戴上墨镜，扶着行李箱，问哪儿骑马呀？这人出门走哪儿算哪儿，许大少爷还是那个许大少爷，不过方大夫愿意伺候就是了。方石优一件浅蓝色的敞怀衬衫，天上悬着骄阳，烈烈的风吹着方大夫的衬衫，他在手机上确认了一下，然后抬头眯着眼看向景区外侧的方向，说在南区那边等我们了，你先把行李放车上。怎么过去啊？开车过去。方石优说，这个景区能把车开进去，或者挺好的。能让车开进去的景区自然是好。徐老师二话不说，把行李箱扔车里，直接蹦上副驾驶。这辆车的手套箱里也放着方石优的一副墨镜，许南恒拿出来递给他。很快，他们看见了戴着牛仔帽的接应人。方石优昨天预约的时间段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加钱补的空场，否则暑假这旅客量排到返程回北京路过这儿差不多能骑上。许南恒把墨镜放在车里，接应的大哥看了看，问2个人吗？1个人。方石优赶在许南恒说话前开口了，就他骑，我看着的。许南恒看着他说，我教你骑呗，一块儿啊。方石优摇头，你自己玩吧。为什么啊？许南恒有点失落了。方石优看着他，笑着说，宝贝儿，这2小时马骑下来，我俩都没法开车。许南恒一想，确实，骑马会腰腿酸痛，他俩又不是天天骑，但还是觉得。他又看向方石优，方石优说，我还好，不是很想骑。大哥拿手比了个 OK， 然后带着许南恒去挑马，问许南恒有没有骑过。许南恒说会骑，但几年没骑过了。大哥给他牵了匹还挺高的马，说别看着他高大，他脾气很好。许南恒先在马头前摸了摸他，方石优不远不近的看着。这片草场很大，虽然没有西藏那么一望无际，但够大了，够马跑起来了。大哥原本还想先牵着马先慢慢走一圈，毕竟这年头城里人摔着磕着
可是会起诉的。没想到马上这看着斯斯文文的男青年，不仅帅气的踩蹬翻身上马，随后直接将绳一拉，大哥猝不及防的脱手。紧接着徐老师下趴，他没有坐在马鞍上，而是踩着蹬旋起腰，一夹马肚子，俯身在马的后颈，极为潇洒的骑行姿态。好的骑手，马是能感知到的。高大的黑马后腿2步后疾驰向前。哎呦哎呦！大哥走回方石优旁边，说：“他不能有事吧，老板？我想牵着先慢走2圈的。”他没事儿。方石优笑起来，看着她男朋友策马远去，然后瞧见旁边有垃圾桶，问了一嘴这儿能不能抽烟。大哥说能。方石优低头拢着火机点上一根。那厢许南恒骑着马跑了一大圈之后绕回来，精准的拉过缰绳，停在方石优面前。方石优就抬头看着他。徐老师身上永远有少年气，他是顽强的，他会在难以前行的环境里自己劈开一条路。他像藏南高原那些永不停歇的风，那些风从喜马拉雅吹到卡瓦伯格，是群山的呼吸。方石优咬着烟，看着他跑了一圈又一圈。他帅、潇洒、顽强，有生命力。他也懒，爱耍赖，嘴贫。他还善良，有担当，并且特可爱。方石优知道，这人真的长在他命门上了。玩了2小时，继续启程，果然是没法开车的。从日月山再上高速，没开到1个小时，许南恒哼唧起来了，腰酸腿酸，尤其大腿根部简直打哆嗦。200公里后到了茶卡服务区，许南恒必须要下车让腿伸直点。结果服务区有人遛狗，一只萨摩耶平等的对每个下车的人释放爱意，来扑许南恒的时候，方石优先一步拦住了狗，抓着2前爪搭到自己腿上，然后摸摸他脑袋，他满意的走了。扶我一把。许南恒伸出手。扶你上厕所？方石优问。把我扶到厕所就可以了。然后你扶墙进去？那你不如扶我。不是。许南恒复杂的看他一眼，这么多人，多丢脸，又没人认识你。方石优干脆把他一搂，走吧。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开。这一路顺行400公里，开到了格尔木。晚上方石优把他留在酒店，自己去药房买了2管外敷的药膏，回来之后给他上药。因为许南恒早上骑马穿的是牛仔裤，内侧那2片蒂尔膜的哟。方石优帮他上药，许南恒就必须以一个非常要命且相对耻辱的姿势对着他。许老师还是保有一些底线和自尊的，他选择叉腿对着方石优的时候，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脸。方石优真是哭笑不得了。和他们计划的一样，5天去程，5天返程，1天容错。次日早上从格尔木出发，继续开往拉萨。他们原本的计划没有打算在西藏停留很久，许南恒的意思是看一眼拉萨就回去了。进藏重点在那个进字，他只是想和方石优一起24小时待着，去到某个地方再折回来。路上经过了可可西里边缘，可可西里有茫茫多的湖泊，它们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在高空中弹，然后迸开碎裂，散落在这片土地上。许南恒想起方石优的微信头像，问：你头像那个藏羚羊在可可西里拍的？方石优点头，当时开着救护车去接保护站里一个工作人员，正好拍到的。可可西里腹地什么样？许南恒问。能开到保护站，那肯定是深入腹地了。方石优扶着方向盘回忆了一下，说：很荒野，就是那种苍凉感。但其实可可西里很有生机，它生存的物种非常多，食草动物、食肉动物，一片荒野如果存在很多食肉动物，就说明这里的生态相当好。哦，许南恒点头。可可西里养育着除人类以外茫茫多的生命。许南恒支着下巴向外看，快要到傍晚了，湖蓝色的天边闪着点点星辰。他降下一半车窗，高原地界在日落后很凉爽，几年不见，这里的风还是这样。狂野、自由、
来去随心。他们在服务器里加油，买补给品。服务区里停着很多外地牌照，有假期带孩子自驾的。许南恒看见一辆 SUV 的后窗贴着一个硕大的我辞职了。排队加油，然后停在路边，俩人靠着车抽烟。许南恒微微闭着眼睛，忽然说，氧气稀薄，动弹不得，自然就宁静了。方时悠停顿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这是当年自己说的话，然后笑了。怎么？高反了？那不能够，我天选之子，我还抽烟呢。许南恒看向他，就是忽然想起来你忽悠我的这句话了。啊，这老师还嚣张。方时悠想，结结实实的长在自己命门上。方时悠呼吸了一下，他稍微有点紧张。一根烟没抽完就摁灭了，说，谁忽悠你了？我说的都实话，上车，走了。此时夜幕低垂，他们距离拉萨还有1000公里。他们在毒瘴一样的浓雾里，从京藏高速拐上国道109，大雾让本就视野不佳的夜路更加难行。他们从北京出发已经第4天，他们开一辆奔驰 G63， 这辆车5年前就是这条路进藏出藏。大约2个半小时后，方时悠把车开下国道。国道边有个不起眼的汽车维修店，方时悠下车，他从车头绕到副驾驶，拉开车门，让许南恒也下车。方时悠调整了一下呼吸，国道边不停有车轰着油门疾驰而过，带起的风掀着他们的衣摆和发梢。许南恒不明所以的看着他，问，怎么了？四下无人，白天摆摊的摊贩们早早的回家了。银河停泊在天空，月亮随便拽了朵云盖住脸摆烂。方时悠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黑色丝绒小盒子，朝着许老师单膝跪下。许南恒忽然心砰砰跳起来。方时悠抬头看着他，打开盒子，他还是紧张，说，许老师。他很明显的哽咽了一下，继续说，许南恒，我爱你。我想问你，愿不愿意和我？盒子里的戒指恍若方时悠摘给他的晚星，它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都在闪烁着。许南恒看见方时悠眼睛里似是团着泪，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一滴眼泪已经淌到了下颌。方时悠的膝盖陷进一点点泥地里，他继续问出这句完整的话，许南恒，你愿不愿意和我结婚？许南恒重重的点头，眼泪还没擦掉就笑起来，我愿意。